那我们了解说，用同样的这个金钱，要给医生看的钱，我们拿来买菜，有机蔬菜比嘛，我们拿来买菜，这样呢，那个药就可以少吃，医药费就可以减少。所以或许之前因为那个小时候那个环境不是很理想，所以全身都会痒，一直到天年国宴都是潮湿，那个潮湿的程度，一个房间一天可以3桶那个我们用那个除湿机3桶的满水啦，有湿吧无？足湿所以或许去给那个中医师看，他说你的那个湿毒潮湿的毒已经跑到骨头了啦。然后教或许怎么做？滚镰刀，力道会解毒啦。可是不能太累爱稳稳火，力刀袂使拔开，那会拔开，迄就无效啦。可以前人捌去顾迄款，力刀袂使拔开。或许又是急性子看到一蕊拔开，规开较大个，滚滚的食日头汤。所以没办法啦，讲迄个滚河的乜拔开要啉遐汤讲会解毒。我想讲迄，敢若咧断片爬去你体顶较困难。所以一样放弃。后来吃了很多的一些止痒药，药效哪咧行？就很好，不痒。可是药效才4个小时过去就够上那个是痒各位有没有经验？怎么样？赔得上就是很难过了。后来呢，就吃那个有机的蔬菜，吃了整整1年，竟然都没有吃止痒药就好了。那个痒讲迄都走到骨头里面的痒拢好去好不好用？所以我们就是了解，真的一物一物，一个物件有一个物件来见所以呢，或许对那个有机的蔬菜就是很推崇都鼓励呢大家能够吃那个有机蔬菜。然后我们回来呢看这个经文，其安呢义慈因为要辅助万物，然后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安就是宁静没事谓之安，宁静没事叫做安。然后那个慈就是守，我们就是呢守住了，守住宁静没事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一有事了一不宁静了，那么安就消失了所以这个其安义慈就表示说我们人为三才之一都辅助天地的不足，没有做一些违反天地的事，全部都符合真理所以其安义慈很容易我们可以保守这个安等到呢有事了以后那个安就消失了，要呢守住就不容易了所以
在还没有事发生之前，我们都能够事先去防范，这样呢其安呢就易持。那么其未兆易魔，这个兆就是征兆，事情还没有到的时候都有那个征兆。各位已经修这个心理心法都这么久了，有没有这个事情还没有到的时候就有征兆？有没有？各位，我想看卖想想看有没有经过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佛性很敏锐，它那个第六感特别强。然后我们事情还没到，第六感会先告诉我们事情将来特别来会敢讲，有没有这种情形？还不很明显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佛性那个认识度还不很明显。假如说很明显的话，那个第六感会很强烈，甚至于整天的那个过程都会预先演练。会带什么人会来，会到什么代志，下晡延暗，拢会甲你讲，拢叫你所事先的拄着，拢具会呈现。所以台北前就有修到这个样子这个大家假如说希望得到什么就可以到达那样，向学姐要电话，他会告诉你，打电话去找那个人，你按那修那法度安呢，就是那个提水果从那个楼下一直提到5楼，然后他会要佛性佛性出来倒推，就没有重量了，闲不闲？就是真的有人这样所以找学姐要电话，让他的那个电话机响不停，去问他怎么修的，怎么有办法这样？你那提较重的物件还请佛性出来提，佛性出来提，他说很奇怪那个水果一提到5楼。一放下地的时候再要拿起来就很重，就是伫咧背楼堆真轻无重量，闲不闲？或者是说，我们那个佛性是非常奥妙非常的大，竟然被你小用了。你把它拿来当那个儿戏在玩，然后他在电子工厂上班，中间有休息20分钟，本来是1个小时10分钟了，他们把那个2个小时集合成一次修就变20分钟，然后他坐在椅子他也一样在操作佛性做的身躯拢无震动甲佛性讲向右向右，规个椅为右直走去怎么说呢？向左向左。他这一次看到以后，讲给我讲开。不过他说不宣扬，他不炫耀，然后也有听过他讲很多次，希望说能够把那一种修持法门告诉大家，
让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小地方先从小计也有成就这样的话对我们信心有帮助所以我们讲到呢，那个其未兆预谋，还没有征兆的时候那个事情我们很容易抹类，就是要怎么样安排都会听我们那个佛系的那个安排，所以呢未兆预谋，等到它已经呈现现象的时候已经呈现了。那么呈现了以后，就不容易去改变它，所以还未兆的时候才容易改变，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在凡尘就是要顺着那个真理，就是呢不要呢违背这真理。那么其脆易判，这个脆就是脆弱。我们呢还没有巩固这个事情还没有巩固，形象还没有巩固之前都很容易这个坏，所以易判，其脆脆弱的时候易判。那么为之矣未有，就是呢我们要呢有所为。为之矣未有，就是还没有呈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去做为之矣未有。那么治之矣未乱，我们呢要调这个调治治理的时候还没有乱的时候最理想。那合抱呢之木生于毫末，那个合抱就是呢我们人可以这样一抱起来，是不是已经很大的树很大的可是呢老子就讲这么大的那个树合抱的树木生于毫末，这个毫末就很小就是我们要了解呢说这个合抱之木它生的时候很小，生于毫末。那么九层呢之台，谢谢。其余垒土，以前呢大部分都是用土堆起来的那个九层之台用土一铲一铲的堆积起来其余垒土。那千里之前始于直下，我们要行千里一定都要一步一步像现在有很多呢这个交通工具会辅助我们很快的到达目的。以前在老子的时候坐马车那个都是比较呢上层社会叫他坐马车，那呢百姓都一定要用脚来走路，所以千里之行呢始于直下。那么为者败之，直者呢失之。老子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呢有所作为，跟天呢相违背的话，那会失败。做事会失败。那么执着的呢他会失掉了他所拥有的。这个都是要符合于真理。老子鼓励我们呢要符合于真理。所以呢这个圣人无为故无。圣人呢都无所作为顺着那个真理来做，顺着我们佛性来做所以无为。
各位对无为的意思都知道了哦。有为啊，就是有所作为，有企图；那无为啊，就是从佛性啊本体所发无所作为，那个无为因为圣人啊从佛性里发挥出来，所以啊没有办，无执故呢无失圣人也不执着。各位浅显，我们执不执着啊？大概都还蛮固执的固不固执啊？拢无承认啦家己固执拢无承认讲固执，所以我们了解说，固执啊，有时候并不是坏事啊，像说择善固执，那就好事啊，对不对？那个就好啊，择善，我们选择善，然后固执，所以假如说太过了，固执的太过，超过，那就不好，我们都会怎么样？变成讨厌民之从事啊，常积成而败之啊，就是老子在讲，我们人民啊，在从事，就是做事情，常积已成，都被成功啊，而败之啊，要成功放弃，我们有没有这样？要成功的，反而放弃了。所以在我们修持来讲，也有很多呢这一种例子。说，我乃拢无法度进入迄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本来咧做的法门，就得要成功啊伊就去安尼推敲，搁再换一个法门过来修，哇，愈愈去啊！这样懂意思吗？只要你坚持啊，一定会成的。这个成功只是早晚，一定会成。成佛都会成了，何况只有那个认识佛性本体那么简单容易的，简不简单？简不简单？不简单啊，不是很容易的嘛。我们一定呢要告诉自己说很容易的这个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就是佛性本体的，那个即心即佛的那个就是佛了所以我们本身就已经是了。那么慎终如始，我们谨慎那个结束，就好像开始那么谨慎。有时候呢，我们都会安尼啰啰嗦嗦啦，都该结束，那样就是已经快要成了，可是我们放弃了，这样懂意思吗？尤其我们修道就是有时候差在那个最后5分钟，只要你坚持最后5分钟就成功了，一定呢会见到我们那个本性的如来一定会见到的。现在各位浅显都是模棱两可有没有见到本性如来啊？你拢共同和脉引啊？可能呢都是不敢确定，有不敢确定，那个就信心不够了。我们要培养对自己的信心。或许不是有讲嘛，
我们有看到那个三圣佛，佛都按三个安尼徛做伙，有无？伊是一个无够力哦，所以爱徛三个，是不是？不是哦，那是告诉我们佛法身就在我们身上。佛，就是佛性本体；法就是般若妙智慧；身就是我们的行为。所以三佛一体。我们要呢，知道自己本身就是佛，有没有确定啊？你看遐无力，有，还靠有力，有，真的啊，身外无佛，佛在自身。慎终如始呢，则无败。假如说我们很谨慎的，把事情做到结果，这样就没有失败事。所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佛。圣人的欲望，不跟我们凡人一样。我们凡人呢都是要那个金银财宝，那圣人不要这一些。圣人所要的就是呢道德仁义，就是呢要我们都培养那个德性，所以叫欲不欲，不贵呢难得之货，不看重那个难得的那个货物，不看重。为什么不看重？那个是凡尘的东西呀。有难得之后，我们就会有灾难，灾难就很多了，都会延伸出来。家里钱很多会不会有灾难？你试看嘛，你安尼很明显的把迄一桶1万搬入去厝内，互大家拢看到。然后你在家里面住会怎么样？那个命会无去，对不对？就是为了那一些难得之后，我们命都丧失了。所以不要不要当守财奴，不要。然后呢，学不学，护众人呢之所过。这个学呀，圣人的学跟我们凡人的学呀，不一样。我们凡人的学呀，就是要赚钱；那圣人的学呀，就是一样道德仁义。所以学不学，不一样，跟我们众生不一样。然后呢，护众人之所过。我们的所过，我们所过跟不及呀，全部呢，都在形象上面，对不对？我们所过跟不及的，全部呢都在形象上面。所以圣人呢，他呢恢复众人的所过。众人所过，圣人不过，不会超过了。就是那一些金银财宝难得之货那一些那个记的那个法术圣人都不行。所以他就不会有过。依附万物是自然而不敢为。所以辅助那个万物的自然而不敢为。各位先生，这一章的意思知道吗？有一点太累了啦
我们现在的科技啊，就是很发达。虽然呢，我们讲过了我们还可以拿来再复习再看。那假如说一次啊看不懂、听不懂，看个2、3次、4、5次，就懂了。那所以那个台北把那个34啊，那一次讲的，就是我们打瞌睡那一次啊，然后又写一张辅助的那个讲义，竟然台北说感谢同一宫的前行打瞌睡，因为没有打瞌睡啊，就不会写那一张，把那个34篇跟那一张讲义核对起来，就把那个形而上的道阐释的淋漓尽致啊，就是全部都讲出来，然后对照呢，或许有写那个道德经的讲义啊，假如说你拿去看的话，你会很奇怪说，在那一本写得很密密麻麻，竟然他的那个程度很低啊。那或许在讲34篇的时候，竟然提的已经是最高。我不知不觉已经把那个修持的法门啊提到最高。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啊，这个也是机缘啊，机缘成熟。那我们接着来讲65章，玄德玄德章。古之善为道者，就是古时候呢，这个善为道，就是能够进入那个道之中，为道把道呢都表现出来，善为道，非以明理，不是要教导人民啊，大家都了解真理呀，很奇怪竟然都是这样，将以与之，要所有的人民啊，拢较戆的。很奇怪老子呢，他的意思啊是这个样子：民之难治啊，人民啊很难治理，以其智多。人民真歹管啊，都是伊的智慧聪明啊，伤济。对天有感觉。人民的智慧聪明伤济好管啊歹管，真歹管若互咱管咱讲卖啦，迄款代志毋是我咧做的，不能呢去胜任那个工作，所以这个人民的智慧太多了，就很不好治理。以其呢智多故以治治国，国之贼。假如说呢，全部都用智慧来治理人民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国家的贼，它会打坏整个国家了。都是用那个技巧用的那一种勾心斗角的方式在这个治理人民，不以治国，国之福，不用那个智慧来治理国家，就是国福气。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还是自古以来都是以德来服人，没有说用霸道、霸力来服人的，都是用那个德。那么知此两者亦楷是，知道呢用智慧
知道呢不用智慧，这两种方式，都是楷式啊，就是模式，都会使用的啦，这个好跟坏两个方向，都可以用，这个治理出来的，那一种情形，都能够呢，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所以呢，易楷式。那么常知楷式啊，是为玄德。假如说我们都能够知道，那个治理国家的模式，那这样呢，就已经进入那个贤德，到了那个贤德那个状态。那么贤德深于言语，那个贤德很深，很远，就是不容易探到那个底容易讲，会讲伊的深深到倒位，所以贤德非常的这个深。那么以物还理，跟物相反，所以我们了解跟物相反的话，我们都不容易这个体会。那假如说顺着物，不容易去做，以物相反的话，那个贤德就不容易这个呈现。然后呢，乃至大顺，就是能够呢用贤德的话，就能够呢到达呢那个大顺，这个是始于玄德章，那么也叫做呢大顺章。一个国家的治理最好都是这个忠厚老实的这一些评语。那假如说太多的那一些这个为奸作科、犯科的这一些人国家就很不好治理。那一些好的分子也会被他带坏。所以这一章呢，老子就讲说这个用智慧来治理国家，或是呢相反的那个方式来治理国家，都有其那个贤德在，都可以大顺。所以没有偏在一边了解意思吗？也是玄德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们接着讲这个66章，江海，江海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因为江海它都容纳所有的那个河川河川的水全部都容纳，所以百谷王以其善下之，就是能够呢善下。我们最难的大概就是善下。要徛在人顶头紧要徛在人下骹迄足学的，很难很难的在人的这个底下所以那个老子呢跟我们讲要学那个百谷王就是呢江海所有的那个河川那个流水一定呢流向大海，因为呢它善下最低水往这个低处流，那我们也要学水之德啦，故能为百谷王以其呢善下之
故呢为百谷王。因为呢他善于处在最底下，所以能够为百谷王。所以圣人遇上人，圣人呢要在人之上，必于言下之，就是在语言方面一定拢得爱真谦虚，拢伫人的讲，拢伫人的下骹，这样知道吗？我平常的时候我们讲话都在人的上面，还是在人的下面？大部分都会有一点那个自尊我们那个自己珍贵自己，都会不知不觉的会爬到人家上面，所以老祖呢跟我们讲，说呢一定要言下之，遇上人要在人之上。各位同学，上人假如说他落入一个名号的话，是什么？我们不是时常听到吗？是什么称号？就是菩萨啦。上人就是菩萨，有没有听过？有都忘记了，还是念不起来。那个上人就是要在人之上，是不是菩萨？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圣人要在人之上，就是呢当这个菩萨，他必于言下之讲话的时候就是要谦虚，然后呢要符合于真理，这样呢人家就会服啦，不然大做你去大我都不爱插你，有没有？我们都这样嘛不甩你的你偌大就会变这样，然后呢那个圣人因为都接近了那个道而发的德，所以德都具备在身上，全部呢都是有，所以在讲话的时候那个是自然而然，就会很谦虚，然后自然而然都会很合道理，讲出来呢都不会强词夺理，都不会。我们有没有学到这样？也袂啦你做阮的方下一年不生都也无时间嘞，哪有法度做到这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生的时间还真不够用，不够用。有很多人拢在嫌时间伤长，都爱打发，打发时间，有的拢嫌时间伤短，拼命去做做未完，所以一样米起败嘛，那我们了解到那个圣人要把那个道德传授出来，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呢，都会这个行止都会做。那么一仙人必以身后之，讲比人较达先，一定得爱用身躯踮在人的后壁。
我们是在人家前面还是在后面？坐车了。坐车的时候啊，要边头前还是跟在后边？不过或许看我们南部的那个公车啊，都一个两个，迄时咧头前后边拢共款坐起哩，啊拢有伊啊。那个开客运公司啊，这个亏本。在台北的话那就人多了，像高雄捷运一天10万人，台北捷运一天150万人，差别多大？无怪迄台北市政府讲，我这只金鸡母，就是生金鸡卵啦，有无？就是趁钱啊，所以一条一条地起，越盖越多。高雄不是啊，生活习惯大家拢骑奥多麦，讲要奥多麦停的，再过来坐捷运来再过来骑奥多麦，我规日骑会较紧。对吧？免那么麻烦。所以那个生活条件已经不同了。特别是因为那个寸土寸金你开车出去车子就是没有地方停，塞就是塞，你看到你要办事的地方已经看到了，你再转个2个小时还是看到。你还在车上，代志办不成，还要不要开吧？就不用开车了。然后有的那个停车场在那个市区市中心区的停车场半个小时说60块，要不要去停坐自行车就好了。所以老子呢说，易先人必以身后事。要伫人的头前，一定得要先哭伫人的后边。安尼人才会服，才会服你的那个领导。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这个是圣人呢伊的那个官位真大。伫顶头，那人不会感到呢，那个压力很重，这个就很重要了你管到好拢动不掉，那个压力就太重那这边呢，就是圣人处上而民不重，人民呢都不感到那个压力。那么处前而民不害，在人民的前面，可是呢，人民都不会感到有伤害，我要紧圣人做头前，不然我们在这个凡尘的那个生活之中迄真计较想徛头前的拢真计较。是以天下呢，乐推而不厌。这个天下呢，就是乐推这个圣人出来治理这个国家而不会呢这个讨厌。以其呢不争故天下呢莫人以不争。圣人都全部不争，所以天下没有事可以跟呢那个圣人来争。圣人是谁就是我们初心我们之前想得太慢了，
之后又讲得太快了，有没有？一下子又3章。好吧，还有这个8分钟啊，才到那个发问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在讲这个67章三宝，三宝章，天下呢皆为我道大，是不孝，夫为大。故事不孝，这个老子呢说，这个天下呢，都在说啊，我这个道很大，非常大，干那无行呢，事不孝呢，就是干那无行啦。知道意思吗？假如说各位有看过那个宇宙探险啊，你就会了解说为什么那个以往的圣人啊，看到这整个宇宙会那么大，就是因为宇宙的那个大是无限的大，大到没办法去形容，所以四不孝，要甲什么感官拢无法度啦。安尼啥意思哦？所以底下又讲，夫为大，故事不孝。因它大，所以才没有办法来形容它跟什么一样。安尼怎样哦？有清楚？有了只是我也在想说，这个再说个几分钟以后，就会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他等到下课的时候，精神来了。所以我也觉得说，还是给各位提问，因为有疑必问，那个会进步很快。一直都鼓励我们问，5分钟了，35分钟给大家问，要尽量发问，有没有？好，请说。这边有4个问题要我讲清楚。第一个问题是，白羊修会的体系书中有一位讲师在三观上有说，他执着己见的认为，只有修持先天大道，方可回归于天，而诸如一般所谓的弘扬妙修持，只能到气天。如此偏差的观念既存于心中，虽未表现在言行上，但在讲述道理时，却会在不知不觉中灌输道经此似是而非之，以迷而误导众道经之理路。请问弘扬妙之修只能到气天是偏差的理路吗？我们一般不都是这么说的吗？好，各位先生，我们要了解到现在诸天仙佛观世音菩萨都下凡当初到了。那么在后天庙他们发挥的余地比较宽比较大，所以会深入那个后天庙去发扬。那我们要知道说这修持是在心而不在那个外表形象。
你纵然这个外表形象都是蛮理想，可是心不理想，那也不成就啊。那只要说他是在我们讲说那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是在一种不很理想的环境之下，可是他的心就是一直要帮助众生，那么他的心就很可取。然后我们要了解说那个以后要成就的时候，是我们的心，是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心是那个在成佛的。假如说那个你都没有认识，只有认识外表形象，那怎么成就呢？所以这个导师很重要的观念，一定呢要抓到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一定呢要能够时时刻刻呢就是回光返照，然后呢我们到达那个无漏的那个阶段。有漏就是精神外放，无漏就是精神收回来。精神收回来了我们就可以修持，可以把我们那个整个那个神不散灵寂，然后呢把我们的灵到达那个整个那个无量无边的这个虚空融合。这个要很用心才可以到达。我们要知道说虚空这么大，而且超出我们的太阳系那个外面的虚空那个大才真的是大。我们太阳系里面真的是还很狭隘很狭小。一出去了以后那整个宇宙那个很多都没轨道，很多的行星拢安尼几粒几粒飘来飘去的，所以那个大才是大，所以我们要使我们自己的那个佛性就是已经到达真正的没有精神分散。我们现在社会人士精神都分散了，神散。我们要先把神连寂，神精神连寂然后我们来心清净，心一清净就回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不能用那个错误的观念去引导众生你自己造罪都不知道。那个造的罪或者都讲你有毁谤到那个活菩萨讲的话，你是要下地狱无间狱。那个讲出来是很容易可是你下去出来就不容易了。要知道我们讲话要小心。好，讲第二个。就是说他这个这一个他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像弘扬庙他们的修持能不能回到天理？他的意思是因为这位讲师他认为是可以回到里边，当他讲道理的时候是说不可以的，他在三观那边做忏悔，这样子到底是要怎么来说？可不可以回礼天应该看他在弘扬庙的那个作为，以及他的领悟程度。有没有对不生不灭的佛性深入的去探讨研究？假如说他有摸到佛性本体，他的佛性本体即心即佛，那个可以成佛，可以回礼天的。那假如说他没有朝这个方向去努力，那就没办法。好。第二个问题是。六祖大师在《金刚经》口诀里解说：见人作恶不见其过，自信不生分，是名离相。请问离相是否有选择性？自家小孩作恶不见其过，要如何教导他向善？一般人作恶，大家都不见其过，要如何维持社会正义？
我们要了解到那个都不能错误的去解释经的意义因为在那个六祖坛经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在破人家的那个执着啦。你固执哪一方面呢？他就对在你的那个对象讲出来像说这个佛性是常还是无常？因为那个问的人他是非常执着佛性是常，然后我们的世心生灭心是无常，可是六祖给他答案佛性是无常，然后我们的生灭心那个世心是常。那六祖站在什么角度讲？你看佛性是常，是不是我们都成佛了？常常我们都成佛了，要不要再修道？不用了佛性是常的话，我们都成佛了，就不用修道。所以六祖是站在这个角度。然后我们的世心、生灭心是不是日常在用？日常都在用，对不对？日常在用的东西它是不是常住所以六祖都把它颠倒，可是颠倒也有它那个真理支撑，不会说乱讲因为佛性是常，众生都成佛，不用修道佛性是无常我们众生在日用之间都用无常心我们都用这个心无常心时时刻刻都在用这个无常心所以六祖是站在这个就在讲的所以那个才听得很迷糊说越迷糊，不问的话还不迷糊一问的话就迷糊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六祖说的角度是站在哪角度那我们知道了以后那个六祖的那常常我们就是常用的生灭心我们常用的生灭心那么在六祖来讲它一样都是变化无常的，只是它用不同的角度阐释而已那我们众佛性都无常，所以才要修道，是这样的。或许在台语的国语的对这方面都有详细的加以解说了因为那个不能错误，一错误了差别就很大。好。动物在灾难来显而易知，而身为万物之灵的大部分人却多无所察觉，这是否说明动物是否佛性比人轻？这个呢，我们要了解到，因为动物它不会胡思乱想，不会起心动念所以那个灾难来的时候他会预先知道。假如说我们人也不起心动念，也不精神外放，那我们更灵敏了你就可以知道整天的变化，甚至于整个礼拜、整个月、整年什么变化你都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因为精神不外放，你全部收回来自己用。我们肯可以不肯把精神收回来？你看无这个感应就是很难那个精神修回来就困难那个就是告诉我们，动物没有起心动念，动物没有胡思乱想，所以那个灾难的到来
它会预先呢，有那个感应，所以它会找地方避难。所以我们看到大量的那个动物在搬家的时候一定要有天摇地动。还有有一个问题花佛不是养，不尊自然生育，它的活性是从哪里？是右道而来的，还是从铁道而来的？我们要知道呢，这个六道轮回之中有很多因为像那个开始的那个四生，卵阴响生，它不用交配修它就生啦。胎阴情有，胎生呢，就是因为男女之间有感情，阴情有。然后思以合感，合了，感应了，然后呢，化以离业，化生就是变化，然后从变蝴蝶，那个变化，所以我要了解那个有一些是自然界的那个运作，我们人并不能呢。参与其中那么都该有加进去。还有吗？还有前几天要问吗？还有20分钟好，请说。老师好，各位同学好，我就想请问一下，就是说那个。《金刚经》里面第一页那个权柄或许就想说，有写心愿、行正、语教、行果，跟他的权柄有什么关系？因为所有的这个经的名称它会把里面的所有内容包含在经的名称里面。所以我们从经的名称就可以了解到，它要我们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会把那个往后的那个果报给写下来。对，那个虽然它文字不同，可是它的那个含义有一点相连贯。还有吗？好，请说。老师好，老师好。我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或许也很容易在做新兴的世界里面就是进入到同性世界里面去。那一进入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新的念头，就是好像是比那个超音速还要快。但是一做的话，就想说，这个佛性的念头也是忘了。所以有时候一进入的话，就是说万年放下，那连这个想法都不应该要有。但是我们一进入佛性世界里面来讲的话，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智慧，所以这中间会产生所谓的冲撞期，就是那一种想法，你一进入，你一做这样的念头的时候，然后又遇到很多心性的考验。刚刚所讲的可能你会佛性提升，会降低水火，但是你心性提升，可能就外放要放你不想到哪边去了，按说要收回来变成啥？刚刚我讲的就是说，第一个你要不外放，但是可能这个阶段可能还没有到那个高峰，所以又把归回来的话，就是说，
那就完全都不要想。但是不要想的话，你又没办法先把握住时间。之后呢，就在这个冲撞期这边怎么样选择才是对的？好，请坐。因为我们的念头就是佛性本体生花，所以念头本身它没有罪垢，罪垢就在念头的内容。念头的内容都是我们私心，都是有企图，那个才要去掉了。所以我们因为一念无明生三系，要回去呢，就是要没有念头，到达没有念头的状态，那个状态我们要知道说，很殊胜。那个比有念头你想出来的那个还要殊胜。所以努力的方向，就是能够沉淀，把万年放下，沉淀了以后，你进入那个没有念头的佛性本体，只要你肯进入，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佛性越来越广，然后佛性越来里面那个般若妙智慧那个蠢蠢欲动，一直要升华。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要过悟到，还没到的话这一些都是妄想。所以假如说用呢想的心，用我们呢那个日常生活胡思乱想的心那个都会打乱我们那个修持的步骤。所以修持的步骤越简单越好。简单我们生活越简单越好修到，修的进步越快。不要很复杂化了。现在因为或者都讲很复杂，一手咧炒菜，一手咧听电话，好啦好啦好，有没有？那个是不是神散？精神分散，精神分散会成佛吗？没办法成佛的。所以要先呢，我们精神集中，叫做神全。我们是残缺不全我们众生这个精神都残缺不全。所以我们先呢，让它呢，集中，就是专一，这样呢，神全了以后我们心清净。心一清净就到达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就有脉络了，对不对？一定要离尘一定要离念，有念一定会被凡尘给咱溜掉的，所以念一定要离，了解吗？离念，各位先生，困不困难？念头卖互伊伫个脑袋刮就好困不困难？好像较早做田的咧拖犁拖犁捌看咱迄个念头比迄犁搁较重，所以一定要离念，离念才可以成佛。离念的状态，我们在平常就可以去体验，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不要起念头，那个已经就是已经离念了。念头已经离了，离的那个状态，我还是了了分明啦。
了了分明，可是我们没有起心动念，整个就是一种恍惚，一种这个像我在打瞌睡的那一种朦胧，所以或者才讲说不拒绝各位打瞌睡啦，你就体会那个朦胧跟恍惚，还有吗？教理讲师嘛。好，请说。讲到64章有一说顺中如始，尊拜事。那我就想到我们企业都会讲一句成语，叫做顺中追远。就是这样的伦理，这个顺中追远，明德归位。那顺中追远，我们一般都会讲说追师祖先嘛。那如果用追师祖先来言语的品德，就会归于前后嘛。所以说，这顺中追远，我们是可以有记录，就是请那个表示。好，请说。因为那个孔老夫子在讲那个慎终追远他是在讲因果啦。慎终就是我们谨慎那个结果，因为不管做什么事都有结果，然后我们很谨慎那个结果，追远追到结果，那我们敢做坏事吗？不敢的。为什么？你做坏事得坏的结果。所以那个是孔老夫子在讲因果。我们现在断章取义把它拿来清明用一讲就好。清明来望的来望的少的安尼做慎终追远，平常都唔练，是不是辜负圣人的那个意思？孔老夫子不是叫我们说那个清明去扫墓，不是啦，他是教我们每一件事都有因果，都有结果，然后我们就是很谨慎到结果，追到结果就不敢做坏事了，明德就归后。大家拢唔敢做歹代志，安尼人民就大家拢忠厚老实，那整个社会就不一样，那个是孔老夫子的意思。还有吗？还有10分钟。有疑要问所以就可以听那个北部的前贤问的都很踊跃问到拢就怕变，或许在讲的时候他们也在问，好，拿那个麦克请问那个老师，在地藏菩萨里面经有一段是说，在临命终的时候会有那个恶道，就是恶道会有一些恶道鬼神电话过父母或是那个眷属来引我们那个临命终人做那个恶道。那我们求道知人在临命终时也是这样吗？好，请坐。因为求道的殊胜就是说已经脱离这个6道轮回，所以只要我们求道了以后我们跟那个那个6道的已经不来往不交往了，我们的那个姓名已经在天板挂号，还有地府那个生死簿已经化掉了，所以要有信心自己要有信心，这个是蛮重要。因为那个因为
求道以后啊，就是玄关已经打开了。他虽然说没有到佛堂来研究拜拜，那个不是说这个会很重要了重要是他在求道以后啊，就是不要管道拜德，只要不管道拜德啊，他求的都有效，一定呢能够呢让他这个万八逍遥。好的话呢，当然要研究心理心法，可以成仙做佛，这个是最好，很容易啊，对不对？那头的好者都唔介意，很容易的都可以成仙做，不困难，就怕我们信心不够了，咱的信心拢无够，要培养那个信心。还有吗？好，请说。请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那个修持当中啊，如果说信心不够的话，那他也没有在那个进步。那如果说到了哪天就是寿命到的时候，是这样的话，那算是因为信心不够而造成的，还是因为我们后来？好，你问这个问题呢，蛮好的。因为现在都有一些这个现象呈现，然后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我们都跟人家讲，求道归空呢都会身软如绵这个终不挺尸不腐臭。那假如说他死掉了以后浑身都很僵硬各位先生，这个就是要考人了。考人知道吗？科人很注相，足注相的上天要考迄个足注相的人，要甲考好倒。这样了解吗？就是讲伊就爱看到安尼身软如绵，伊才要相信。若无看到，伊就无爱相信。所以在真理的部分完全都否定。否定的话仙佛就要考考你的智慧，够不够？够智慧的话，你怎样形象是假的。不要住在形象。人有求道，他又没有还道拜德，一回去，这样就考不倒了。这样了解吗？往后我们可能还会有这一种事发生那有一些就是旁边都是没有求道的人，亲朋好友，然后那个归空的人他又没有很努力的亲近佛堂研究道理，可是呢他就是身软如绵。那个就是要成全他周围的这一些人，让他们去求道了，这样知道吗？因为他们一样住相，所以住相你看有两种不同的结果，所以你爱问爱问才会知无问都唔知，对吗？还有5分。以前有听过千里眼顺风耳，那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用活性把它延伸？那也是可以看到千里顺风耳的那活性要像千里眼顺风耳，那我们经过延伸，是把妄想分别执着忘掉，活性延伸，还是有其他方法让活性来延伸？好，解答。这个呢，或许因为有在处理那个屏东那个中正方，会有听过吗？
一个高中女生啊，被人家分尸命案。那个时候台北啊，警备总部啊还在，那个专案小组的召集人就是住在警备总部。那警备总部里面啊有佛堂，警备总部里面啊有佛堂，然后那个宪兵啊，都进去啊，整理擦拭，心里啊就清晰的。然后各位同学，那个里面啊，就有一位千里眼，一位顺风耳。然后那一个那个主事者啊，就是专案小组的召集人，他就问：现在啊，钟正方的家里在做什么？那个千里眼跟顺风耳啊，都用伊的镜来看，咧看电视。他的弟妹啊，钟正方的弟妹啊，在看电视。然后那个专案那个小组的召集人就打电话替他讲问，说你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看电视。所以咱的政府叫咱唔通迷信，家己伫咧饲迄个千里眼顺风耳，可是他们就没有去第一问啊，问那个钟正方，像个你害死的，你甲我讲，我出来甲专案小组召集人讲，上紧啊，对不？快不快？非常快。结果那个有一些啦，那个问的时候啊是3页，然后破案的时候是10页，就是把迄个专案迄个小组召集人讲迄个凶手啊有腮啊皮，就只有这一句话讲出来讲，你敢会使讲这句话阮就讲这句尔。去到咱要领心情交3张着，一张伫个心情的顶头，对不对？剩张位落去，政府摕去，去所有的证明拢调出来，看像啥样面。你看那个公式啊，真大。然后所有啥的拢去去甲调查，讲伊有嫌疑啊无？这样调查出来的。你看，真的厉害。安尼敢若三仔片，用手就抓到。所以除非己莫为。对不对？老爸拢有胖啦，你搁较熬暗看，都无法度暗看甲拢完全互人唔知影。下课。各位点来师、各位讲师、各位坛词、各位先生，大家好。或许站到天师和老先生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先生给我学机会学讲。我们上次讲到哪天呢？三宝6、7章嘛，是不是？对呀、有讲的还是还没？讲一点点。天下呢，皆为我道大。事不小，这个老祖呢就讲，说天下皆为我道大，这个道非常大。那事不孝，那个不孝，孝就是像的意思啦，好像不像呢，不像说很大，那个样子，老祖就讲。无为大，故
故四不孝，因为它太大了，所以啊，要比什么呢都不像，要比做什么啊都不像，没有一个物啊可以来跟它比，所以呢都不像。若孝久矣啊，其细也乎？假如说那个像什么？假如说我们能够细心啊来观察，这个道呢，它像什么？观察了久了以后，你就会深入其中，其细呀也乎，就是啊非常的微细，不管是什么，都是向道。这样了解意思吗？老子用的这个文词啊，它是有一点把那个道的那个味道慢慢拉到我们身边很微细的这个事情来，让我们呢在很微细的这些事情当中啊，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什么万象啊都像道，这样了解意思吗？有没有一点点闲？闲之又闲。那底下老子就讲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啊，就是我们呢要来保持啊，这个像大道的这个三宝，有没有把它延伸到那个内容进来的？有没有？有。把它延伸呢到我们要著作的内容进来，就是呢三宝。它三宝我们要持而保之，就是要受持，要用，然后要保有它。那么一耶持，这个持啊，就是第一宝。然后二耶俭，俭呢是第二宝。那么三耶呢，不敢为天下先，这个就是第三宝。那我们只要说这个天下的道很大，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大呢融入到三宝之中，持俭不敢为天下先，那大概呢我们就可以保有这么大这么大的道，这么大的道我们就可以保有保有持，保有俭，保有呢不敢为天下先。那整个道啊就在我们这个身上了。持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有持了以后啊，这天下万物啊，都在我们的那个慈心啊，爱护之下长大，都在我们爱护下成长。所以第一个那个持，那第二个俭，钱呢就是不浪费，因为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俭啊有勤俭，就是很勤快，然后又不浪费。那假如说我们保有勤快又不浪费，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又在大道之中，整个大道就在我们身上。那么第三个呢，这个蛮重要的，三耶啊不敢为天下先。这个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现在呢有一点把中国固有的文化道德，慢慢的都失掉了。那假如说我们呢能够延续那个古圣贤的这些行止啊，那么那个不敢为天下先呢，就做得很好，不会
这个词啦，都是会修牛啦。假如说我们不敢为天下先的话哦，那个在外面开车啊，就不会争先恐后。现在看这个外面的那个交通啊，那个开车都会争先恐后，对不对？有没有？那个为什么都会争先恐后？就是怕慢啊，拢要踮人的头前，行伫人的后边。那不敢为天下先就没有做到了。那个古圣贤是说你都唔免遮早死会使慢慢来啦。我都说爱较紧的，较紧的，较紧创啥？较紧去死的啊！虽然没有讲出来可是就有那个意思因为我们都会抢先啦。可是我们没有把那个抢下来的那个几秒钟好好运用，对不对？当然伫咧抢我唔知抢乜啥，抢了车驶去，人永远无代志，都这样那个就是没有做到不敢为天下先，所以老祖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要礼让，要慢慢来，生命它有一定的长度，唔通还未到我就要赶紧去复习，这一边呢老子跟我们讲说呢，不敢为天下先。那么底下呢，老子就讲说夫慈不能有。他慈悲了，就很勇敢。这个是自然的。我们得从慈悲发挥的勇敢那个是正确的。那么俭不能广，那一勤俭的就很宽广。那么不敢为天下先，故成器长。那个器就是有形有相的东西它能够成为有形有相东西的长官，就是主宰它，那一些有形有相的东西。那么积，老子说现在舍其耻且勇，把那个耻丢掉了，可是很勇敢。各位先生。耻只要丢掉很勇敢会怎么样？就会造孽了，对不对？无自卑还足勇敢，迄种要比拳头舞大粒的啦，知道意思吗？比拳头舞大粒的，迄就有功力对不？所以舍持且勇，迄就唔好迄种已经坏爸爸。那么舍其俭且广，把那个俭舍掉了，可是很宽广，安海那个偷贼各位有看过偷贼吗？我们生活之中有没有偷贼？我们把那个能用吃的东西都丢掉了，那个就叫偷贼。可是呢，我们大概也会不知不觉，会走入那个现象，舍其后且先所以唔慢咧慢来，拢要抢伫咧头前，迄就是咧讲我较对我较大些事你留得较慢你留得较慢，听懂意思吗？我没有这样的人，倒是有所以虎耻以战
则胜。我们用慈悲的那个心来战斗的话，那就胜。然后呢，以守则固，以止来守呢，就能够坚固。那么天呢，将救之那个上面会来救，救这些呢有慈悲心的人，他的那个遭遇都会得到呢施学。那么以慈为之，用那个慈来保卫他，这个呢是67章三宝章。那么接着下来讲68章不争章。善为士者不武士农工商。善为士不武，就是呢不用武力他就是用真理的不用武力。那善战者不怒。那个善战的他不发怒，所以发怒的就不善战。那么善胜敌者不语，那个不语就是给就是不给人，不告诉人他的内容所以那个善胜敌都不给人家知道他的内容。那么善用人者为之相。善用人的话呢，他就为人这个比相，不会在人的上面，是为呢不争之德，他呢都不争，不跟人争，是为用人之力，用别人的力道。都不用跟人家争，是为配天苦之己跟天相配，他的那个心都跟这个天能够相配，所以这个苦之己，苦之后能够到达最好的行为就是这样不争，能够到达最理想的状态。这一章倒是很短，了解意思吗？那么69章用兵，用兵呢有缘，吾不敢为主而为客。这个古时候用兵都是不得已没有办法的时候不得已最后一个策略才用兵。他说用兵的时候都不敢为主，为主就是要攻击敌人，为客就是等待事情有那个缓和的时候，那么不敢进进而退迟，是为行无行，就是他在行为的时候已经没有有为的行，所以叫无行。有为的行就有气足，就有想这个战胜，所以无形就没有，所以这个是最理想。那么人无臂，人呢就是咱的胳膊，咱的肩胛头，肩胛头会出力，出力手有武器，就会伤人，所以胳膊要出力时阵哇，才无胳膊，要摕兵器来伤人，哇，才有臂，才无
哦，迄个手无手，无胳膊佮无手，就无法度去上人，对不？所以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下。所以我们在呢这个要跟人家争论打斗的时候啊，我们讲这一句人有比，我也无胳膊，嘛无手，你安怎跟人打？那个时候啊，那个要跟人家那个争夺的心啊，消失了，容不容易？一定不容易。这跟我们在做的方向有点一样。我们观点方向，其实已经没有胳膊了，然后也没有手了，没有，全部都没有。要不要放下？要放下。这个是有形的，然后要放到无形的念头啊，也放下。好不好做？那头拢社会不爱这个有前贤呢等一下后学这个声音没有的时候有一位那个普里的前贤，11年前听后学讲的正贤观，他就很努力在修了。也不是说想在一起所以他就很努力独自很努力的走，功效都一直呈现某些地方要停下来，他也没有停他说无梦唔知影直直走这个拢呈现了所有的一切那一些现象出来。等到在依照后学问的时候我说那样会过头了。他说他已经做过头了啦。他要把他那一个过程做过头了会怎么样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各位了解是提供给各位做参考你要不要做是你自己要拿定主张唔通讲伊讲你就安尼去做，知道意思吗？因为这个是或许直接教导，然后那个过程也都有跟，虽然有中间有断断续续可是都有连着。有连着他把那个什么功效、什么毛病都讲出来，这样的话对我们帮助比较大。因为有毛病我们可以预防，有功效我们可以前进，对不对？我们天天做，或许教都教到自己忘了，教都教啊，家己袂记哩爱甲问的时候我这个回想起来，我说那个正贤观是一个过渡时期，过渡就是我们要修道的一个过程里面一小段，你可以做，你可以做，可是假如说做的话，对你的那个自信心会很强烈，而且对我们那个集中精神会很有帮助，不是说完全都负面的。假如说全部都负面，我也不会插手了。有很多都是可以取用尤其那个精神集中，我们人都有一种懒惰的那个惰性。当你有看到你自己那个佛性之光然后有看到一些那个非常殊胜的景象，那个动力会很大，那个触动的力量会很大。所以呢，或许有请他讲，可以要不要听啊？要听才讲我们这个不勉强的而且就是把握我们就是修真理的这个只是一个过程，知道吗？
就是一个修道的过程，它会有功效，一定有，而且很快。或者说不用半年，也不用1个月，大概在6天，可能也不用6天了，功效就有了，快不快？很快的哦，那个有的马上做马上有功效。而且正贤馆也不是后学发明，是有一本叫做《道中姓名》道经姓名啊，一本册内底啊，有教人7节神功里面的一节，内底一段，也好像是南极仙翁做的。因为那个后学在后天庙学来的，后天庙因为没有法门呐，所以有看到就赶紧学啊，安尼学甲安尼安尼，真有迄架势，很快双盘一坐，然后2炷香，就在我们的前面3手还是3手半，远啦，距离啊。然后2手半块，甲点，你得爱甲你的眼睛平行，目睭看去都头淡淡，下面都白白，你甲咱咧点的香，我们那个香1炷香刚好1个小时，你甲点甲伊都有过点钟，安尼差不多会香，真的差不多了。把那个2炷香本来是2炷嘛，2炷就把它收成一点红红的就1炷了，变成1炷香，那1炷香就在我们前面，所以你看那个阴阳两仪嘛，到中间来就是真空呈现，就一支香照出来。各有1点嘛，所以很容易做，就简单的，可以这个可能开类都有那个印象的，有没有？有印象的。要不要先给他讲？我们先给他讲给他讲，看他能够利用多少时间。那剩下来后还有剩的话，我们再来讲《道德经》。好，那我们请那个林讲师，林村的林讲师，请到，给先我3鞠躬，你要站的，好。呼吸，喝水不紧张。喝水首先感谢平安师的，感谢在座的演讲师感谢老师给喝水的机会来与各位请解结这个善缘喝水自我下，喝水名指教明书喝水处处理。很高兴认识大家，慧贤姐大家好。后学是什么相关来讲后学先来讲，后学在77年与刘师认识在埔里的光明仁爱之家不久后学
或许以国堂的这个姐妹们知道刘讲师很会讲经典大家就一起恭请刘讲师到国堂来讲经。或许第一次呢，听到《金刚经》，心里有说不出来的这个高兴以快乐，感觉非常的欢喜就拿起来看后面就感觉到说听到《金刚经》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快乐，感觉非常的欢喜或许连睡觉的时候都还会笑很高兴快乐，连睡觉的时候都会笑就是说在这被子里面都还会自己都还这样或许呢就这样问自己说，为什么我听了《金刚经》呢会这么快乐就这样过了2天第3天后或许就去请问刘讲师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刘讲师就跟或许说，那叫做法喜充满是好现象就是或许第一次听到《金刚经》的这个反应讲出来各位请分享，因为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讲师，真的从心里从心里出来的那种非常欢喜，非常快乐，好像我曾经什么时候听过，但是又不知道是哪一世在哪一世听过这个不是这一次，因为这次是第4天到，不晓得是从多久以前有听过，但是不知道，但是这一次接触到的，真的非常非常快乐，非常非常的欢喜，就这样欢喜高兴了3天，或者很高兴或许再讲一个第2个的说或许回想起或许在921大地震后的第2年或许你的这些道亲再一次恭请刘讲师到府里来讲经典刘讲师呢看大家修行的这个定力都不够就发慈悲心教大家做正显观。这个课呢差不多他讲了1年的时间金刚经呢讲完了就过了不久过年课也停了这个后来呢机缘不成熟，没办法继续请老师来讲课就这样给了好几年，在这个讲师连续但是或许没有放弃做正显观每天至少都会1个小时的每天至少1个小时，或许都会看香，找时间最多大部分都是找晚上，因为晚上来看得很清楚或许这样找时间每天晚上找1小时看香，让这个坚持中很快呢就进入这个玄妙的境界或许呢讲这个正确观或许每天晚上或许就没做什么事情，比较有时间，比较有空就在晚上有空的时候或者就是有人就叫这个正确观或者是做看看，因为他讲课的内容或许没有很认真做，等到他没来讲课的时候或许就想说那也没有再请他来讲课，那或许就去做这个显观每天晚上就把3楼自家有和家里楼中间呢就是一个书房，或许呢就不关了，然后就加入忍住香对了，刘老师教的这样或许就这样就坐在那边就看一下灯的时候看人家忍住香就看人家忍住香的那2点红点，然后慢慢就会1次2次，后来或许没有几天就能够2次变成1柱了，就看那点红点或者每天1炷香就1个小时这样看到它一直会显现这是受水的这个过程这个显现就是一团佛光佛光非常的妙，非常的炫，它是金黄色，有时候是金红色，有时候它在眼前就很妙的旋转或许就从来没有看过，我们就是想看一直看，就每天晚上就看有时候看到自己他们很玄妙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自己的过程这个刘讲师所讲的说这个道是
可以意会，不可言实。真的要讲就不知道怎么去讲。我觉得是这个时候，然后看一下，每次看一看就去走，看一直走，看他的红点的时候，看到有时候他是自然的眼睛自己会垂下来，就剩下2分。2分的时候，这就闭8分，开2分，变成这个样子，它很自然，或许没有去刻意去调整它很自然，到时候它就这样。或许就在眼前看到眼前看到一片的是这很金黄色，很金黄色，很亮，好像是大海那样的亮光很亮很漂亮。然后它就是或许是看到从左边在很亮的这个海边好像一个海，好像一个很金色，那个云海很漂亮。从那一头又有一个山头，它从山里的地方一直慢慢流出来的太阳，那个太阳光这样就或许眼睛张开看就美了。或许就恢复这样剩下2分的时候又看到，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又看到太阳呢，它有一个光线这样子。太阳出来的时候，好像我们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这个光就这样光芒都是出来有时候呢看到的是太阳，有时候在左边看到就是变成一片月光，好像月亮这样，好像或许在大地上，感觉在大地上看那个月光，那15的月光里面然后感觉到就有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很柔和的这个月亮这样。你要不要看到就不美了？有人就是很认真去做，就很宣去做，然后或者是这样过了，他们都看了半个月的时间可是他或许这个时候感到，虽然说很玄妙，看了，因为这个跟学科是有一个着力，这个是有法进入的不像我们现在这外面放下全部放下，有一个着力，所以后面这个着力就很快就进入了画面，然后或许就看到越看越不想睡觉，连续差不多根本没办法睡觉，那个时候好像不行，接到说做生前课的时候是好像没什么事情，没做的时候好像是自己身体就很不行了。或许躺在床上睡不着，怎么办？然后或许那个时候在床上，整个因为我们这科学同学整个气上扬上来，然后血压碰到140多，然后早上9月同学那个房姐她是助理长，房姐长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因为现在怎么变得血压都高了。我跟她说我在做正经的然后就或者就这样讲，后来呢，或者问这些刚才做很危险，然后或者那个时候也没有气球跟流水师，因为他们继续来课，然后或者就自己那个前段没听他说，你做到集中之后就不能再做，或许就是不知道，就一直做。他说每天然后就真的很头很胀不舒服，我就想要放弃不做。但是当我不想做的时候，我在床上，想睡觉，睡不着，不焦虑不安，然后或者眼睛闭着是没睡，听到有人在耳朵旁边弹的好像吉他，好像是琵琶的那个音乐，就一直弹给后水听，很大声吵我没办法睡，然后他还会唱歌给后水听，然后后水说这么吵怎么睡这是什么东西？我说眼睛张开看不到什么东西，眼睛闭了，他就一直唱歌，然后就弹不晓得是什么乐器，后水听，一直唱，然后跟后水讲话，我听不懂我说我听不懂后来呢，后水有那个检测就跟老师说，到底那是什么东西，常常在我旁边这样弹这个是讲什么？他跟我说那是天界，你是感应到天界。感应到天界它就是天理你听不懂。我说是这样这是后来请他们解释的所以这段过程或许是也有一点点这样的感应，但是你要是讲的
这个经典呢，就是含在下明三界里面。因为我们真的要修的话，真的我们是要前途，现在是前途要放掉，放到万年放下，真的是万年放下，然后把整个国际呈现出来才对。这个是后学的正学的，但是后学分为3次来讲，最后一段哈，因为这样哈，这样就是最后一段这个就是说有一次因为这样跟刘讲师这样断了一段时间，用他的记得就是这样过了有好多年有一次呢，就这么巧，就有一次有一个湖里的讲师就问起说刘讲师就问护士说，那刘讲师他现在在哪里啊？他说他想要向刘讲师要一些经典的资料他也是一直有保留刘讲师的那个电话或者说每年40杯您是想要的这个一些资料，可以或许帮你打电话向他要他就是说好，那或许就这样这一年又再一次跟刘老师联络上然后刘老师呢就鼓励或许说你要不要继续再研究经典或许就断断续续已经过了77年，到现在跟刘老师已经写这个也20多年然后或许就这样我就鼓励说你要不要再继续研究这个经典然后或者说好那就再继续来研究他就说他就请了些子刘老师就从他北部所讲的这些经典都有那个些子陆陆续续就记下来的后学然后或许就这样认真的打听这些CD的配置就认真的研究这个东西或许是或者刚刚讲过，或许是家庭主妇时间比较多这个孩子都在这边，先生工作或许时间比较有时间或者写修建的时间比较多或许就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或许如果是刘老师所讲的这些重点再继续来做但或许呢那时候或许刘老师讲或许观念但是或许他们念法越多越多以前呢刚进入到前学都叫做正学那后学就喜欢做正学做这个是做手续那后学呢直接就是做手续做手续呢然后后学见到线下前生的互动然后开始动就给他自己去调整然后或许就尽量一直放手就一直做或许就这样做这个也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或者白天晚上这个就带正学的白天晚上或许就认真的做就让有时候自己小气的或者就是做这个手的时候见到手权的时候进入到那个说有一点点体悟一点点的体悟这个体悟跟那个做自学的是不一样或许有时候见到几点的时候刚开始也是一样看到一团火光被人然后是很亮这个像大海那样亮的那个光里面然后或许就这样做到最后没怎么睡觉然后在白天呢在晚上的时候或许可以让整个屋子很亮整个屋子非常的亮就像或许在外面躺在大地上看着白天看着天亮度那么亮这么亮或许想说这么亮更睡不着怎么办或许一直那时候或许就起舒服了然后真的到一半真的非常不舒服的因为白天晚上想睡然后这个看到那个整个是亮度都是白天没办法睡然后我就去找学生拿药来吃可是当或许吃这个药的时候慢慢当那个亮的时候或许说在那个很暗的地方会看到我们眼前就一盏灯一盏很亮的灯本来是看着火光
然后也眼前就在我们手标的地方显出很亮很亮的灯，那个灯呢都是白光白光非常亮非常亮。然后后学一直吃那个药下去的时候，一天两天慢慢一直他一直缩水，然后就本来这么大，慢慢缩小这么大，然后就到最后就剩下一点点。或许再继续跟他吃药，让他休息的时候全部就没了。就是后血这个构成还不知道说后血所做的这个是正确是不正确是后血的这个过程。假如来各位可以接受参考如果说对的地方进行，就这样点心等一下，给各位提问啊，有没有人要问？问你们想要的问题。好。原来是这个请教一下你有问题，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学科的时候看到妙境，那会不会因为你的念头，就是说因为念头也会产生变化？因为在礼拜后有问那个有讲师嘛，就是说要离念，包括念头都没有，那你当下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念头？后血做正血管念头是这样的，是后血后段做手拳的时候，然后做到都放松的时候，也不是手拳了，也变成好像一种直放很收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还是有点，但是还在念中还是有看到那些就是显象这样，没有完全都戒掉。是，那请问你就是说做正前观的那个耳根圆通因为耳根圆通是可能包括你的念头会产生，就是上礼拜私底下问那个不会听到声音那这两个方法可能会不一样。那请问你讲师就是说做正前观，那有关耳根圆通的部分，就是说看他听的部分有没有听到什么？还是只是说只是显现在眼前这样？听到什么？或许就是听到在静的里面这个静态非常静非常静，是为什么静？就是唱歌跟音乐加善的音乐。我没有听到唱歌跟音乐。那个是做正血观的时候，就跟那个做正血观的时候也是有听到那个边界的来唱歌也是这样做。那是就是说在做的时候，做完了没有做，但是就是那个集中没办法放下来，躺在床上的时候。因为后学就是说在睡觉之后也常常会听到声音常常听到唱歌然后旋律就是后学就是很正常，因为后学从小时候就听见一个声音，但是慢慢来讲的话都是不管的，但是确实有听到，真的是在有旋律有歌曲还有一些真的就是说怎么他自然会有整首歌会这样唱，而且就是很好听。那后学是之前都没有，是做正学观后才有这个现象，才有听到这种声音。后学是这样子，跟前学是不太一样，是有一点。那大部分都是只是光看到光嘛，没有看到什么影像。因为后学就是说里面来讲的话，如果看到的话，后学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看见的时候，有时候说先跟某产生念头，那个念头的时候，就是说魔网它也是会包装成就是说它是先锋。那你的念头如果没有抓住很正确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不会相信他，跟着他一起变成。或许是都没看到什么，只是看到光太阳月亮这种光，然后或许是没办法睡的时候，就是很静的时候，如果一点点声响，就好像有东西打到或许的时候很不舒服这样或许有这种感觉。是，那这个也就是说色香味触法，就是说有关那个法的话，就是说你身体的那个，因为后学的经也是有，或者说第一个
身体自然的律动，这是第一个嘛。那第二个部分来讲到，就是说你的感觉部分，就是说会不会有产生一个感觉？精神面的感觉。精神方面的感觉。是。你是说听到的声音？就是看到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就是就是或许很想看啊，因为从来没看过啊，就是很想看，一直想要跟他看啊，但是看过头了就变成产生生理上的这个病，身体就发生这个身体就发生变态出来，后来就是看医生，当然看医生之后的药吃就一直没来，你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一关，或许是没有办法，对，是，好，谢谢林老师，谢谢。啊，这可以了吗？有点事。难得机会。没有，这或许也是没做什么啦，这些断断续续哈，有时候也做一段，然后觉得不舒服了就不做了。因为身体的，毕竟就是可能是自己德性不够，没办法说从道一直钻进去，所以一段时间就会很不舒服，就开始生病。看医生呢，真的是把它压下来就自己调整。一直不想做，然后要过就正常的生活，所以或许就是陆陆续续做。后来呢，就是刘老师到同一宫这边来讲，就开始教万年放下来，我们就觉得好奇怪，怎么他之前没有教这个？现在来这边怎么教万年放下？怎么之前不教我们做万年放下？那我们做的这么苦啊？或者觉得说，我做的太苦了，又生病。我就问刘老师，你怎么这么偏心啊？教我们做这个同一宫教这样，我说这样万年放下很好，现在很好睡。然后后血之前的一些病都压着，没有药没有办法睡。然后后来呢，慢慢那药一直减少，然后万年放下变成慢慢一直在恢复了，一直很好睡了。现在进入比较一直很好睡了，身体比较好，比较好。所以说这个过程也有一点点体悟了，但是也把这个为了这个功法，让这个身体也苦了好多年，真的苦了好多年，好像有病又好像没病。你说没病又要看医生，没有看医生又不行啊，那个中医或许都这样一直看，只有看精神科的医师才有办法让或许稍微静下来睡觉。不然的话，就好像就是会焦虑不安啊，因为你没办法睡嘛，长期没办法睡，就焦虑不安啊，就很累啊，然后就这不行，或者说不管它了，还是先睡好了。所以还好这个医生他所开的药只有一个松懈神经的药，或者吃安眠药也没有用，安眠药它整个会转，那个吃那个什么焦虑的药或者都没有用，可能是因为整个精神集中在头，没办法松懈下来。他开的是一种松懈神经的药，让后血这个神经这样放松下来，后血才有办法睡，然后才过我们人的正常的生活。不然那一段时间后血是说，看这个也不是很好，看到这些自己活性的东西功能，这个是算功能而已后血没有真的把活性请出来，是功能作用而已所以会说那个时候不知道，刚不知道说很爱看，后来说变塌了，我不想看了，不想看的时候你想要不要它了，可是没办法，推不开了怎么办？我只有靠药物就这样调息，然后到一段来就是万年放下万年放下比较就一直让后血一直在静下来，一直静下来就把前段的一直要放掉。所以这一次后血刘老师叫后血起来讲这个后血一直在回想，我已经把它一直放掉了，一直在回想。刚刚还要问老师，我是看了2炷香还是3炷香？对，后血已经过了，不晓得干。我想是你这样偏心然后写我这样受折磨这么久你在同一公交这样当然你算很偏心。他说你这样做这个，你有这个过程你这个过程的话比较
那你就以后就比较坚定说哦这样哦。可是我也是很折磨的，身体也很不舒服的，就是后血这个这几年已经20年了，就是一点点的这个体验也不知道是正确不正确啦，所以说这刘老师都这么慈悲给后水也讲讲所以说我讲不对的地方刘老师你就来纠正一下或许不知道到底是对错是正确还是正确？谢谢各位先生，谢谢刘莲师，谢谢各位先生。不要问了。没关系，这个时候才会刘老师，各位先生大家好。我想问一下，你刚才有说那个前段的时候80抽嘛？不是，那个是听经的时候。或许分3段讲，他是刚听讲师讲第一次《金刚经》的时候。那你现在做万能放下都有没有80抽？现在做万能放下很好睡，但是或许有时候也不是每次做了有办法做，有时候能做的时候都很舒服，好像整个气流都很顺，但是做完的时候惨了，起来的时候我下半身都会很硬很麻。然后我就赶快问刘老师，廖师你这个万能放下你自己做会不会这样啊？他说会啊，我会这样，我曾经我会这样说。那怎么办啊？我脚都很硬很麻。你去运动走一走啊。然后他后来有跟谢姐说跟谢姐跟后姐说用米酒泡脚。后姐是没有泡后姐还是出去这样运动，因为毕竟还是没有全部放掉。只是说放到脚这个气还是没办法过，但是觉得说比以前好睡多了，也说没有进步呢，静静的回想也有在进步啦，是说，这样好像心情都很平静然后药物又放掉很多，然后又好像又比较好睡，因为有时候有时候做一做很想睡睡很久，起来了又很想睡，要去睡，这样或许现在万能放下只有这种体悟而已。谢谢。因为后许在今天的刘总师的那个金刚经的时候，曾经已经有那个80抽嘛，可是他们继续做的时候，哇，发力大，现在根本就没办法静下来。所以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做那个正弦观？是正弦观前弦后弦跟我现在一直不好，一直在看东西，像我这样。是前弦，我后弦跟你讲这个正弦观是后弦，也是那个讲师是看大家定力不够才这样。现在你们做万年放下，集中不集中做这个是很快集中，但是你要做到集中就不能做了。或许是不知道做过头那做过头的话会产生不舒服。如果你说很集中，然后头会很大还是什么，你马上要放掉，不能再做。因为后续这样也是很苦。就有一点点的体悟，但是也是累积，这个从这个不舒服快过来的，这是总是有对待的啦。你求他但是你身体还是。后面很多问题，我遇到说晚上我就找不到了，可是要拉再出来的时候，哇，一直要让他出来。因为你有起心动念。就是你看他要出来的时候，你就不要起心动念，那个念头都不要起，然后你静静的一直看，它就会出来，这个我们也不要说，我们修道不要追求太玄妙的，可是这个本性就有了，这个本性我们本来就有了，但是或许这个过程是真的，就像王凤仪老先生一样嘛，他半夜这样走路，一直要去救一个同伴嘛，被关了没有？一直不平的时候，他一直想一想一直问然后问到晚上变成白天，有没有？他只会我们吃一顿饭的时间，一餐饭的时间10分钟，然后他知道3界的事情，后续没有，后续真的很不舒服，但是后续就找他吃药，但是后续没有说马上吃药，他马上消失，他差不多有3天的时间才消掉。本来是很亮这个亮度就像这个白色的亮度，就不像我们外面的太阳的亮那么亮就好像在外面躺在大地上这么亮，那你真的没办法睡觉了。我说这个怎么睡啊？我还去跟我普里的一个林老师讲我做这个我在做功夫我看到什么我不知道不能讲呢，我还跑去跟他讲，我做到什么我再跟他
讲，他后来就很苦了，糟糕了。我讲一讲，好像差不多半个月之后哈，他一直跟我听或许讲，他说哦，然后或许就这样感觉到很亮，我也没办法睡，但是我身体很不舒服，我也不行，这样，然后吃那个药下去哈，你会感到说，哎，那亮度会缩小，缩小了，我睡了啊，然后第二天又收更紧，第三天，哎，然后他你看到一直缩小的时候，这两个眼睛。真的，老师讲的一盏明灯，真的，我们眼前真的有一盏明灯，啊，那个灯是自己的自信灯，嘿，而且所看到的都是白光，都是白光。但后学没有看到什么天堂，没有，那些后学都没有看到，后学只是一直看到自己光而已，哎，这整个哈就像这样，但是很大，还是椭圆的哈，而且慢慢一直消失。然后后学现在哈不敢做，一做正前观不舒服。好，连手弦我都后学都不舒服，后学就是要放下才有办法睡觉，像这样。好了，可以下去了。要是比较下，道场上传统都是说手弦嘛，真人静坐。现在我们说的正弦观，我觉得是第一次听到，对，完全很像。这是什么？可不可以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差异在哪里？谢谢。正弦跟手弦啊。还有真人静坐。真人静坐。对，万年放下。哦。你们都要考后学啊，后学还没有程度那么高哎。因为后学现在只做到这个地方，万年放下跟手弦，做正弦观，做正弦观，还有什么？真人静坐。哦。放下，万年放下，后学就说先想万年下，万年放下就是刘老师讲的这样嘛，就是全部都不想，这样放松，然后放空嘛。后学是这样做，然后他这个会循环很好，然后会很舒服，这样。可是后学还没有做得很好，啊，做正弦观，它的不一样就是因为你精神集中在那里，看那点香嘛，那种玄妙，那个是属于外放。好，我们万年放下是一直在放，一直放，好，是属于内在的放下啊，然后再从我们身体，然后再一直放，然后再手外面的一直在放，手就是从这个身体放了之后，再从念头一直放，这样那个正弦观当然是从一点佛光这样集中之后，你就会很快，然后念头它也会没有，你一集中在那看它嘛，就念头就很少。然后做手弦的话，手弦呢很快它念头就会没有，但是后学是做的时候做一做它就会自己会调整啊，做到最后它身体前部会动，会打通这个脉的时候，它就自然会调整做的时候到最后也不是手弦，就好像一直在放，一直在放，的时候就好像手这种境界了，就是好像你有在手弦，又好像没有，很自然很自然的那些功能作用它显现出来，这样真人静坐，这个真人静坐就是刘老师，真人静坐怎么解释？因为他问的太高，后学还没有到那边。大家都听到了音乐。听到了音乐。我们完全没有听过。刘老师说这个真人静坐就是后学做正弦观的时候听到的那个天界那个是属于天神他所给后学听到的就是我们凡尘所没有的这样他就是这个叫真人静坐。后学在努力的修，以后知道的讲，这个刘老师教后学讲。可以吗？谢谢，对不起因为后学还在学习，真的后学还在学习，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谢谢，还有刘讲师来解释。没啦，我对不下去，后学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谢谢点社官，谢谢各位请写，谢谢刘讲师给后学这个机会。
3。这个由别的地方的道亲来讲说，或许对这边的那一个修除方法有多么的提升，有多么的容易，所以北部都会嫉妒。怎么在同一宫大家观念放下？在他们那边呢，叫他们观念头。所以我们呢，这个因为有一些问题都在刚才那个林讲师讲的之中，所以呢，就先提问，半个小时现在呢3.5分，我们呢先提问半个小时，延续刚才我们那个脑筋里面所挖起来的疑问，有没有啊？好，你说，麦克风，好，你说，有了，没电了。好，讲师有说，我们如果多手闲的话，我们手到最后精神集中，血压就会上升嘛。像您讲师这样子，如果继续再手下去的话，可能会难受的。是正确的嘛？还好，您讲师没有再继续手下去。但是他这样是要吃药是正常的，对。如果再手下去的话，就不好。所以有讲师给我们大家一个观念，就是手闲也不是好，手闲是收拾我们的杂念而已，到最后还是要放下。那或许在做观念放下的时候，一直都前身手放下的时候是非常轻松的。但是是知道说有没有找到那种心，就是你会觉得很轻松，你旁边的声音都是比较安宁，就是这样子。就是没有很长的时间嘛，就是有时间就做，有时间就做，做的时候就觉得很轻松，就是这种感觉而已。是手闲到最后就是不是说这种感觉。好，请坐。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刚求道的时候我们那个玄关是很重要，一定呢要那个点开玄关我们走的道才有效所以那个求道的过程不可有袂使无，一定爱有迄足重要的。咱求道以后那个第一门功课就是要把杂念跟妄想去掉。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呢手闲，手闲很快可以把妄想杂念就去掉了。只要我们妄想杂念没有了，没有以后就要放下，让我们的那个血脉回归正常。那假如说我们都一直一直守，假如说我们培养定力够，然后我们手闲的时候，又有人帮我们护法，就是防止那个很大的声音发生。这样的话我们会还没事了。那假如说我们在手闲，又碰到很大声响那个假如说已经微血管都充血了，那个时候再来一个冲击的话，那个微血管会断。各位再讲，微血管断会怎么样？
会中风了。所以我们不要说为了修道修到中风，那就不好了。所以一定要知道说，他修行的目的就是要集中精神，放掉妄念、那个杂事，那些全部都去掉就好了。就好了以后我们一样要守贤，可是守住贤妙的关键，一不一样？守住贤妙的关键跟守贤一不一样？不同了那贤妙的关键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这些佛性本体，那就完全很大的不同，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这叫做摸到根了。摸到根的成仙做佛摸不到根瞎修行。你刚才会样守贤唔拿去守住贤妙的关键，佛性本体都无爱去摸，那不会错这样了解吗？不相应，要问吗？没有，或者要跟那个我讲的讲一下，首先手到吃药是不正确的，不是正确的，是不正确。那你刚刚说手到吃药是正确的，对那个是已经有犯下，有犯侵犯，那是不正确的。或者就是那个奇美医院的精神科医院，就是有发现很多这种。他就是静坐，静到最后变成那个精神病，还有那个也有人静坐做到那个脚呢变成不能走路，也有这种人。我们修道呢，都是要这个身体健康，然后呢，那个生活很顺遂，所以不要有发生的那个奇奇怪怪的毛病。那刚才讲说呢，这个守贤正仙观跟真人静坐那个真人咒是老前人提倡的。那我们身体是真人还是假人？我们身体去静坐是真还是假？就不对，对不对？所以真人静坐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佛性本体会静坐吗？各位姐。会不会？真的会不会静坐？怎么那么确定呢？我们行之作恶全部都在静坐了。要知道说那个外有形象静坐只是短暂的，行之作恶的静坐是长久。不管你在行事作恶，都是静坐，都是走路我们性分在佛性里面的静坐，从佛性来静坐，那个才是真常之道，那个才是正确的，那个叫真人静坐，这样了解吗？所以或许有讲过说我们生活之中不被外面的所有景象，不被景象束缚，然后我们的内心不被我们的意念固定。一方面不被外相，一方面不被内心。那外相内心全部都拼除了。它都不障碍我们，不拘束我们那个时候才叫做静坐。有没有自由自在？我们就是要我们的佛性本体自由自在，不要被外相束缚，不要被内心这个搁置。这样的话呢，逍遥自在，那个才叫真的是静坐。
所以我们对静坐都有误解，认为说身体是那边坐的，你那边坐着，你能做事吗？能思想吗？身体都是口差啦，对不对？我们要不要莫求他人来？要不要？哎呀，不要啦！要自由自在，不被外向，不被内心，都不被他们拘束，很逍遥自在，这样啊，是好啊。还有吗？好，请说。你说。30年前有去那个我们的庙，那个主持在静坐，在打坐，或者去年看到他打坐到腿都盘起来嘛，但是最后一个脚也落下去，一只手落下去。那经过没几天，那个思路就中风了。所以或者听刚才那个老师那个演讲是说，他做到最后那个半身会麻，那是什么原因？气血不通啊。气血不通了，对。那要怎么做才会通？怎么做？这个要生活正常。对呀，生活正常，那你那个所有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然后那个血液循环都很正常，自然就达到了啊，对不对？就很简单嘛，我们都把它复杂化，还有吗？好，请说。各位老师，在前几天分享就好。后面就是昨天整个晚上就是很不舒服。然后呢，应该算是后学有在多元方向。然后呢，那个不舒服在后学做外援方向的时候，就是被后学会的。那后学想说，是外援方向只要有那个正确的外援方向，那就可以。一些邪经比较不容易治，或许感觉到用了2次会发现，就是感觉那个痛苦感觉就。好，请说。因为你要到达那个正气能够都常驻在你的身那要长时间的培养。长时间培养，就是在做万年放下的时候就是不能有那个杂念，所有的业都要拼除，拼除到一段时间以后，你那个正气就有，正气就有的时候有一些不好的要来干扰你那一些正气就把它消除掉。对，那是吵了后悔的睡，那后悔再做万年放下就可以睡觉。对啊，那正好对治了，你就对治就好了。对，就 OK 了。还有吗？好，请说。或许你要深入探讨有关那个真人静坐，或许请那个刘老师给后学就是一下或许一般的白水圣地它有就是亲自开发，就是说真人静坐它是不拘形式，然后规定的时间，所以跟同样庙那个我们那个真就是双盘或者是单盘静坐那是不对的。所以提升到真人静坐的部分就是说什么时间、什么形式都可以做，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做。那当然在讲的话，也是说一个就是说后学上礼拜有人问因为后学说实在的一点就是说，刚刚你讲的是他的部分后学一部分都曾经经历过，那关于说的部分他来讲的话，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很好。因为以前听过，就是说可能会听到的声音，有时候或者说一直换夜药，有时候真的是有感觉，
以前后学也是觉得说很奇妙的一点，就是说，当后学现在睡觉的时候，然后就听到一个声音，他说有2条路让你选择，第一条你要选择健康，第2条路要选择财富，只能2选1。那后学选择我要健康，那后来后学就开始生病了，选择健康他就开始生病了，让我开始生病了，就这样子跑了10几年。他说后学一直有时候在讲说，后学也曾经吃过药，精神科的药，曾经进过。后学有时候在问那个后学的那个精神科的医师就说，我请问那个，因为你是我的专科医师嘛，我就说，请问你神经跟时空差一个字，差别是在哪里？差别它一个是差很大，差别在哪里？因为还没一直说听了，但是后学都常常听，小时候的时候10几岁像我那时候听过唱歌，那声音都很漂亮，就一直在要把跟天上的月那个5月5那什么就很好，好像很好听，他就唱嘛，说今天我都会做头，马上来抄，我马上可以发，但是一起来马上就抛光光了。那后学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就是说，可能以后就是说，后学做一个分享，就是说，可能以后就是说，很多人想要去做，那做包括说，就像您讲的，后学也是就是进入嘛，进入开始报不晓得哪边去了，没有办法收回来。所以后学觉得说上个礼拜问得很好，后学觉得说今天来上这个课太好，理念，后学就这2个理念让后学充满法喜，因为后学出去可以用说放的，就是说我不会被催，那也不会被说随着那个劲或者那整个走。那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因为真的让我们了解说真性真的是很奇妙，因为佛性就是具足嘛，让我们更能确定说，那我这一条路是自动自发，所以后学这种有好处，因为在后学在道场就自动自发，不能加，因为后学很清楚，就是说你不走就是不行，因为确实它就是了解你，所以后学的说要进入去尝试一下也可以，但是念头很重要，因为后学就是说有时候真的一进入的话是魔是佛，真的考验的就都分不清楚，有时候就说是好像是老师的声音，老师法相，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所以后学就说今天可以把收回来，所以感谢有2次，后学有2个字理念，这2个字我觉得说到最后后学之前这样子是很好。然后到最后还是要外野放假过程，我觉得这是刘老师讲的真的是太棒了，感谢你以后请让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要问的？一问了，你看，才会角度才会宽广。知道的才会多，心里面的结呀，打得开，有没有要问的啊？好，请说。老师，我有很多家长很差，为什么那个我想问一下，后学听摸到根，这为什么不见了？什么不见了？就是一直在往的方向，在找到那个根，因为把它充满了。你不知道找到那个根，你说为什么又不见了？因为它不见了你才能够容纳的更多了。假如说每一个都在你心中留住的话那你那个就很窄了，知道就不多了。所以不见得没关系，会有更多的。或许是这么说，我在听那个刘总在讲那个金刚里面讲，这个是因缘。记得我们开始听他也想要把这个传承下去嘛它是一个因缘的道理。因为几年前我们道场也曾经因为某件事情有一个风波，但是因为我一直在想说，这是因为没有关系，我们真主的，我们不生活没有真主的。如果说找到的话，不会说要离开我们佛堂。
只要你了解到你自己本身的不生不灭啊，追求佛性本体，不管你到哪个地方，你都在修道。不是我意思说，因为我们的佛堂的前线有的人，因为晚上还要上，那你早上你如果下午去上课，晚上要在自己的佛堂的办公没时间。可是刚开始后学也是在选择啊。那我想说，我一般跟上，我就放心啊，跟晚上上课。可是那个学员想说，你为什么都不来这里上课啊？怎么样？可是我因为身体上这里身体不好，那我没办法这样子。那甚至有的身体很好的姐姐，我也跟他讲，自己真的非常好，就找到，因为很多事情是因为上次我也讲过，因为人与人是很好，或者说别人是很好，病好的时候我们会饥渴，可是他可以的话，我们慢慢的得到自信，得到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主人。可是，在佛堂可以延伸到佛堂，因为我们是可以来这里讲啊，可以把这些不生不灭的真理到佛堂里面讲啊，可以吗？可以啊。就假如说那个人间的摩擦，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啊，那个最基本的就是人的一些礼仪呀。你只要说把所有的佛堂的人都得罪完了，你还要不要来佛堂啊？你跟所有佛堂的人都为敌呀，做敌人，你敢不敢再到佛堂来？或许现在。没有，我没有这样子啊。我是希望前人能够真的来这里找到自己的真心，那个不生不灭，这条根，因为我已经修了10几年，都抓不到。那之前是我都有去我上课，那都没来这里听。但是生病以后，我都2边都没有去，我就有听卡带。所以我听到关于话是，我就是在那时候发起冲浪，找到我的不生不灭的真主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好啊。那我就想说，为什么我那么前为什么来这边？对呀，你可以引进他们啊，你可以引进他们来这个研究啊，因为他在人事摩擦的那个方面啊，他没有所取，他的行为啊，没有让人不能够忍受了。假如说他在人事摩擦，让人不能够忍受，他自己不敢回来。敢回来啊，佛堂没有不接受的，一定接受。一定也会就是把奖金收发，一定会得到我们的那个根源。然后我说那个不好意思，就是说，点的是他们已经有业力，他们就是已经找到不同的真心，真体有感。你这个一支笔歌会压到一顿的来，因为有一些我们要了解到了那个外面的是点传师、是讲师、是坛主、是办事人员，那个都是名号，假的名，假的号，假的啦。它主要是我们要传达现在上天大开普渡，让他能够得度，得度了以后，要追求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这个是最重要的。你能够追求到的，你就自己按照你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去修就好了。所以就不用广告了。所以用广告的有没有不生不灭的那个看起来？你搁把迄根本拢去掉，那得？你名相无去掉，把迄根本去掉。好，请说。李讲师，我们求道以后大部分都会生老病死嘛，你又是讲那个归空的问题啊？对，归空，对，我在讲归空的问题。
有的人没有求到，但是呢，归空的也是身软无美。还有呢，他说呢，他在口时候也是软软的，这种吗？那个在考人啊，考人你听懂吗？考啊，我们不是有考试吗？那个就是在考试啊，考一考你的智慧啊，够不够？所以或者就讲，假如说那个归空的，刚好旁边都是老道亲啊，这个时候他会让那个尸体啊硬邦邦。这个时候就是要把这些老道亲啊考倒，这懂意思吗？那假如说这个旁边啊都是没有求道的，都是求道也是很稀，那么这一位归空就身软如棉，没有求道还一样有一些新道亲还能高嘛能够过，那个考人的地位啊，考一考人的智慧。所以有时候不要见相，我们都住相，他就是不要我们住相。那个我先生的太太啊，她也是出，她是讲是假的。你先生的太太。我先生，同样的人。因为了解到他一生中都是行善，还有不跟人家争，都是默默的在行善。这个是人的部分的。那假如说那个畜生的话，你也要了解说，畜生也有那行善的，也有好心的那一些狗，还也有很凶恶的狗，只要他都是行善的，他的心里面充满了那个慈悲所以他归功的时候，一样也是身软如棉，也是给我们一个说，你看卖讲你人迄狗你做好都感官那里身软如棉，是给我们的一个印证。那要再转出来，他狗呢要求道的话，要转世人道才可能得到，没有像人那么幸运的。好了，你说。有两时候想要再回国，有讲之前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跟动物回国？那如果说那个动物是野生的，那有一天他就跟着我们自己回家，我们也没让他回家，也没跟他离什么远。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办？你就养它，跟你有缘嘛。那这样是他就是道理。那个是管他这一生这一世没有说要负责他生活啦。你养宠物的话，
你就要负责它，差别在这里。还有吗？还25分。有疑啊就问。好，请说。刘讲师啊。好，请说。后学可能问的比较偏一点，后学因为前段时间待在大陆，然后去入业有缘的，那后学就是待了几个月，觉得大陆的文化跟环境可能有点太技巧，人心有点就是太聪明了。像台湾就是单纯，人比较单纯一点，然后社会比较稳定一点，在那边好像整个社会风气啊，还有可能也是有这个就是有上往下压，可能人的生活比较就是一点，所以技巧会比较多一点。那后学在那边也是有机缘碰到一些吃素的人啊，还有一些拜佛的人，那只是感觉到说好像那边就是敲打念唱比较多一点，都进普中啊，然后打禅期啊，然后感觉上跟道理比较远一点，然后斋节也比较多一点，人性比较技巧，所以斋节比较多一点，所以后学有点担心啊，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修行很好，要想自己啊，因为我想就成熟的修行人，或是学佛的人，不是只问自己怎么样，而是要把这个修行的心往上提升，像老师啊、仙佛一样，都是去帮别人做事，尤其越来越大或者是要越多，他都想别人。那我也是在想说，去到那边很无力啊，然后有缘的也可能心也不在那个上面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现在看看这个世界，美国现在也都是那个地震啊，该出现的地方都出现。所以后来一直在想说，刘讲师可能就是有这方面的感应啊，或是修行啊，看看刘讲师的一些想法，或者能够后面的一些后续能够一直这样继续的有信心这样往上走，这样谢谢刘老师。好，请坐。难得有这么大的那个花心呢，可是就是要来到我们众生的那一种共业，那个形成了以后真的是很凄楚，我们都要去接受了。共业不管是好人坏人，所做下来的事情我们都是要去承担。因为要了解说，就是救人不是没有，而是他那个太大了，好像那个老子在讲这个我道大，事不孝，下面不行啊，伊迄个都已经大到这么更厉害，可是我们造的都是点点滴滴一直渗透到那个很微细的那个道理里面都是勾心斗角。我们要了解说，一有勾心斗角我们很难去摒除，咱一定拢去混伫内底嘎了，拢伫内底。所以你要解救众生的你就是要付出那个心力，这个它会有效果的啦。只要你肯付出心力我们看一看那个寺庙要叫人救世，你去甲洗一个来个出来伊咧救啥？救济啦，所以你就会很灰心都在这方面在围绕旋转，怎么去救？所以就要
看我们众生的发心呢，有多少就出多少，我这样都出寡这个，这样才重要了。我们拿出来不是承担这个现在大海普渡的责任吗？要使每一个人都能够求道，都能够得度，对不对？所以各位假如说能够花一点点心真的也度化众生，把我们周遭亲朋好友，都把它拉来求道修道。那前提就是我们本身要做。你本身假如说没有改变你的脾气毛病你要度人那是很困难。人拢咧看你看你像安尼安尼卖我照我旧的生活就好对不对？这个又是很痛所以救度众生呢，要付出劳力。还有没有还有20分钟，还讲课吗？休息那个候选有那个候选就是那个声音如果沙哑的话就跟那个柠檬干热是加柠檬汁那个罗汉果泡开水，或者是感冒沙哑的话就吃掉我们那个沙川贝枇杷汤。那或者刚刚有听到大家很多说要说经营运动，其实老大姨来我们这边有讲过说，我们还没有到那种境界，但是我们最好是找那个轻松，因为他说现在世界非常非常的刺激，他没有好多老师静坐到那灵魂出窍没有把它收回来，他说他没有时间再去帮我们然后喜欢做到那个做到那个要是经跑出去的话，要收不回来，那就变成有神经病。老师说他非常不要到我这里帮你们做那个，所以你们最好要进入的时候温度小在这就害羞了。表示没有那么清醒的话，就最好不要。那是老师在那个访问时候有讲过。或许放在心上已经很久了，只是因为早年我先生他有求道，到后来他又跟我去皈依但是伊是拢无经验家己很能够依靠过那安尼伊刚会知道不用了。我们先关一点开了就点开了哪有说一点再点？老天或者在老天身边老天有时候有问这一个问题他们老天就讲说你的身份点了就开你什么你家己对家己无信心直直到处在问不要再装点你对道就没有信心了免啦免。我们一点就开了自己要守住自己的自信。要可以要来这边参拜也可以你不回来这边参拜也没关系老天实际上说，你一求到了，你就自己去修，自己去拜，没有说固定在一个地方没有了。我就是你讲足侪话啦，敢若听到对不对？他就是说求道这是皈依后不用再求道。假如说
这个成事不见，老天都常常讲4个字：成事不见，就是你完成的事情不再建议假如说还没有完成，这个就不可以了。为什么？因为你求道求仙佛为师，你去皈依的话是皈依人，那皈依人是真细啦，你真完的无爱去作事，那就不可以。不过已经成事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老天就讲成事不见，不再建议了，已经拢成事就好啊。他说他想再回来。对啊，要是想回来就回来，回来以后就不能再变心了。所以叫成事不见。我想再请问，那之前师母在展片的时候，是也要重新接线之前的到清明那一段，那这个要怎么解释？那是要给所有已经在办事的点师看。那后来老天接了他就以老天为主了。各位粉丝好。好。因为这个问题，或许在国外遇到很多这种问题是求完道以后，然后再去皈依的。那以前是我讲过，会多是偏买，所以因为这个也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这次点师去柬埔寨开法会，会为这个问题特别请示老师，说这个要怎样去做。有的人他知道，然后他不知道不能再去皈依，所以因为我们要把它成全好，要照顾好，所以他就让这个带到那个佛教去皈依，这个错在他现在又有人把他成全回来道场，他才觉得说，哎呀，这个不可以，他也很紧张，很多人很紧张的，很紧张这个问题，然后又听之前我讲过，这个会多是偏袒，那我们现在不懂道场的事情，为他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一次可能会不请教老师，所以等下个礼拜，他们现在的成绩回来，我们再跟各位解决答案好，谢谢。因为或许在老天身边生活有一段长时间了，那老天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大部分或许都在旁边。那对所有大小事情的处理或许都很在意，因为那可能都也不知道说以后会落到我身上来，所以那个时候都非常在意，所以每一句话都把它记下来。所以遇到这个成事不见了，那个也是说已经事情都完成了，而且就是去皈依的人也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所以老天那个时候的应对就是说成事不见，所以后来才讲出来，看了解吗？也不是或许自己想的啦，都是有思索那个老天的处理方式。还有吗？还有10分钟。好，请说。要是那个佛经里面有讲那个佛也有10种名称嘛说如来应供这件事，
迎行主善事世间解无上师，调御上应天师佛世尊，是有10种不一样的意义。那个全部讲解一下。那个里面的意思啊，全部都不一样。要讲那个里面的意思啊。那个字义的意思大概讲一下。那个如来，就是如其，因为我们众生啊，就是有愿，愿成佛，所以如其我们众生的所愿，拿到来呈现，叫如来。那我们了解到，这10个名号，是固定的，只要成佛，一定有这10个名号。那我们本身我们本身也是如来啦，可是在这个时候，在讲的是他成就的那个名号，第一个就是如来。那这个呢，就是应供，应该供养，就是他已经呢，修了3个阿僧祇劫呀，经过的苦非常久。那我们所有还没有成佛的众生要来供养应供。那第3个呢，世间解，就是世间所有再怎么困难的事情他都有办法解开。世间解，解开完成所有的困难。然后明行足，就是佛他所走的那个道路都很光明，不会说是怎样，明行足。然后无上士，最上殊荣工商，他是无上最上的。殊荣工商，无上士，然后调御大夫，就是要调伏，像我们太太在调伏那个先生的所有行为语言调伏丈夫，有没有听过？没有然后什么？善良善什么？善事那个是就是死亡。善事，那个善事，死亡的那个事就是他所有的事情呢，都能够让他很圆满的过去的善事。再来呢？正遍知。那个正遍知就更会了解正知各位同学，正知是什么？正知万法为心；遍知心包万法。正遍知。正知遍知，正知那个万法为心，遍知就是心包万法，正遍知，然后再来，天人师，天道人道的老师天人师，然后世界是。那个世尊他不列入10个名号，
这样稍微记得来吗？真济哦，名号真济哦，佛哦，佛世尊呢？哦，佛有列入名号，世尊有没有？哦，还有吗？还有5分，还有没有再问？存5分钟。拄则有一个前言讲哦，咱使坐禅，即马开始咧坐啊。还阁存5分就好啊，坐5分。哦，还没有问的。好，请说。或许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回归本位嘛？我们本位是佛，是菩萨。哦，你问到这个倒是很重要。我们本来都是佛了，菩萨还没有到佛，所以不是回去菩萨哦。回菩萨我还不是会就鬼。还要回到佛的本位。菩萨管了，佛管。所以要了解是佛。你到达实地菩萨的话，那个才叫等觉，跟佛平等的觉性。要到佛的时候，才叫觉性圆满，那才叫本位啊。好，请说。大地跟次第比较大还是佛？啊？大地跟次第比较大还是佛？大地跟次第那个是佛延伸出来的名号，从佛延伸出来，它不分证他们哪一个大哪一个小，把他们同类。像说这个清太清有没有？那个也说是同类一样平等的相对待，还没有分大小。还有没有？个程细分了。好，先说。离念跟短念有什么差？离念跟短念。短，长短的短还是短？离念跟转念我们要理解那个离念都已经是一种我们在讨论的本来问题已经都结束了离念了。你转念的话要搁伫咧讨论这个代志讨论了未了。只是转一个角度来讨论而已，安尼啦，三伫遮，迄就是说，咱讲那个我思不断，迄个脑咱迄个连藕断丝连。这我去开个老转菩萨，藕断丝连，所以了解说离念是比较理想。那转念的话我们又转到一个角度去思守，它还在那个思守的念还在。离念就离开了，我跟他离开了。要学那个理念，好，请说。但是你这样在那个第68章第3章的地方，善战者，你说不用是不用还是不是？他这边写错了。哪边？68章的最后一个字。68章的最后一句，古之己
对，我们刚才讲的是不怒，但是我们可以锁定的是不怒。哦，善战则不怒才对啦，不怒才对。哦，假如说不是印不怒的话，就印错了。他印成宽恕的事。宽恕的事哦，他印错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已经2、3次印了吗？都拢足侪唔对啦，所以一印再印，一印再印，直印。我是心中。
各位坛师、各位先贤，大家好。不写占道天师德小千千长，以及感谢呢各位先贤给获学机会学讲。各位先贤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啊，怎么没多久的时间啊，会瘦了这么多？没有？这个叫减肥成功。不过同时也是呢，告诉大家说，这个我们健康的时候啊，就是要把握，不能克谁，克谁拢赶加用，这个很快啊，一下子就会产生变化。所以或许呢，就好像4点了，就是由不是很胖啊，很胖的状态下，一下子就变得瘦那么多，就很单薄了，有没有？所以要了解到，虽然说在身体状况会变化很大，可是呢，各位可以从这个声响。可以从这个或许的这个讲话声音之中了解说，精神还不错，对不对？所以呢，或许一直在鼓励自己，说这边的承诺都还没有完成，不能走开，对不对？所以一直在努力这个调试自己的身体，虽然是假的或者一直在讲身体是假的，可是毕竟没有把它照顾好，还不能用要很健康的时候才能够在这边讲话，对不对？所以或许会这个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会就是很注意在健康部分所以也劝各位呢，在这一种健康的那个前景之下，我们人生呢真的是很短暂纵然是很健康，那也只不过是100年而已，很快一刹那就过去了，所以一定要把握当下。时事古今不离当面，只要我们没有3心，过去心没有了，未来心没有了，现在心没有了，那我们现前的一念即被万年。所以这个这个真理我们虽然有听可是都还没有很实际去体会。那我们呢，就是要努力的在我们生活之中切实的第一个先体会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一定绝对要把它这个启发出来。各位都有做到吗？什么有的都不敢回答。只是理想嘛，就是理想理想要做还没有做到，真的要努力就是要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你做久的时候当我们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个了了不明，那个解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么要成佛就是这个所以一定要对他认识，然后认识了以后我们就是培养。那么培养之后我们就用耳根圆通，让我们的佛性延伸一直到整个虚空。那我们先呢延伸到我们生活的环境，对我们的环境都能够了了分明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对自己的佛性就更有把握。那现在呢，各位可以说稍微有一点摸到这佛性本体
可是啊，都还不敢界定。那我们要了解，对自己的活性啊，没有界定的话，那对很多事情啊，都没有办法产生那个力道。那我们只要说对自己的活性已经切实的掌握，要了解佛就在自己身上。那我们呢，从自己的活性本身去发挥，那么发挥出来的力道很大，所以一定呢要从这个方向。简不简单？只有一个回答。各位都觉得不简单吗？简不简单？不困难啊，只要我们有心都不困难。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基本功。我们呢研究心理心法，这最基本。所以对自己的活性本体啊，我们没有摸到，没有掌握，那么再讲其他的就有一点割靴搔痒，起不了作用了。那假如我们确实摸到，会一步一脚印，很切实的，我们都能够在生活中去体悟，原来自己本身就是佛。所以刚才我们那个歌不是谢谢你吗？原来我们本来是一体，有没有？那个确实就是天地之间本来都是一体的。那我们你看缘起缘灭然后呢这个相交错有很多的那个生活之中一些遭遇，那个都是虚幻不实在的，不要把它当成真。那我们就更容易去这个掌握自己的活性。那对自己的活性越重视，对凡尘的万象就会越不那么住相。不住相了以后，我们的心就会脱离烦恼。我们的烦恼都从住相里面来，那不住相了以后，烦恼就减少。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都是从自己本身做起的。一定最基本就是一定要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先摸到自己不生不灭的活性本体。或许我一再强调，有没有？一定要做，有没有做？一定要做。这个不困难。我们做了以后一段时间一定会有所领悟。那么那个领悟的时候，我就会华喜充满，整个原来天地就在我身上，那个华喜充满。可能我们都还没有努力做，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只要我们肯用心去做，这个不远，就在眼前就可以做到。离我们都不远。可是假如说我不做的话，那就离得很远。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研究已经快接近2年了。9月26，今天9月几号？3号。在23天就2年了。我们讲的也真的不多了2年才2部经对不对？那我们往后还准备讲免经那一部这个1年就恐怕都讲不完。所以有没有稍微翻一翻看得懂吗？有的懂，有不懂因为或许是时常都接近经典，说起来都是白话。可是有一些或许这里的白话，很多前贤说哪里是连文
可是解说了以后，我们了解说原来是这意思那个就说真的是不很深，讲的不很白话，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受用，可以把经文转移到身上。那我们能够转到身上我们受用了，就可以进入真理世界，不困难的，自己一定要有心有心追求才能够到达。我们共同努力。那我们就翻开这个道德经，我们讲到几章了？69，69章。用兵帮忙，狼无弊这个用兵这个狼就是用我们的手臂来推就是一种推把那个我们这个眼前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万象推开，推开一定要用手臂用手臂来推开万象万事。可是这边他那个用兵切狼无臂，没有手臂没有手臂要跟人家打架，可不可以？用什么跟人家打？就用手跟人家打。已经没有手臂了，能不能够打？就不能够打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老子告诉我们平常的话假如说已经呢都把自己的手臂就已经好像都消失了，没有了。那没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动怒那个生气是不是想要出手？那个时候没有手臂，他就怎么样？那个生气那个想要打的就消失了，没有武器要打人的那个原因没办法完成。所以老子告诉我们，就是把那个因我们想打人的因让它消失。我们为什么想会打人？心里面不平，对不对？这个呢就告诉我们，老子告诉我们，从我们的那个心里面去消失这一种对人的那一种不平，对人的不满，对人的怨愤，你都从心里面去解决。心里面完全都能够解决这一些产生的负面的那个情绪完全都我们了解，让它整个都消失。那么整个消失了以后我们就会越提升自己的那个心性提升了自己说那个打人也才一个人，那我打这个人打赢了又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打什么人？应该打什么人？应该打敌人对不对？那最大的敌人是谁？原来是自己，所以我们应该打自己。我们有没有打过自己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原来我们在生活之中很多这个事情那个产生
有一些都是不必要的，不必要的事产生，所以我们从我们的内心提升了以后，我们就会了解说，原来我们自己的内心有这么大的那个敌人存在，所以我们要克服，要降服，所以能够降服自己的，那个就是真的英雄豪杰。所以我们有那个讲以前的圣贤讲，说战胜别人是英雄，那么战胜自己呢，就是圣贤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战胜自己？有没有？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我们有没有战胜自己？没有，因为不想跟他打。为什么？既得利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考虑，原来眼耳鼻舌身意，你拢安尼做主，拢遮大胆，有时拢甲压甲互伊拢掠袂起头，头都抬不起来。对的佛性头有没有抬起来了？有没有在当家？都没有让他当家嘛，有没有？有啦，有时候有让他1、2次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因为用佛性来当家。我们大部分在现实生活来说会吃亏那我们要学着吃亏，因为吃亏就是占别人真的吃亏就是占别人。假如说我们占人家便宜那真的就是损害到我们浩然正气，那反而得不偿失。那我们能够吃亏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那个培养出来自己很高兴，原来我可以做到，自己要试试看，可以的，我可以做到的，对不对？所以要了解到，有一天我一口气不来那个不能做到的事，怎么样？就真的做不到。你还有一口气时候这个我可以做到我们就可以去实践。那实践了以后，对自己的那个自信帮助就很大。原来可以战胜我自己，可以的。所以这个要请那个6根下台，要请佛性出来。这虽然讲得很久，可是能做的很少。同不同意？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这个忠言逆耳力行，很利益我们去行持。所以我们请佛性出来当家，虽然说眼前吃亏，可是那个往后的高兴，往后得到的那个内心的满足，以及浩然正气培养，那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就是要自己努力，要学着去做，请这个人，我们的这个感官已经让他当才很久了嘛，对不对？有多久了？
大概700年、几千年的哦，有没有？哦，大概有哦。好啊，你做这久哦，会使啊。哦，请他下台。那请佛心出来。我们佛心当家的哦，差不多离成佛啊，就不远的，很近了，快到达了。是不是这样？他说我要努力啊，去走，可不可以做啊？要记得哦，自己承诺，自己承诺答应的这个乃无敌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啊，这个乃无敌啊，就是我们啊，这个已经啊克服了我们内心里面的这敌人。那么我们呢要面对的已经啊没有敌人了，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已经染无蔽了以后，从内心去修持，就已经没有敌人了。内心整个提升。那么执无兵，就是没有兵没有兵让我们去克谁，去执我们都有时候都克谁。我们的那个兵各位学姐，咱克谁兵里都一样，就是我们的钱财是不是我们的兵？因为有钱讲话就会暗声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执？我都有这个武器有这个钱所以你看那个钱使鬼下无，对吧？就这样。那我们到这边那个执已经无边，你要执着所有的因为内心已经提升所有的执着你要克谁都该消失掉了所以没有后台让你克谁所以那个执就无边了。了解意思吗？咱安尼讲话暗声，会真摇摆，会真骄傲，就是拢克谁有时候是社会地位，有时候就是财产，那有时候有另外的原因克谁家己真水，克谁家己颠倒，有没有？都有所以协调说我们说都是假的，也克谁拢无去要克的那个被克的拢倒塌，无谁人克，无谁人克这个时候要靠谁就是靠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整个都呈现，理不理想？很理想所以我们就是来了解说从自己的内心去努力，祸莫大于欺敌所以老子跟我们讲这个祸灾难莫大于欺敌，就是轻视敌人。我们看清了我们的敌人，就是看清了我们那个内心我们的六根所产生的坏业那个就是最大的灾难。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六根我们要请他下来，还真不容易一定要想方法用那个很柔和的办法请他下台，不能用刚强，用刚强他会反扑所以那个欺敌就是看清他，不把他当一回事用真理来讲你六根就是我们佛性在用是使用的
那么佛性是主人，你是佣人，你是婢女，你要听话。我们假如说用这个角度的话，是不是用那个以大压小，那个叫轻敌。那轻敌的话，那个六根一反扑回来，力道很大。所以我们要了解要先跟他同学，跟六根同学，先来有一半的前辈给六根掌握，一半佛性来当领，这样呢，慢慢的把那个整个那个注意力转到佛性来，那久了以后这个六根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地位，他就会退，所以就很柔和。了解意思吗？因为复习有经过的阶段，说不给这个六根当家，就要佛性来当家，那个反扑回来的力道很大，大到自己都很惊讶，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道啊？才知道说，没有跟他同学。那后来用那个柔和的办法，就可以了。他慢慢的欣喜真理，所以这个欣喜真理就很重要。我们每天呢，在接收的那一些信息里面反复中都是真理。那么这样我们听久了，自然那一些真理要融入我们整个那个性分之中。那么融入性分之中，我们整个那个思想就跟真理相应。那么跟真理相应我们那个佛性出来讲就很顺。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这边老子讲祸莫大雅，轻敌看清他，轻敌则积上无宝，轻敌话就会丧失我们那个最宝贵的，我们最宝贵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因为轻敌我们会丧失。所以就是要了解到，要保持那个觉，那个觉都要保持。故呢，这个抗兵相加，哀者胜矣。那个抵抗，抗兵呢，来相加，已经相对待了，已经比头前渐渐这样的抗兵相加。哀者胜，就是不要用那个霸道的方式，就是你很柔和，就是呢跟他呢协调，这样呢那个呢哀者胜就会胜，战胜他。虽然呢这个老子呢跟我们讲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可是呢我们把它引用到呢心理心法这是更好，就是对我们要把那个六根产生的那个六识，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那个是我们用的习惯，所以我们要跟他呢对抗，他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在用的时候都不知道。可是当你要把他的前病整个都这个改变的话，那很不容易。所以就像老子这样讲的我们去做。做的时候自己一直从内心提升，一直提升了以后，所有的事就会很顺利。了解吗？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用兵就是要面对自己，敌人就是自己。那么这个70章怀玉章，这个怀玉就是呢我们呢
这个胸怀里面啊，有这个玉，有叶啊，叶啊想对待的我。我们呢，现在这个朝代啊，比较不了解。以前呢，我们看那一些像员外啊，或是比较有钱啊，这个帽子这边都有一颗玉，有没有？那一颗玉啊，可以保命。假如说有那个生命交换的时候，比如讲有一部那个车子撞过来，本来这个命会丧失，结果那一块玉就救他。那一块玉啊很碎了，结果他安全。那个玉可以救命，可以保命。我们现在都比较不知道可是要假是比较真的才可以。你用这么给，这么很多都是假的，对不对？路边摊摆着1个5块，那就没效了。你弄起来也要所以我们了解，以前那个都有灵啊，灵啊它有灵。像以前的那个当机，机灵机啊，那个灵你看盯着听，它一直响，有没有？它会跑你灵啊比较长的你招到那种魔力啊，跑到别人家去了，会找灵啊灵，都以前的一些那个古时候很有价值的东西都有它的作用。那么现在为什么都越来越少了呢？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天之间我们的善良的心越多，天地那个金银财宝那个能够让我们看的都很有价值的东西都会呈现在我们眼前。然后我们的人心变化了，一些呢那一些很有价值它都会定位头发了，叠头背可是你不知道你都一样越顶就越轻的模体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修道人都讲边兜，可是呢，为什么六道那个布施里面是第一个？那什么？怎么讲？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六度波罗蜜。那六度波罗蜜第一个为什么是布施？那宾德他要先解决众生的生活困难。第一个呢，就是要改善众生的生活。那为什么要那些宾德来剖析改善众生的这个生活？各位知道原因吗？我们不知道可是那个修道者他就知道，假如说他要帮助的众生是值得帮助有德性的，那个修道人就会指点他那个地方有金银财宝，你挖了你就会看到，可以改善你的生活。所以第一个就是布施。像了解意思吗？无用无钱免那布施。所以我们了解那个一修道者就是不同不一样的。他能够了解到天地之间的那一些金银财宝它在哪里？我们完成的这些我们要知道那个天地不看重各位可以了解那个921大地震你看天地之间这样一摇摇了多少钱？
不是金银财宝变土沙吗？哦，你拢真宝贝，哦，有足多厝啊，有足多财产，伊甲你摇咧啊，是毋是拢变土沙？拢爱卡掉啊，对哦，拢无价值啦，无爱啊。所以哦，天地之间啊，他不会看你的财产。哦，你的财产再多呢，他一摇啊，你就双手空空。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法财，对法的了解，对佛法的了解，然后我们呢，真正的努力去修持，能够对我们有帮助，产生作用。帮助我们脱离苦海，真的能够成仙成佛，这才是重要。追求凡尘的这一些金银财宝，那都是很笨。可是假如说我这样讲，都不要追求了吗？大家反过来会骂你才笨。所以要了解到各的价值观不一样。那我们以脱离苦海、成仙作为主要的追求目标，不追求这一些凡尘的这一些财宝。凡的财宝，你追求的太多守财奴而已啦，一口气不来都是别人的。有用吗？没用啊！那何苦呢？用心计较，绞尽脑汁就是要赚钱。所以或许都讲，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有个遮风避雨就可以了。那在我们台湾来说，这样太容易了。容不容易？很容易所以这一种条件，生活条件已经充足了之下，努力修道。所以每天的生活都在修道，不用再找时间，不用再找地点，什么地点、什么时间都在修道。只要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回光返照，自己的觉性都能够照顾，这样容不容易？可是太容易了啦，对不对？想不想做？大概是想追求金钱比较实在。追求金钱或者都讲我们够吃够穿，能够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好了，就不用刻意再去求。那剩下一定有很多的时间，有很多的那个心思放在修道方面。那这样一定会变化。那我们内心一产生变化了，已经以佛性为主，那么就会看清万象万事。那万象万事一看清，我们那个心性整个就很宽广，就很清净，那就恢复到我们本来，这样不容易。还是很容易的啦，就看我们肯不肯做，只要肯做都能够达到，有一些就可以放下，不要积极的追求金钱，放下，我们放下，心就宽阔，跟人相处就容易，对不对？我们现在跟人家相处有没有斤斤计较？都没有了吗？有
还真诚实啊所以有时候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容易。可是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要越宽广，走的路就越好走，心越宽广，然后福报过来，也一样，越宽广，这样善性的形成，不要说以后等到上我们里边当下就是了，就生活在天堂，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怀义我们每个人都有，胸怀里面都有一颗宝玉，我们要好好的运用。无言生一知生一学。老子呢说，我的话呢很容易知道，也很容易去行持，是不是这样？老子讲出来的话很容易做，也很容易去行持。我们从开课的时候就讲，我们每人都有良心，对不对？我们把良心掏出来，每天生活之中都应用，那个就已经是道了，对不对？那发挥出来、延伸出来都是德。那我们都不变叫做经。那道德经就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都能够实现，对不对？所以老子讲说，无言生一知生一行。我的话很容易知道，很容易写，这个都是讲真话，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从这些简单的老子所讲的我们去做，把那个那良知良人用在生活之中，不要讲说有良心的这个已经过世，这个要出事，那个是借口啦，该我爱走，有没有听过？还是想听所以我们的人心作用大，不想用道心用人心，所以才会那样说。那我们了解说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为什么？苦害我受是啥啦？就是这一些对不？在讲话拢不爱负责任的这。他说一个已经过世了，一个还没有出生，是不是不负责任？他不想做所以讲这个话。那我们就是要了解，是真理的话，我们就去做；不合真理不去做，这个没有对了。做久了，我们都会很高兴。所以要了解到老子讲的很不错。所以从那个第一章那个常无跟常有，常无跟常有，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贤贤之又贤，众妙之门，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常有跟常无，常是常住不迁。有形有相，无形无相。那有跟无合起来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到老子的常有跟常无就是真空妙有。那这妙有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这两个同出一起出来，可是一个有，一个无，不一样的名称两个都很玄，有也玄，无也玄，众妙之门，就是我们
那个仙官，众妙之门。那么天下呢，莫能知啊，莫能行。老子的话这么讲的这么清楚明白，可天下呢都不知呀，因为天下的人啊都住相，住在形象。而老子讲的是那个无形无相，真空妙有，所以就变成了天下莫能知啊，不知呀莫能行，不知呀就无法度做啊。所以为什么不知呀？就是不追求，不追求真理啊，不追求性理心法。所以老子在《道德经》整篇所讲，都描绘了那个大的状态，那个朦胧恍惚啊，那个都是在讲我们那个大的呈现，就是佛性的那个呈现。而我们呢不了解，都不知道呢，老子一直把那个道用文字尽量的描绘，让我们去体会说都是安乐，不是很困难，只要我们用心都能够体会，都能够呈现，所以这个老子很感叹，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然后我们现在有研究了，知道了啊，知不知道啊？他能行了吗？就是要勉强，对不对？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勉强去做，可是呢，这个勉强做一段时间会不习惯，会习惯习惯了以后就自然的，那个时候做起来就很容易。所以我们从那个老子那个感叹拢唔知呀，拢无法度做。所以底下呢，老子又讲，言有宗，所以老子所讲的话都有宗旨，无踪迹知道意思吗？就是我们要所追求的那个目标、目的地踪迹我们让你踪迹下面就是目标所在。所以老子讲，我咧讲不是天马行空，不是咧讲起，拢有伊的踪迹它都一定有所指。它对我们有帮助所以言有宗，那么事有君，这个事就是事情那么讲的话都有宗旨，那么这个事情都有一个这个基就是主人，代志拢一个主人。就是讲出来的事一定都有他的那个所讲的那个最主要的想要表达的都能够呈现所以呢，这个事有君，那么夫为无志是也不我知这个福是一个发语词，没有意思。为无智就是没有智慧，就是没有那个知觉，唔知呀所以唔知呀的人是不我知，都唔知我，唔知我所有咧讲迄个内容拢有真大的迄个宗旨，真大的迄个目标，要爱咱去做。还能去实行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很大的感叹是不我知，都唔知影我咧讲出来嘅的所在伫倒位那知我者喜就是知道老子出来那个重要，就是很少
稀呀，就是很少的意思。哎呀不是无啦，有啊真少。所以我们就是有一句话叫做曲高和寡，这讲的太高了，然后要和的人就不多，所以老子有那个感叹，知我者虚，咱要我真少了，是不是很大的感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希望我们去追求老子所讲的内容。那个言有功所有讲出来都有宗旨，然后事有据，讲出来的事情已经都有它的主要，那个主就是主，主然那个主就是有它主要的想表达的那个目的。所以言有宗事有据，所以老子很感叹，知我者虚，则我贵矣就是知影我少，安尼物以虚为贵知影的人真少，所以我就安尼比较足管的，所以老子他就讲我则贵所以对自己这就可以了解从这个地方就了解说，老子对自己很自信，很肯定，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这种自信？有没有肯定所以要学老子这样表达出来，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学。是以圣人披和怀玉所以圣人这个披和披和就是讲穿的拢是一款出家人一款安尼真无价的一款外口的衫穿起来拢粗布衫披和，知道这个意思吗？可是怀玉那个黑衫你甲翕内底拢夹了解意思吗？我们现在刚好相反，那有夹的人讲变了，可是你看老子他就讲披和怀，就是把那个不好看的摆在外面，那么很贵重的就是在自己心里面都不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了解说，老子希望我们学不要你那么那个粗浅咱就卖那个社会现象拢真粗浅对不？拢有表现安尼已经了不起对不对？都会他有多少容易一眼就看穿。我有高楼大厦，有轿车，是不是这样？可是以往的圣人一大的厝拢会草帽，草帽去起去，安尼看，所以外表看起来这拢我做违章接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以往的圣人为什么心里天就是因为他住的那个环境用的草帽起迄拢甲天相同塔所以心时时刻刻跟天都相通。我们现在因为环境的关系大部分都拢住在那个钢筋水泥大楼里面，所以我们的心就被隔开了，心跟天隔开了。所以看我们只要拿那个电晶体收音机
到那个大楼底下，无声，电波收不到，对吧？好像汽车啊过山洞，哇，电波无去啊，是不是？所以要了解到，那个也影响到我们的心啊。我们只要时时刻刻啊，心与天通，所有的起心动念啊，绝对都是天理真诚，都不会超越。可是我们现在起心动念很多都是自私自利，对不对？也都被钢筋水泥隔绝，所以我们没有感觉自己的起心动念已经跟自己的佛性相违背，跟真理不相应。那我们假如说有空闲的时间都接近大自然，这样的话，让我们有慢透透气，一方面心理天通，最起码在那个时候一放开了心整个心跟天都相通，所以要了解到外面没有关系里面最重要，所以批和怀疑，我们就是要学到这一种那个不管外表现象，只自重内心。这样这一句话知道吗？好，知道那个意思了。那我们也要去做。那么这段呢，我们也就讲完了。那么底下71章不病章，不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这个老子跟我们讲这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知不知上，咱什么拢知影，但是表现外口什么拢唔知，安尼最散，了解意思所以知就是讲你什么拢知影，但是表现出来不知，这个就是最上人。你什么拢知，但是拢无爱表演，拢伫你内心内底，安尼了解无？所以知不知上，这个文字很有意思假如说我们不经过那个了解，然后我们看，好像在玩那个文字游戏，知不知上，不知知变，就整个那个精髓都不知道。那我们了解，原来知，你什么都知道，可是你表现在外面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就是最上的。告诉我们为人最上的就是这样，你什么都知，但是你表不出来，什么都不知，跟我们的那个现实生活是不是差很大？那么底下这一句就是我们现实的社会，不知什么都不知但是呢，人一个问大家拢知，有没有？有没有这种人你敢问我知，你知影倒？我知，道理什么？我知，知影你嘛讲来听我知。所以我们现在知影1分要讲到10分这样我们就是了解到，它已经不符合我们那个做人的修持。你做人一定要批和怀疑要知
不知伤。不要说这个什么都不知，可是人家问了，我在。所以老祖要加一个字，变，变不变？不能变。所以老祖告诉我们不变障。要怎么不变呢？就是知不知伤。咱什么拢知，但是咧，袂讲安尼炫耀，袂操大。这个操大讲伊安怎讲？臭谈。我们可以遇到这种人，对不对？所以老祖在这个5000年都知道了。这个是那个不知什么都知。可是那个有修养的人他知道，可是他表现出来，就是那么平常平凡，不会炫耀，不让人知道他内心到底知道多少，都是在内心里面，所以这个很理想。无为无病，那个无样是发语词，没有意思。那么为是唯有，无为病病，假如说呢，我们已经不知道自己的毛病，那个才叫大。唔知家己的毛病这个病才真大啦。若家己知影家己的毛病这个病真小，所以呢，这边讲为病，了解意思吗？所以这边的文字它不一样他了解它的含义，老子讲的意思，虽然不变，知道自己的病的所在，所以就不会再有病。我们讲说知道自己的缺点，还要努力去改进是不是那个缺点不久就会消失，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知道自己的毛病所在，所以就没有变了。那假如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个病会不会延续？会不会扩大？就是会扩大，会延续。所以老子是希望我们都不病，不会有病。那圣人不病，圣人不会说炫耀，不会以不知说知，所以他不病。是以病变，所以他知道病的所在，还能够努力去改变，努力去实践，所有的病都消失。那我们众生的病在哪里？贪嗔痴太笼统，他这边老子所讲的那个就是在讲我们的那个自己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去改掉我们的生活上的不合真理的习惯，意思吗？圣人知道不合真理的习惯，已经知道这个病，所以他努力去改掉，所以他没有病了。那我们众生就是因为不觉，所以这个病才大。各位都觉了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要保持这个觉，觉者就是佛。那我们要保持这个觉很不容易，
我们都会不觉，那不觉啊就是无明，无明啊就起惑迷惑，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苦，那受苦又迷惑，这样了解吗？一直来心烦。那么从哪里来？从不觉来。那不觉从哪里来？不觉从哪里来？从觉来，从觉产生不觉。又跟老子的用文字一样，从觉产生不觉。只要说的不觉没有觉在支撑，那个不觉没有作用。了解意思吗？了解是吗？所以这个觉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要保持很不容易，因为我们都会这个一恍惚朦胧，不觉就来了。为什么？起心动念。所以起心动念叫做不觉，不觉才让我们起心动念。所以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知不知道？知道咱要那个起心动念那个就是不觉。那假如说我们发现起心动念不觉了，那么这个时候它还可以转换，把那个不觉又转到觉。这个转换就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那个觉跟不觉那个差别点很小。那不觉，假如说没有觉在后面支撑那个不觉没有作用。那不觉它可以延续一直延续很长的念头，对不对？那很长的念头是不是要有觉来支撑？都从佛性在支撑那个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们又突然发现我怎么有这么多念头？又是觉返回来，从不觉又返到觉。可是这个觉就怕它没有办法停止延续，又等下，那不觉又来。所以我们因为起心动念太频繁，所以那个不觉已经很习惯。那要这个习惯的不觉去掉，就一段时间跟它搏斗，它就是敌人。真的你时时刻刻，假如说发现到自己起心动念不觉，这个时候那个念头有没有办法延续？当你发现的时候念头有没有办法再延续？已经没有办法了一登体所以这个时候登体已经回到觉。可是回到觉的时候，要了解到，它又很快，又会产生变化。为什么？外面的万象跟万事，还有所有的这个声响，都会又让我们产生了不觉。所以要对这个觉能够这个专注的去让它延续。就是要培养定力，有定力了以后，我们知道万象万事，声响都是假的，已经不被它引诱。那么这个时候，那个觉性，它就会越来，越有力道。那我们的觉性越有力道，我们就要了解到那个觉，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虽然我们说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就是佛性本体。
可是啊，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应对万事万物一样在万事万物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保持觉性。只要我们的定力够，只要被外面的万象、万事引诱，我们那个觉性可以时时刻刻让它都存在。那么让它存在的时候，各位贤贤，我们会有负面的念头吗？绝对不会。那会做错事吗？不会。那会造业吗？绝对不会。所以都已经回到真理世界，是很理想的。可是这个要经过一段努力的时间，培养我们对佛性的自信，培养定力，从佛性产生定力，从定力产生对觉的那个认知，然后呢让觉越来越有分量，越来占据我们的那个心胸越宽广。那这样整个就在真理世界之中。那我们整个已经自尽了真理世界，那绝对不要说以后当下就是佛了，容不容易是不很困难，可是做起来就是要有恒心毅力。那对完成的事一定要看透，完成都是眼气则生，眼善就美，都是虚幻不实在，都是假的啦，不真，所以不要住相。这样呢，我们就很容易离相，对不对？离开形象，我们就了解到《金刚经》里面就明确记载，离相名佛，有没有？只要离开形象，也就是佛了，是很容易可是要离相，容不容易？比较困难一点，所以要从真理学习。知道万象万事都是眼气得生，眼善就美。它因缘的那个身体生灭，我们那个谢节里不是有说吗？缘起缘灭，有没有？每一万的缘起缘灭，我们都能够圆满，有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就都在真理世界之中，不很困难的，只要靠自己努力，一定要学习真理，每天呢，都能够听一听，这个真理的，那一些讲法，不要听完成式，完成式越听越烦，有没有？说它叫烦完成式越听越烦，所以以后呢，人家来跟你讲完成式，你就跟他讲完成式，越听越烦，那他讲得下去了吗？他就缺少了，我们就不会有那个烦恼，对不对？那个烦恼的因就不会再引起。这样就很理想。所以我们要自己呢追求自己的生活，一定要努力朝这个方向。其实一章又讲完了我们还剩下这个35分钟，留给各位问答吗？好不好？可以各位比较多的问题可以发问，小的也没关系这个不问的话在心里面就是怕感，问了就解开了心就轻了
所以一定要把越问的我们修道就越容易越高兴现在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自己偷笑？还是翻来覆去唉声叹气？安尼困到暗夜，一个醒我哪会笑？这样才可以有没有？刘老师，跟美国道亲有6个问题，好，请说。那第一个问题，求道不是可以上天堂，有过错就光天岛或地狱吗？为什么有的道亲变亡灵，有的还下地狱呢？这个问得很好，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我们求道了以后这个有保证万法逍遥，可是这个保证就是要我们能够真正的守住那个我们求道不是有那个上下持理要我们立愿吗？有没有？各位都还记得吗？我们立了什么愿？对，就是立了10条大愿。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有按照那个10条大愿去做就可以这个升天了。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很多都没有按照我们立愿的愿去做所以就不能够按照那个跟我们保证说万法逍遥所以有的呢还会变亡灵。假如说你靠世讲我都已经修道会当万法逍遥做的拢做唔对为非作歹，然后讲的又是让人家那个产生负面的那个情绪那要不要下地狱？要就是要下地狱，因为他所作所为都违反一个修道应该有的基本认识。他连基本都不做，想上天堂，可不可能？不可能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咱这吃几块硬菜。伊力量硬菜都无吃所以无法度上西天咱食几粒爬也爬袂起对，伊拢无吃要哪爬去？所以爱去地狱应该。好，再问。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睡着了还可以听到自己的打呼声？这个就是他的那个修持他有做那个回光返照那个应该是算好事可以听自己的打呼声它可以改善可以改善人的身体方面的一些习惯性打呼声会影响到别人所以看看怎么样可以把那个打呼声去掉这个是好事再来。为什么每次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就睡着了？那表示他平常这个太多的外缘绊住他拢给他拔掉了，一个外缘外面的云脸给他拔掉，所以他一万缘放下睡着了，那个就是放松了。好，来问第4条。中午过万缘放下一念不生，不久就有恍惚现象，似睡非睡，约20-30分钟。清醒后精神非常好。刘讲师在8月6号课中有提到，若做2个钟头，不可能恍惚维持那么久，所以2个小时正确做法是应该如何做才对？万缘放下一念不生，然后有恍惚现象
恍惚，更何况恍惚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所以之后1个多小时是应该什么状态或是如何做才对？要了解呢，或者都有提过，那个恍惚跟朦胧那个都是我们进入一个绝对的状态，就是不是相对的。所以老子呢，在描绘那个道的呈现的时候，都是要我们在恍惚状态之中呢，才能够了解到那个道的道体、道的状态。所以他假如说有这么长的时间能够进入到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一种恍惚朦胧，那个算是已经修持一段时间以后的成效，不可能长时间都这样而且那个也偶尔遇到1、2次，那不是坏事，是好事。是修正以后，而且他又能够很清醒的描绘他所经历的一切，等于他呢那个万年放下没有做的彻底，做的彻底不知道所经过的一切，那个才叫做做的彻底，万年放下。所以要他努力在万年放下。不是还有吗？那个浅显说，背了心经就忘了弥勒真经，再背心经经便忘了心经。请教刘讲师，您是如何背熟各教经典与寄语，过目不忘？以往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因为或许是蛮长时间投入了。所以开始的时候也都是用背的，《金刚经》也是用背的，《心经》也是用背的。《心经》倒是容易了，260个字而已《金刚经》就比较长，它有32分可是后来经过了这个了解到这个里面的真正的经的含义、精髓呢。那或许就把所有的那个背的都全部都把它放掉，就不背了。可是不背的时候用的时候，可是可以朗朗上口，就会很熟悉的那个讲出来。连那后天庙或许是有讲那个台语那个解脱真经嘛，那个那个什么瑶池金定慧解脱真经说这个解脱非难，解脱为难，难在定慧。心心改变变成智慧，智慧即生解脱就易，很容易欲求解脱，先读六节，密不听声，若不实现，心不求物，意不得物，口不谈心然后呢，心感配合，精气意识，中用活脱何然解脱？就这样那个时候在念的时候是在修定的量无甲背即嘛经过这久，那个是13岁的时候开始伫咧修的即嘛都68，是不是很久了？竟然有时候拢无咧甲想就甲念出来，很自然自然而然。已经呢，这个或许就讲在兴奋之中用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所以努力的时候努力看，忘的时候就把它忘光光了，忘光光也要用，又可以把它拿出来。所以一片白云很虎口，几多归鸟尽迷巢，有没有？什么意思？我们要成全人嘛，对不对？
可是我们变成那个横在虎口的一片白云，然后那个黄昏的时候那个归鸟它要回到家，回到它的鸟巢都被这一片白云遮住。外厝里都有都看我，了解意思吗？就是我们要帮助人、渡人、成全人，结果把人家要回来那个道路都阻塞了，这算是帮助人吗？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当一个带头者，你不要当一片白云横在虎口，很有意思所以这个也都是在看的时候努力把它背，可是背过以后就把它抛开，往后要讲又拿出来，这样所以很多为什么都是用这种方式，不然你们突然一问，我怎么会回答？还有吗？第6个问题，电视报道有一个美国自称可以通灵人士，可以让每个过世的亲属交谈，满一屋子的人，每人收费100元美金。请问区凡人又不是仙佛，有何能耐可以随便去地狱把任何人请出来谈话？在场的人有人哭，说是他死去的亲人没有错，所说符合以往事件，这怎么解说？地狱往生的有在受刑的去投胎，如何随便让人请出谈话，岂不是乱了地狱吗？这是真的吗？其中有大吗？因为现在有一些那个催眠术，它有某一些功能可以帮助人家治病。那我们要了解说能够把你的那个往事把它这个召集出来，那个都是夸大其词。各位姐姐，我们轮回6道轮回有几千几万那么多的那个次数，你要请哪一生哪一世的父母，你要请哪一生哪一世的眷属，都一些，因为请都一些。了解意思吗？所以那个有时候我们不要去破坏人家赚钱的门路。我们了解那个夸大其口，要了解6道轮回已经不计其数，几千几万世，有几千几万世的父母，几千几万世的眷属。你有法度拢请出来，你比迄个阎罗王较大。我们请那个地藏王菩萨，他大概都办不到。各位了解意思吗？太多生太多死了，所以佛经里面才有记载。假如说我们把我们的生累世那个轮回的过程，轮回的父母眷属全部都把它名列出来。那么天下的男生都是我的父亲，天下的女生都是我的母亲，天下的所有众生都是我的眷属。你看，你要请哪一生哪一世的父母，哪一生哪一世的你的子女，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要了解很宽广的，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窄就是讲顶一生顶一世，
哦，那个都很不容易啊，哦，都很不容易啊。那我们不要去走那个路线，那个一走了以后，我们那个神灵啊，清不清？就已经不清了啦。那让我们的神灵不清，这样好不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投入那个方向，不要使出那个金钱，都给料，我会被人骂。还有问的吗？好，请说。后学不是要问问题，后学刚刚看那首歌，想说谢谢你。后学是看到那首歌，后学想说非常感谢刘老师，感谢朱天先生，因为后学来之前后学也没有跟这个临时后学会想起来，是临时看到那个谢谢你，后学真的是很惭愧了，是一个负面的这个。修得不好的这个，在台北后学认识很多姐姐，她们那种精神真的是值得学习。因为上个礼拜有讲师已经所有的课都停止了，后学要讲的还没有问那个杨师可不可以把它讲出来，但是后学讲我们路上从台北，因为刘讲师身体不好，我们几个人约了，蛮多人约了一起去看刘讲师，因为怕打扰刘讲师，所以说好听的是可以去看刘讲师。在路上其实那个杨讲师是执法公益的杨讲师，他很早之前就跟后学说，你们同事都好有气哦，要不是老师的妙手一挥，把那些人挥掉，你们到现在还没有资格听到刘讲师讲的课。他说，因为如果有一些别的点的在这边，他们可能不会答应刘讲师来讲课，因为有的人他是认为自己本身已经好了。然后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杨讲师就跟后学说，后学都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几个，我们这边组个团但是没有跟我讲师，他不敢说。私底下没有请问刘讲师，他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组个团去跟他们同工打打气啊？你知道这个法真的很好，尤其是医生病我每天都是早上跟劳科医先后走，刘讲师绝对不可以走，你们同工才听了2年，我们已经听了这么久了，那2年还不够，刘讲师还不能走，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刘讲师留下来。然后我们同义工的人，他想说来跟我们打气，知道这是法，他不是要让孩子，是说我们一群人去让同义工的人知道刘讲师讲法多宝贵，多宝贵。然后有很多人都附和说，真的要去，我们也很想去，但是他没有经过刘讲师同意，他也不敢来。然后学生自己跑来，后学非常感谢刘讲师，但是后学修不好，后学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后学在民国60几年就在台北了。那后学经过大姑这边有一位，大姑这边几乎都知道的，学姐绝对知道有一位李建平表演师现在去归空了。他归空之前，他是跟着老前人，跟着大姑到处去，他是学生时代跟舍身大家，学生时代在火车就付出，然后就讲经说法。后学经过他很多经典，后学还买了他的简又不谈经，他开荒到跟着大姑老前到南非，到很多国家，印度很多国家，美国也去过，美国也到处认识他。结果可是他归空之前得了癌症，痛了，他大概50多岁，后来被宫廷的人打击，但是他归空之前痛的身体哇哇大叫。有一位廖华小廖也是跟后学讲，那个时候因为他住在崇德大楼，大姑在台北有10层的大楼，但是他痛的很哇哇大，很大声。那个廖经理不是跟后学讲说，很多点就是为了这件事讨论，是不是应该要让他住在大庙里，因为他痛的哇哇大叫，
有的到期从国外回来访到了，听到有这样子怕是考到，可是我们却很荣幸的后学认识有一位中医道亲所以你看这个点文字这么放下，其实说晚了几十年，可是大归空之前，他还是没有后学想，他还是没有找到那个不痛的，所以他才会痛的哇哇大叫。但是有一位中医道亲他只听了几年，没有很久的课，他也是个癌症，他只是一个普通导不是什么讲师，不是什么经历，但是他归空之前也是痛的哇哇大叫。痛的哭，痛的癌症后学知道那个骨癌痛的真的是会哭。结果可是他后来想起来，有讲师告诉我们有一个不痛的，他就努力去找个不痛的，结果真的让他找到了。等他找到的时候，他很拔手还打电话给他的佛堂的讲师，他说他找到了，好开心那当他找到的时候，他会跟他太太忏悔。他跟他儿女忏悔，就把他太太吓到了。他太太赶快打电话去佛堂，我先生是不是得了神经病他以前是痛得哇哇大叫，现在怎么还跟我忏悔？后来那个佛堂的讲师就告诉他说，你先生已经找到一佛性，所以他能法喜充满，所以他不痛了。所以我们真的很荣幸的听到刘讲师这个课，就像那个杨讲师说的，你们真的很有福气。那个杨讲师，因为他常常也是出国开光，他说他跟后学说他只要在国内，他还要有时候去看他妈妈，他妈妈90多岁了，去照顾他妈妈。他说只要他没有照顾他妈妈的时候，他每天起码要听5个钟头刘讲师的课。他说真的每天，他说他很认真的听，所以他很想来同意告诉我，他得到了，他很感恩刘讲师，他得到了非常的多。然后后学曾听有些姐妹说，哎呀，后学邀他来同东听课，他说哎呀，刘讲师讲的我听不懂那后学想起来，我们以前在中医的时候，有一位李金可，各位姐妹有很多姐妹大概都认识他李金可，他很早的时候，他最早的时候是跟他先生在宜兰开钓虾场，钓虾场的24小时的钓虾，24小时的，所以他先生常常还要去河边抓一些小鱼来喂他的虾吃，虾吃饱才能够不要让客人把他的虾都钓走了。但是就是因为24小时有客人请他冲烟，但是他不知道那个烟里面有毒，他先生就中他那个咖啡因的毒很深，所以他先生也给他抽，他有2个人都中了。后来他先生就得肝癌过世，后来又回到我们同一团中医的同一团住，但是可能是因为以前的医缘很不足，后来他出了佛堂带来他女儿有时候半夜会做梦，会打扰到别人，所以可能有些人就不喜欢他。后学不应该从中帮忙，我越从中帮忙，结果人家就加速了他。你看他本来跟后学讲，后学看到他的女儿因为佛堂很多是清修小姐，那后学本身是结过婚，知道对小孩子有时候你要去搂他抱抱他。后学就跟金鹤说：“金鹤，你有时候抱抱你女儿嘛，给你女儿点爱，让她知道爱是什么。”他说：“刘姐，我跟你说实话，我不知道爱是什么，因为他开钓虾场的时候，可能种下一些因果，他儿子掉在那个钓虾场里面死掉了，结果他先生又得肝癌死掉了。”他爸爸也是在车祸死掉的。他说：“刘姐，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我怎么给我女儿快乐？”然后后学刚好那个时候知道刘讲师讲的，然后就请刘讲师去中医上课。那他也跟我讲，他说：“刘姐，我跟你讲，我每天晚上睡不好，我要喝8、9杯的咖啡才能止痛，晚上睡不好，我白天还要做工，做水泥工，他白天做水泥工。”然后他说：“我真的听不懂，然后我上课又打瞌睡，我说金鹤，拜托你来听，因为我们那个课大林经理答应，所以我们只是做一个座谈研究的课。我说拜托你来凑人数啦，做个给我们打点气啦，因为刘讲师从那么远过来，
结果他真的很认真的听。后学讲这个只是说，经过他们一直在做工，做水泥工，那么累回到家，他最后听到法喜充满，他有一天高中后援，他很高兴的高中后援，他了解我跟你，他这种情况为什么很不容易？他因为中义道心排挤他，后学帮到被排挤的搬出去住，搬到一个，因为那个时候刚好闹分家，闹他们要脱离母子之恋，刚好闹分家，所以他也排挤得很严重。然后他就搬到一个4层楼，住在顶楼，不是套房，是那种浴室还分明的。他跟他女儿住一个很简陋的房子，里面还自己搭帐篷，不是搭一点棚要做饭，就蛮辛苦的。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他法喜充满，可是他这时候到处跟人家讲的人家也会嫉妒他，因为那个陈秋庆，当他走了以后，陈秋庆曾经也跟我讲，陈讲师他也跟我说，其实我都蛮气他的，因为他真的修到法喜充满。后来他很开心的打电话跟后学讲，刘姐，我告诉你一件好事情。我说什么好事情？他说我以前每天喝8、9杯咖啡，我现在每天只要喝1杯就够了，已经那个头痛减轻了。然后我跟我女儿现在已经相处她心里在想什么，我全部都知道。而且我们两个相处非常的融洽，就是因为她非常的认真，她每一次都把刘讲师的记背起来，记忆背起来。因为她说她头脑不好，头会痛，所以她到处贴刘讲师的记忆。可是结果引起别人的误会，人家以为她贴是你在骂人。所以还有一个中立的道心，不是我们这边，是大陆那边的。他那个听刘讲师的，听到真的是他听刘讲师的话，不看电视，回家不看报纸。结果他自己高中后学说，他女儿还男朋友跟他讲什么话，他预先都知道。他女儿的男朋友跟他女儿求婚，然后讲什么，他全部都跟他女儿讲。结果没想到真的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就他女儿吓一大跳，妈妈你怎么那么厉害？还没有发生的事你全部都知道。结果后来刘讲师，因为我们分家之后，刘讲师就没有去中医上课了，大课的道心也没有办法再去继续听课。结果后来隔了1、2年吧，我同学没记得多久，他还跑到台北来听课。后学就跟人家就说：“哎，这个刘姐好厉害哦，这个刘姐她能运会来找。”他马上跟我说：“没有了，不见了，已经没有了。”他以前真的是还没有发生是都知道。其实像这种后学知道好几个都会有这种情况，就像刘讲师说，其实我们都有6口。后学讲这个事情只是说，真的我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不要说我听不懂我就不来听了。我们很多听了刘讲师的客人都会，大家都很热心的想说我同一功法喜充满，大家都很想助，都会鼓励说刘姐你一定要回去鼓励他们，一定要怎样，他们还一直都鼓励我，所以真的后学非常感谢刘讲师，真的我这个道要不是刘讲师的课，真的是要世界大同是真的不太容易啦，因为听了刘讲师的课真的是蛮宝贵。然后台北的道心当初听刘讲师的课的时候，因为大概顶楼很晒但是他们为了不要让刘讲师吹冷气，真的是那种下课的时候那个汗如雨滴啊，真的是这样。可是他们还能够很专心的去听，北部的道心都是自己发心去听课，是我们同是老师拜托我们来听课，所以后觉得真的各位学不晓得北部道心，你说我们很有福气，真的是我们很有福气。刚刚看到那句谢谢你，后学真的是说真的要谢谢刘讲师，后学很惭愧，后觉得自己做的不好，真的今后真的要努力，真的要做到放下。后学太抽象了，谢谢刘讲师，谢谢各位学姐。我们谢谢这个刘讲师，他也是刘讲师啊，他是引进后学到这边来讲的人，所以大家也要感谢他，没有他引进后学不会到这边来。还有吗？我们还有5分钟。好，请说。
如果这个地球人类是先我们实验室的嘛，我们是高等的那种云，那或许再到30年，我看到那微风的那些从大陆过来的那些前线，他们对火位都会很高。那我们台湾的人微风说火位好像只有那个仙人大的火位。那我或者在问哦，如果说以目前来讲，做一个台湾跟那个大陆前来当初大陆前线在台湾传导那种火位来比较的话，我们台湾人如果照这样修的话，可以达到那种欧大的值，还是说大陆前线来台湾的精神比较强烈，还是说我们这个台湾人目前在修持那种成就他们不一样？这是一个我是或者一个感觉问一下而已。好，谢谢。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所有的名跟所有的相都是假的。因为要让我们还在凡尘在修、在办、在打拼的这一些前贤，都还有这个后续的那个动力所以我们已经这个归功的前贤就给他一个那个名分，那个一样都是假的啦。各位就不要在那个名分之中去计较它大，去计较它小。如来菩萨他就大仙，所以就不要去自重这一些，因为这一些都是假的。那个要我们在凡尘，还在佛的众生，还在佛的道经继续努力。假如说这一些已经归功很打拼的所有前贤都是亡灵的话，那我们就会花气唔累唔免修对不对？所以那个是给我们动力。要继续有动力，假的。我们本身就是火你才封一个菩萨，才封一个大仙，那还很低那努力的空间还很大，对不对？所以要相信自己本身就是佛，本身就是一个绝对体。假的，所有的名相都是假的，知道吗？还有2分钟，还有问吗？好，请说。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卢讲师好。好。我是想请问一下卢讲师。我们这些同学中的人有没有机会可以听到讲师讲章节吗？那或许现在讲的不是三宝心法吗？讲解三宝。就已经是谁在讲了吧？或许所讲的全部都是三宝心法。都是我们很高的一个修持方法，尤其或许特别记得43跟那一章讲那个真的是高，或许回去看了都吓一跳，怎么都是超越我自己写的那个讲义各位假如说回去看，或许不是有写一本那个道德经讲义嘛，有没有？那你回去比较一下，那个所讲的那个真的已经超越，因为在写的讲义里面都在人事方面，都在现象方面，可是在讲的时候完全都超越，已经无形无相。我说怎么讲的那么高会起来，所以就觉得说那个已经把所有天地的煎熬都卸尽，所以才一下子瘦了这么多
各位你要了解那个代价，你感受就让你感受，受的真受，受不受？哦，很受，减肥成功了。所以要了解到那个就是最好的三宝心法。那天呢，后来因为大家都睡着了，所以要多写一张讲义呀。台北全省一直感谢同一宫的全省睡着了真好，一直感谢，一直感谢。你不睡着了同一宫不睡着就没有那一张讲义了。所以睡着了真好。下课。各位讲师、各位男子、各位先生，大家好。佛学呢，站到天师的老先生大德一起跟各位先生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时间呢过得很快一下子50天，经过50天，非常快。那因为或许看我们所有唱的山歌里面这一首这个谢谢你是我们佛老师把整个天地之间的真理都融在歌词里面。那所以而且就呢特地说要把这一首歌意思把它讲解出来。让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佛老师一个字就包含非常多的那个内容在。可是我们没有研究的话呢，不会了解。各位先贤，谢谢你是要谢谢谁啊？谢谢谁啊？这个范围非常广泛的谢谢呢我们所有周遭的亲朋好友。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呢认识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它带着我们已经累世累劫前生前生了。所以在这个歌里面老师都把它整个都呈现出来。那可能我们唱一唱呢就过了，没有深入的去探讨。那不知道呢它的那个意思或者很想说把老师要这个表达的都把它学着说出来。所以呢开头就讲说深信深深的相信。深深信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生我们人在凡尘一直在轮回生生死死那我们呢一定可以留下那个累劫累世的记忆那个劫各位请你就要了解到是灾难。可是在这边老师的意思是说我们有这个缘会，缘会知道吗？一缘129600年有12会，一会呢有10800，对不对？那我们也都知道说南极老仙峰成道以后已经经过几个混沌，它就是等于7个缘会那我们也就是那老仙翁的7个混沌我们一样也经过，有没有经过我们的那个记忆有没有留下痕迹？经过7个混沌，就是7个缘会。那我们要了解到，在南极老仙翁还没有成道之前，有没有缘会一样有有缘会。那我们现在往后有没有缘会一样有缘会所以这个累劫就是所有的这个缘会我们都经历。
我们能够经历啊这一些这么长时间的那个宴会啊，要感谢谁啊？就是感谢我们不生不灭的珍惜佛性。他能够带领我们啊，长时间经历，所有的宴会啊，我们都经历。所以那个累劫啊是宴会，那累世啊就是我们六道轮回的啦。那我们要了解到，一个宴会啊，它一半啊6万年没有人物，6万年啊有人。所以我们6万年来，各位知道各位已经经过多少生多少世了吗？知不知道？都不知道。我们假如说大家都有积德，都有行善，而且时时刻刻啊，都是以人的那个现象呈现在完成。那平均啊，我们都活了一甲子。一甲子几年啊？60年。我们以60年来算，我们经过6万年，有几生？1000生。我们已经假如说全部都是人道，已经经过1000世，1000生啊！咱知咱几世无？知不知道？咱唔知，我跟人讲，我这世我即马几岁，经过几年，是不是都很短暂？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个宴会里面啊，就有假如说全部都是人道了，就有1000生。那1000生的里面啊，我们现在不是有社会上很多人士啊说，他会看因果，他会知道因果，对不对？那各位先生，我们大家都会看，为什么？因为有1000生，你随便讲一讲一定拢会准的。1000生内底啊，你拢会拄到。那假如说这一个1000生没有，那么往前推了，往前推的话，又一个宴会啊，是不是又1000生？那我们跟南极老仙翁一样，经过7个宴会，就有7000生了。那我们讲出我们的人生的因果啊，是不是很容易啊？能够收走，收的都很你讲要真准呢，对不对？所以各位要了解到，凡尘都是虚幻不实在，不要去相信那些这个不实在的话。最实在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珍惜佛性，这个是最实在的它不会变化一定都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本身显现在眼前，我们眼前现前的一念，我们自念是不是了了分明？那么这了了分明的这一念跟十方之佛一样，都是同体大用，没有不同的。所以我们每一位都是佛。那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佛啊？或许不是有讲过吗？有没有？我们不愿意成愿不愿意啊？我们接着说凡尘很好玩都不愿意成佛。所以我们就用了很多的不正确的见解、正确的认识，害我们自己成不了佛。那假如说我们把这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全部去掉，不要没有，那全部没有的话，我们已经当然现前一念的心性跟知佛菩萨全部一样。同体大用，整个呈现，这样知道吗？所以成佛不是很困难，
很容易的，只是我们都心偏了，心歪了。各位心有没有正啊？大家拢不正嘞。要了解到我们自己的心没有很正，它没有正的话，我们容易起心动念。那我们了解念就是业，我们起心动念就已经造业了，知道吗？我们很多都不知道说我起心动念是在正业，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有一些年岁大了吃饱饭没事做胡乱想，就遭遇就很坎坷。那个都是从我们念起心动念的念来的。北部都要穿夹克了，南部还很热所以开一下冷气大家凉快。这个或许有听说了我给你讲阮咧度孤高呀，有这样吗？或许是不会阻挡我们打瞌睡了甚至讲我们在打瞌睡的时候是朦胧有没有？就是那个意识不清。那在这一种现象之下，我们要了解说容易见到那个道体，道之体就在这一种现象之下能够呈现让我们去看。那假如说我们都很精明很清醒那是绝对看不到的。所以或许不会阻挡说你袂使度孤，袂使打瞌睡，不会啦。倒是希望享受，希望各位能够享受打瞌睡，这个叫响应。所以在人生之中呢，我们就是要告诉自己，本身就是佛，身外没有佛，我们的心就是佛，心外没有佛。假如说呢，心外有佛，那个呢不叫做信心叫做邪见人，他的见解已经呢偏了，不正确。所以我们本身就是佛了。那平常呢，我们为什么会说不用这个心意识来修道？那刚才很多学员呢一直在问说，怎么样来做耳根圆通那可能各位浅都有做，可是呢这个正确的那个方式都还没有去抓到。或许是先鼓励这个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各位都没有做，得到什么结论？有什么效果呈现？起码对自己信心比较多了，对不对？所以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就是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因果一致才会成。那假如说我们用心意识，用还在用的心，那修不成道了。不管咱修偌久，几世拢袂成，因为因果不一致。那我们日常所用的那个心就是根尘相对。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跟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相对，然后产生以后我们有六识，就是心我们都用那个心，对不对？不是我们不用那个心，那个心变化无常，
真诚会不会变化？哦，都会变化。所以呢，这个所有经典所有修正者都告诉我们，不要用心意识来修道。那么他解说那个心就是忌讳是讲合在一起知道吗？有很多现象合在一起，我们的心才呈现，对不对？所以这个心它不是我们要修道的心，它是变化无常的心。然后意就是回忆，我们有经过，我们认识，我们知道，回忆呈现出来了，又是很多的因缘际会，所以那个也不要用。然后事，心意识的事认识的事，就是显现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呢，显现出来让我们知道，是不是要有很多因缘？它会不会变化？又会变化。所以我们把心意识全部都去掉，不要用，我们就无心了。各位知道吗？各位有没有心都有那有就心意识呢？体会一下心意识全部都抛开，不要用不要用的时候我们心就没有了，没有心。这个时候有没有两边？有没有？因为无心的就没有两边了，所以这个无心的心就是真心。无心的心即心即佛，这个心就是佛啦。有简单无？你看咱安尼摸遮侪心拢唔对，对的心咱拢无爱，对不对？那个无心的心就是真心，就是佛。看我们都不要呢，我们都要心意识家己再来烦恼，家己再来做罪，对不对？有了解无？所以要研究，你看都是不一样跟我们凡尘的那个认知都不一样。要无心咱有心的时阵会扣完呗，会不会？可能情况对了我们大概年岁也都蛮大的啦对不对？这个对另一半有没有意见？我拢点，有嘛唔敢讲，所以就是了解为什么有意见？就是有心有心千生万世我们都是众生，要无心，无心才是道。你有了解无？要做无心有真简单无？真的有吗？是很困难当升起气来的时候，算心？那个也是心消失简不简单？很不简单很难消失的。所以我们要无心真的是要努力努力修道，修道无心真正的无心的那个心就是真，不会变。那个心就是佛他们称佛的是这个心无心的心就是可以称佛。这样了解吗？我们努力的方向就可以确定了，对不对？努力怎么样？无心。让他在给他骂，开始无心，会不会？袂使阁有心甲记条条，你甲我记的。那绝对冤冤相报，无完无了。一直害家己，吃害我们自己拢在害咱家己。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
心意识啊，不要全部去掉，根尘相对，我们六根对六尘，有现象，我们学习啊怎么去处理，处理得圆满就好了，抛开，全部呢都不要有心存在心上，全部都无心了，无心就是佛，无心就是道，整个道呢现，所以现前的一念心性了了分明，那个就已经我们不是讲十四古今不离当念吗？有没有？整个我们的那个整个需要去探讨研究要达到的，整个都出来了。我们就是要这个，要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本体。那个时候一出来以后或者说我们没有起发性我们被业力推到现象来，对不对？然后呢，这一个现象过完了，我们又过生，又另外一个现象，对不对？拢直直过心，直直过心啊，过到今麦也未了，过了未？还过咧过后摆要过什么心？爱这个佛的心体要全部都成就了回本位，所以我们郭老师把很深的道理在几个文字之中呢，就已经讲出来。我们没有解说的话，怎么会知道累劫累世就是以我们的无量无边的那个生死。无量无边的那个生命一直在支撑，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他谢谢他能够让我们能够知道所有会，能够知道所有六道人全部呢都能够去经历，全部都能够去改变，努力的修持以后我们先认识佛性本体，接着再把佛性延伸，这个时候就做耳根圆通。那我们为什么很多人说要安怎做听得对是不是在听得对我们在听安尼算算讲耳根圆通无？我们都不敢肯定要了解到这个在我们身上来讲第一个就是听，第二个就是闻，第三个就是闻切那听耳朵的功能作用伊的耳仔咧听到无意思这么说的第二个闻，听到加入我们心意识咱的心意识内底伫咧讲迄些内容伫咧分别伫咧讲迄内底对我好对我歹那个是实语闻。那第三个闻性它是不落入现象，它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那是咱的闻性。所以或者是之前就讲说不以所闻分别来见，但你能闻讨个消息，有没有？大家拢害我笑，听来讲佫害我你较免负担。要知道那我们在所闻去分别来见，那就自找麻烦了。咱若听到这个内容直直分别，直直咧计较是不是烦恼真多？有没有？很多烦恼，所以我们不要所闻分别来见。但你能闻我们能闻，谁是能闻就是佛性本体，对不对？我们讨消息，这个能闻的是啥人？能闻的是谁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能闻，可是它不落入两边，不落入生灭，不落入对待。我们要了解我们在做耳根圆通的时候要这个记得这个生无即无昧
没有声音的时候啊，我们闻性，我们没有昧。声有亦非声，有声音吗？咱的佛性无生出来。啊，佛性哦，伊无昧无生啦，伊常住不迁，拢伫咧。哦，你甲用伫咧，你无用伊嘛伫咧，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是要守这个拢伫咧，这个真常真。为什么真？因为它没有形象，不会变化，就是真。无心就是真。常就是住，拢袂变，拢永远伫咧。不管万年前、万年后，拢伫咧。要不要追啊？就是要追这个拢伫咧的佛性本体。所以老师给我们讲出来，我们应该呢，都能够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我看咱拢袂记得了啊，会记你几世？我看一世嘛袂记，真是啊了了。所以老师讲深信啊，深深的相信。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这个深信，就是从佛性本体啊发挥出来。深深的相信佛性本体没有生灭，所以它永远在。它既然是永远在，不管再多的缘会，多少个129600年，我们都在；多少个六道轮回，我们都在。在不在啊？都在。要不要去六道轮回啊？德那个德啊，性较济咧，好做济1000世啊，拢咧做人。咱若做了歹咧，会变啥物？变精神啊，对无？咱若出去做鸡啊、鸟啊，是做猪做牛啊，哇，迄毋拿1000人咧。各位了解，迄一只鸡伊个生命偌久啊？很快所以完成了一模定理，袂使讲这个偷抢，人讲欠无爱害，欠无害迄天地真公平啦。你无爱害伊就互你去出去做鸡，然后去互抬卖销偌济，200、300。你讲欠一个3000，爱出世几届？多10届你人迄个出世一世人，你都爱出世10届鸡，是不是多出来的？迄六道轮回又搁加出来，又加足济。若做了搁较唔好，走去地狱，去恶鬼道。恶鬼道有没有听过？其实咱即马伫环世间，我哪看会到啊？咱咧大病院迄复健科的病房看到地狱有没有？迄是不是地狱啊？很像像不像？我们愿不愿意进去啊？都不愿意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上次啊。或者讲，唔通瞌睡身躯真用，对不？真紧补一下都消风啊啦这个或许很厉害4天掉速，快不快？真快。不过这一次医生老师说，无你是安怎食，1个月安尼加6公斤。他说太快了，慢一点。3公斤就好，现在咧论斤论两。所以各位在身体健康的时候，赶快修持让我们的佛性真的已经脱根脱尘，离身离境，跟整个宇宙虚空合为一体，理不理想？不用受苦了完成了，是不是苦海？得不？咱管福报真大啦，安尼大家拢安尼钱摕咧机票买咧就出国去游览假如各位学姐，假如说像
这个泰国现在整个国家淹水，对不？啊，咱若拄好去活伫泰国咱安那，其他摇悬悬，下面啊塌落去都水啊，啊摇悬悬。所以那个共业形成，要了解到，众生的共业就形成，大家共同受。那因为我们台湾都还蛮善良，都一直在行善，好不好？哎呀，我都很善良的，好不好？哎呀，拢伫咧做好心，所以灾难拢离我们远去啊！风台的公安那边来啊，伊嘛经过洗头，有没有？今年很多次都这样拢社会主义去做。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大有大的因果，小的有小的因果，那个因果是一定的道理，绝对的，那只要我们能够行善，就可以化解这一些灾难，所以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就是要多多行善，去掉了心里无心的，全部都是真心。全部呢都是佛心，用佛的心来生活，这样好不好？非常理想不对啊？我们呢了解到说，心地一改变，环境就，环境改变，整个周遭的亲朋好友跟着改变，他都很跟我们亲近。那假如说我们有心啊。人会听的，这个有心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都会勾心斗角了，那个麻烦找来就很多了，最大的还是自己遭受灾难。那我们努力走入真理世界，所以了解说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讲。我们呢现在六道轮回才有那个空间跟时间的约束啦，咱佛性没有，佛性时间跟空间都无给咱束缚。了解时间空间嘛？空间咱今嘛伫台南对不？时间今嘛经过100年对不？都没有时间空间给咱束缚掉的。拢叫绑掉的佛性没有了，佛性这个时间空间呢，它都束缚，我们叫做自由自在，所以在经典它4个字叫做自在分别，自在就是自由自在，然后分就是了了分明，所以经典里面的分别不是分别心是了了分明，修正者呢，就告诉我们，我们修持就是要了了分明，只要了了分明就好了。我们生活之中有没有这样？大概是不好回答了现在不要那，我们在现象里面学习什么样呢能够圆满，我们应对，应对以后就抛开，不要记在心上。那我们在真理部分就一定要牢记，牢牢的记得，真理不会变化，所以一定要记在心上。所以我们是跟我们讲，说我们一定可以留下记忆，这一些这么长远的经历可以留下。所以接着呢，老师就讲，我时时心存感激。我们有没有这样？我看没有啦。咱时时心拢咧怨叹，讲别人拢遐好，也有钱，我哪会拢无，拼要死拢无存钱，有没有这样？有啊。顺嘴答紧有。我们要知道假如说这个环境太坎坷那个是上天在成全，
伊咧甲宣传啦，咱拢无钱吼，啊，佫真拢做代志袂顺吼，是不是有骨力？有没有？会不会这样？还是消极的？那上天教导人吼，很容易啊，哦，会趁钱，啊，互伊吼社会地位啊真悬，会甲靠倒的。伊要阁受倒人，毋嘛吼，嘿，伊拢靠说遐哦遐钱地位啊，对无？嘿，你看安尼正面较好啊，反面较好。看我们利用都没有固定的。你只要说很有钱、很有社会地位，哦，那你可以登高一呼，大家来收刀哦。啊，若很有钱，紧了吼，把这钱摕出来布施，互一寡艰苦人拢好生活，它不是很好吗？对不对？也可以啊，好好运用啊。哦，那我们假如说哦坎坷的话呢，要反省自己。哎呀，我哪会遮歹命？是不是哦？倒位做了唔对？哎呀，这样的话呢，哎，反而促成啊，哎，我们更积极的投入啊，修心养性。啊，心性啊一培养，哦，内涵就有，是不是能够到达淹没雷声？各位还记得那3句话吗？念念看，麦看笔记。还不错，都还记得嘞。哦，司机而龙现，哦，淹没而雷声啊，神动而天顺。哎，这个呢，就是我们古时候啊，他们的那一种涵养。司机呢，就是在家里面居住了，没有出门。龙现哦，就是神通万物，他都人没有出门哦，可是神通万物，哦，表示呢，他的修养很好，哦，能够啊，这个帮助啊所有众生，他帮助在哦不着痕迹的那一种情形之下。然后呢，第二个啊，淹没哦。烟啊，生烟，没静默，点点啦。啊，雷声打雷的声音呐、啊，就是他的德性呐、啊。哦，就好像那个打雷的声音，很感人呐、啊。我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等来找了哈，正在找看有没有这一种让我们很感动的人。拢麻痹啊！哦，所以啊，现在现实社会啊，你做到要让人感动都很不容易、啊，所以那个莫雷声哦，比较不容易呈现。那个神动天水啊，神动呢就是啊起心动念哈、哦，地啊都跟着。现在起心动念啊，天理有没有跟着？没有啊，啊不拢对啥？对名利哦。哦，那不好哦，哎，一定呢要天理跟着，哦，动念呢天理都跟着，哎，所以这个第3句啊，老师说，我时时啊心诚意，哎，我们真的要心啊诚的感激呀、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啊，让我们呢经历完成的所有一切事情。让我们的经验很多，让我们处理事情啊也能够呢很圆满，所以要心啊诚的感激。那么接着呢我要在还活着之际啊，我现在是不是都还活着？那何老说我要在活着之际啊然后呢这个表达我的心意。我们都活着的时候，能够呢把这个对众生的那一种爱护啊，对众生那种这个思念啊，都能够表达出来。我们现在在生活中啊，有没有那一种很感激啊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那种情形出现？好像很少大家拢至少我们谦虚啊，
个人过法，个人过法多，就有一点那一种情形，所以要得到，要还趁着活着的时候要做就要赶快做，不然呢都来不及，所以一方面呢，我们在修持来讲，先呢认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把那个佛性能够延伸到整个空间，让空间呢都是我们佛性所在。那等到已经可以了，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所有红土，我们就可以还给天地了。那假如说没有社会人士都没有修到，没有像我们在讲的这个样子，那就贵心了，贵心知道吗？所以或者都在讲因为花了蛮大的愿要带领各位说要成佛，要明心见性，对不对？那所以那一阵子我刚前遐么跳不了，跳不掉恁大家嘛拢看到，有没有？有没有骗的很厉害变得很厉害。这时候或许也是想虽然讲安尼辛苦有一点不支持无法用我讲无要紧，我要过来，死掉了我还要再来，一定要把这个最殊胜的上乘佛法告诉大家，可以成佛的。可是我只看呢迄最上乘佛法，竟然无人摕上去听。最殊胜的那个最好的，我们佛老师说，我谢机，所以爱破病。各位要拿回去听，那个是34片跟这个形而上的道，那有在台北有3个佛堂讲解有6片CD，各位可以从里面去了解到。那个我们要怎么修的方法，然后呢到达究竟的程度，它是什么现象，都整个把它写下来。里面有在教我们所以那第3段那个第3个佛堂里面有一个前贤起来讲，感谢同一宫的前贤打瞌睡，各位听到一定很不是滋味了。我那样的讲。同一宫没打瞌睡我就不会写这一章了。不写这一章的话，不会把那个上天力宝都泄露下来。那能够看到就是因为因缘记住了。所以可以配34片的 DVD 道德经34片，然后跟这个6片的 CD 而上位置道。形而相没有写啦，只有写形而上位之道。各位有没有拿？可能有的还知道了讲有这个物件还蛮多的啦。可以各位拿回去，有空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然后拿来听，因为他告诉我们要修个安那安那修修个安那才是成就。全部呢都把它教代较真清楚啦，这样好不好？咱研究袂去用便宜啦，人要甲咱骗咱袂叮当，因为我们知道真理，真理的部分都了解就不会受骗，所以鼓励呢大家拿回去听，不赢啦就听，形而上位之道，6片。6片也是3个佛堂讲解那一章我们不是有一张讲义吗？因为我们在这边不适合去讲那张讲义，所以就在北部讲好以后把它录下来寄到我们这边来。我想讲50天大家拢听啊足熟啊，结果50天打困
一转眼啊，竟然这么快，算了，都有50天，50天了，过去了。及时啊，由衷的收声啊，谢谢你。我们就是要及时行善呢也是一样，要及时。那么由衷呢，就是由我们的内心深处，由我们内心深处啊，我们讲出来，说真的谢谢你，谢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带着我们身体啊，在凡尘流浪。我们佛性啊，带着身体啊，在凡尘做什么？我们一般当身体啊养得很健康的时候啊，就是要享受，对不对？可是呢，我们修道者啊，当身体啊已经可以很健康了，就是要度化众生，要努力的把那个殊胜佛法能够流传，这个很不容易啊。各位姐姐，是不是很不容易听到殊胜佛法？很难去听到所以我们要能够接收，然后消化，然后传播度化，能够度化众生。感悟啊，生命因果牵系啊，这个我们都呢能够这个了解能够心里有所感受领悟啊，我们生命啊，都是因果在牵缠挂碍，都把我们的幸福啊都绑住了。我们有没有被因果绑住啊？都是被这个因果这个绑住。所以我们老师讲说感悟啊，生命因果牵系。那么也是心念的累积呀，就是我们在凡尘啊，这个起心动念啊，很频繁，太容易了，起心动念啊，太容易，所以就很容易起心动念，累下来，就让我们六道轮回，有六道轮回，就有很多因果牵缠挂碍。我们现在在生活之中都是因果的牵缠挂碍，各位有没有体会？真因果拢安尼坎滴滴，这一套那种线索很难去拆开。那呢，这个心念的累积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之前呢，我们呢都会鼓励说关照念头，关照念头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是关照佛性本体呀。对那个念头的生发，佛性本体才有办法，不是佛性本体没有办法生念头，只是我们生发出来的念头都不正确，大部分呢都是自私自利，都是要害人。所以现在那个诈骗集团很多，他呢从佛心生发出来的都是造业负面。那佛要度呢众生处理生死第一个就先灭妄想，妄想灭了我们的声音就断，会生的原因都登起，然后灭到无想。想全部都灭光光了，声相的寂，我们会产生在凡尘的形象的无啦，声音断，声相寂，那个若非有色，若非无色，那个两个就变不生不灭的我们的那个真如。不生不灭的真如呈现了的完成，这成佛你有简单不？又很简单从哪里着手？灭妄想，妄想先灭没有妄想，然后妄想又尽了全都没有，它就成就了所以大部分
在修持的方面啊，都是从念头着手，知道吗？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啊，提倡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啊，就是都没有念头。那个没有念头的时候啊，那个叫无心。刚才讲过，无心就是道。无心的心啊，即心呢，即佛。那个心就是佛。你有听入去无？要听进去这个很实用拢会当互咱成就的，不找自己烦恼都没有了，所以呢，就是心念累积啊，咱就是因为累积心念所以才六道轮回。我们不要六道轮回啊，心念就不要有。那么何况善用呢？慈悲呢？何欢喜？所以这个佛老师呢跟我们讲，说我们既然有起心动念，既然凡尘呢要生活，那我们何妨就要善用我们慈悲。慈就是娱乐，给人家快乐，就是慈。然后悲呢就是拔苦，把那个苦拔掉。看众生很苦我们可以把他的苦拔掉。那拔掉众生的苦，就是告诉他，你会受苦就是因为怎么样你才受苦，这样知道吗？众生为什么受苦？就是因为造业，对不对？为什么造业？因为不知道真理。那你知影真理，就无用的。无用咧创啥？我们都很忙，在做什么？在吃饭赚钱很忙在赚钱那钱赚了要做什么？所以我们这个就有时候会觉得我们人生呢没有拿捏很正确的那个努力方向。假如说我们能够拿捏很努力的这个方向，人生会过得很有意义不会呢一下子很茫然，会过得自己对自己生气。各位田贤，自己对自己生不生气？都不生气都不生气的话，表示自己做得很圆满那做得圆满吗？也没他也没爱生气。有了道能够呢让我们永远不孤寂。所以有了这个心理法，已经有了道了已经呢知道道了道理全部呢都能够了解了，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永远都不孤寂孤单寂寞。各位单寂寞吗？因为我们可以跟整个天地合在一起，不会孤单的，也不会寂寞很充实，对不对？要不要用个那个电视的连续剧来麻痹神经？要不要？唔通比较硬硬的，等下去坐看8点档。你去看你的家己嘛家己我袂使心口不合一我要对你上天说声谢谢你谢谢你所以我们老师呢就是讲，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根源我们的根源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要感谢，不管呢陌生熟悉，或者是疏远亲密这个或者都觉得底下写的这就是连续剧啦。连续剧的编剧拢看起来咧写，拢看起来甲修出来剧情就会当吸引人你看那个剧情最吸引人，
咱即马讲咧看韩剧，是不是啊？都演内心戏，对不？啊，都是那个啊，相继跟婚礼，啊互相交替，啊就互咱笑互咱哭，有没有？各位都没有看韩剧啊？一编剧了以后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就是完成的变化了。那个无常变化，一编编剧出来，咱大家就容易来看。在天地呢造化中呢，我们原来是一体。天地的造化，那个造啊，就是从没有，然后有了；化呢，从有又没有了。所以那个造化，天地的造化，天地的所有一切啊，这个桑田啊，沧海，变化无常。那么这一些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啊，一些现象，都是啊，从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啊，呈现，整个啊，这个呈现出来。那我们啊，本来原来就是一体，我们的佛性啊，大家都是相同的，是一体的。那么纵然呢有悲呢和喜，相继分离啊，相交替，所以各位先生，这个呢都是在讲我们在生活中的遭遇啊。我们生活之中呢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悲喜，就是相继分离，互相呢交替啊。有一些这个大家新妇啊，那个都拢袂下，偏偏佫拢无做伙，佫袂使，那个怨憎会有没有？然后有一些男女青年爱甲你死我活呢爱别离，佫趁环境拢爱因分开，有没有？我们看到这个剧情的时候啊，会不会他们哭一下？所以这个啊都是世间的无常变化。那我们了解说，我们也在无常变化之中。我们要不要深入？买啦卖深入，深入拢真艰苦，会不会？现在你安尼大家安尼搞，你去做新妇会安那？这下惨了所以我们从那个文化的角度来看，有一些苦啊不受还不行受苦佫来欢喜，很高兴。所以之前后学都会讲，你若破心肝红吃，佫红香透彻，你佫都爱真欢喜，要到这个程度。这个人世间呐，真的是变化无常所以啊，彼此啊关怀、疼惜啊，绝不会放弃要彼此的关怀，这个很重要啦因为毕竟啊是一体的。现在落入现象你是你，我是我，就有分别了所以彼此呢要关怀，然后要疼惜不要放弃这个只要你有心呢，它就会改变。有一些像那个智能比较差，有没有？拢安尼憨，那个满憨而无，戆安尼足故意足调皮，足爱用欺负。各位有没有去欺负过那一种人？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不放弃因为毕竟它呈现的现象，就是因果业力使然，它的因果业力这个做得不好的时候呈现的这个现象出来所以我们老师呢说，谢你让我可以在无常的世界找回我自己。我们找回自己了没有啊？
哦，这拢无信心你看，有啦，就加水声。哦，要在无常的世界啊，找回啊我们自己。世界变化无常啊，好也免欢喜啊，歹也免悲伤啦，迄种念的就过去啊。一转眼就空了，所以努力方向还是在消除啊心力是走入无心，还没有目标有目标，无心就是道，无心就是佛，所以很容易。那么多少的胜利啊？这个你陪我经历，这个不管顺不管逆啊，是不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都一定跟着我们，有没有？都跟着我们所以啊陪着经历啊。那么知分情啊要铭记，都爱记，会记咱不生不灭的佛性呢，对咱才好，有好无？咱有咧甲照顾无？这个有拢无够力。你想讲我也无看到伊，要安怎甲照顾？那么一是我明白，说爱人呢，其实啊是种福气，能够爱人啊真的是福气啊，服不服气？爱人较好啊是万人较好，爱人较好所以真的爱人啊是福气，就要把爱心啊整个呢都这个显发，那也让我学会啊圆满生命里的圆昧啊缘起，就是要学习我们生命里面的所有事情啊，都要处理的圆满。现象呢虽然是假的，可是啊，毕竟我们在现象之中生活，所以现象的来则应啊，去则静。那应的时候呢，就是要圆满。够的话就抛开。这样呢，我们的生活呢才充满的春意，那个春天的那个温和的气息啊，就会呈现。那圆昧缘起啊，圆昧就是大意啊，缘起才开始呀。开始结婚啦，佫煞个安那？佫煞个生囡仔对无？佫煞个爱饲哦，是不是缘起啊？迄个安尼后壁一大关有没有？这样圆昧缘起了解吗？就是啊，缘起则生啊，缘散则灭啦。那我们在凡尘啊，离不开缘昧啊，缘起。跟人的因缘善了了，跟他呢结怨了缘了，了解吗？了不了解？缘好呢，还是缘起好？都好这个正确回答，不好。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这个讲谢谢你也讲了1个多小时，然后我们接着呢又回到这个《道德经》了，72章对不对？那个魏微章，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道德经》呢还没有讲完，所以要呢拍那个 DVD 啊都还没有办法整套，那个要讲完了才能够整套，还有我们《道德经》前半段的 CD 啊，已经做到第25集，对不对？那以后26开始啊，有后半套就还没做。可是后学都觉得已经不急了啦，拢无咧赶要听要看，有没有？在那个《六祖坛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倒还有想听想看，我是发现那个《金刚经》啊，听的还蛮多可能就从那个《金刚经》里面啊得到一些启发，
一般呢，我们对《金刚经》都比较熟悉呀，可是对它的意思啊，了解就不是很透彻。那个在王氏后堂讲，刚好就是以那一种聊天方式啊，把那个真理阐释出来。各位都有听吗？有没有得啊？里面啊听出来它的对我们的帮助啊，有没有？一个点点。我们就开始讲到了这个魏巍72章。民啊，不畏威则大威至。这个人民就是呢我们生啊，不畏威啊。那么以这边老子的意思来说呢，就是无大无小，唔惊所有的事情他都不放在心上，不畏惧啊，那个不畏威。这样了解意思吗？虽然它的那个文字啊是一种威仪，可是含义啊就是天地的真理啊，你都不尊重天地的真理，不畏威，那自然得大威至。那我们可以从我们那个国土啊，那个居住的这个地区啊，很多啊一些水路那个水在走的道路啊，都把它建筑剔除，然后呢种一些呢我们农作物啊收成，这是不是不畏威？他不怕这个天地之间的那个反扑啊，他就自己啊方便就好，那个叫民畏威啦。这样的话，你看灾难一来了，谁倒霉啊？就是你利用的人倒霉。几个人拢无，找不到尸体啊，对不对？那个叫什么村？小林，是不是拢全找无？人啊都全找不到了。那个就是不畏威，不畏惧那个天地之间的真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要尊重我们整个天地。这样呢，对我来讲绝对有帮助的。所以这个第一句啊，民不畏威，则大威至。那无暇期啊，这个所居，这个无暇呢是狭隘、心隘啦。那么第二句话呢，就是讲不要把我们的心胸啊，就变得很狭隘。各位心胸宽不宽广？多宽广啊！排水讲了要了解到这个心胸宽广，我们自己本身呢过的生活啊就很如意。因为什么事情呢？都大事啊化小事，小事呢就化无事，都变无事。那个就是心胸宽广。那或许以前呢，在后庙就会看假如说我们人眼睛不大，然后人中就窄窄，那我会说你的心呢不宽广，你会很多的烦恼。所以有时候会呈现那个现象会呈现目睭较细，人中较矮，人中知道吗？就底下那一条那个宽度。所以假如说看到人的眼睛大大，人中很宽，表示他的心胸自然呈现一样也很宽广。那是前世带来。我们讲乳头席的背影呀，有没有？他会把前世的因果带到这一世来。当然这一世变了，这一次你努力的时候形象会改变，相由心转，你心转了，相就转。所以只要呢，我们研究呢这个性理心法，那个最大的那个发现就是脸上的我的业障消失了，有没有发现？
发现自己的脸上哦，本来液很多哦，一下子都消失了，然后哦，那个皮肤啊会变得比较白个贴是没关系的哦，那哪不去印度啊，那个字没关系，心胸宽广很重要，帮助我们过很好的生活。心胸狭隘啊，找自己麻烦，对不对？我们在找自己麻烦，什么事你都看不顺眼，那难过的是谁啊？都是自己嘛，所以老子叫我无暇期所及，不要狭隘我们的心胸，心胸呢一定呢要宽广，无厌期守身。各位呢，厌不厌自己的生活？我是全世间，安尼活到一天过一天，这个无奈，没有？不好回答。我们很多呢就要了解到，不知道生命的可贵，不知道有生命的可以好好利用，借假来修真。所以会这个自暴自弃，对身体不爱惜。等到呢他有状况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后悔了，讲我乃无爱家己的身体，我身躯拢安尼病痛连连，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既然能够呈现这个生命，那我们就好好能够借假修真。身体是假的，天地的物质，所以公主呢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有一天一定要还给天地。那能够主宰身体的这个活性，这个不用还，这个呢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好好的把它修正出来。它没有形象，可是它能够主宰一切，能够了了分明，不奥妙我们的佛性真的很奥妙它一定要努力修持。假如说我们还没有进入状况，就拿那个不是我们回去看，不是我们有讲离身离境偷根偷尘，那可以从那个去了解说我们的佛性竟然这么离言，它因缘独立，离言独立，很超然，我们不认识不认识重视，就没有努力的去修持，就没有成就。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得知一些实际的现象，咱咧困咧厝的人甲咱叫，讲你的朋友要来找你去，无甲你罔着，你看你咧困你心无准备讲，等下有人要来找我，是安那你会起呀？有没有离身？离身离境。离言独立，我们要知道说佛很奥妙，只要你越投入修持，越研究，你就会越高兴。修的呢会越充实唔免讲看电视看8点档来麻痹神经，时间没用打发的了。各位现在时间要不要打发？要不要？哎呦，我这段时间要安那过，都安那打发了。所以时间需要打发，那表示说我们很空虚，很寂寞，拢无半项咱的迄个新闻内底拢无半项，所以就安尼真歹过，一秒一秒都很难过。那假如我们一研究到心理心法，知道整个天地就在我身上，你看哪会寂寞？哪会孤单？就充实了所以要努力过生活这边呢，所以呢这个
老子就讲无厌于受生啊，不要讨厌我们那个生在这个世间。那么夫为啊，这个不厌，虽也不厌，就是因为我们从根源里面不讨厌我们的生在凡尘。因为毕竟水有风，各位浅显，水有风土是不是无知的东西，对不对？现在的水有风在我们身上有动作无，拢有对又是奥妙。各位听懂意思吗？讲咱的身躯天地物质、水火风土、众缘集合，做伙互咱用，对不对？水火风土，伊是不是拢没有知觉性？对不对？即摆咱的身躯的水火风土没有知觉性，奥不奥妙？所以我们就是要喜欢它，不厌不讨厌，好好可以利用，对不对？可以利用借它借假，然后修真，把真的佛性修正，理想的，所以无为不厌，是以不厌，就是从根源的去他了解，各位就可以去想象，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身躯是不是袂叮当？身躯袂叮当，是不是水风土拢归位海盐对不对？这时候你看看，本来是安尼好，真好，互咱用的啦。这个时阵起来，我天气顶袂长，你就定，能不能够？拢袂当做对吧？所以这个都是圣人告诉我们，虽然是假的，可是有时候应用，我们就是可以用它，借假来修真。我们会不会借假修真身体是假的，一定要还给天地，然后真呢就是不生不灭佛性，了了分明，我们呢就真就肯定决定无疑很肯定，佛性绝对存在，绝对有没有尤其在万年放下一念的时候那一个那个了了分明那个才明显，不生不灭佛性它整个呈现，然后能够熟悉了以后，我们再做这个连通。人跟圆通一做了以后，哇，这个虚空之间，都是佛性。这个时候你静下来做，你会感觉，我身躯那里各位知觉拢甲空间合作位。有时候一到外面坐车，好像或者在台北坐捷运，然后眼睛一闭起来，那个捷运车在跑的那个声音滴咚滴咚咚。感受到说身躯那无味存那个知觉性在，这个是构成是构成。像这个39不是有个坤道来讲圣贤观吗？有没有？可以有没有去学一学圣贤观？他也是做了很久，功夫也是那个时候在做的时候，他都会打电话跟我讲，说他看到什么，知道什么。我说那个都是生灭的啦，追知道就好，知道了就好。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很多都是需要我们知道就好。那个六野收，不断百思想，那个百思想。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知道不要去断灭它，这样了解意思吗？有时候会讲的太紧头发尾才念不起来。那么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等于说这个自见啊很严重，自己的见解啊，就是那个自以为是啊。各位同学，我们有没有自以为是？会很多现象之下真正我拢用自以为是我安尼上对就是因为这样害我们不成佛。可是圣人我们就了解，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他自己知道了了分明的自己知道，可是不自见，不自己有自己的见解，因为落入自己的见解它会变成不符合真理，拢家己以为家己真对，我们最大的毛病大概在这里自己都以为自己最对。各位同学，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很骄傲？这嘛是拢无看呢，我拢无骄傲，再怎么说都没有。你假如说晚上一静下来，你慢慢的去发掘，看看你内心到底有没有？会发现那都无讲的，真的有一些都有。那么自爱呢？不自贵，所以这个很重要自爱，自己就是爱护自己，人格很健全，自爱那个公德心很够，那个社会正义很充足，那个都是自爱。可是不自贵。那我们现在自贵的太多了，从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就有财产的，就有社会地位，就是有这个自贵。所以圣人不做那个事，我们佛系不做那个事。故弃彼举此，去掉那一些不好的全部去掉，然后好的全部拿回来用。然后我们还剩下半个小时29分钟给各位问问题。各位有没有问题要问啊？要问才会进步进步得快。那是不是有几个大问题？好，请说。先开场就说近日来身体健康，大家都很关心，为民祈安，希望您早日康复，敬请多多保重。谢谢你这个关心。然后请问有讲师，第一个问题，司空本禅师说，若问佛，即心即佛；若问道，无心即是道。请问这两句话不是相等吗？有何差别？对，那个司空山本见禅师就是有一个皇帝呢派去采那个常春藤，他去遇到这个司空山本见禅师，他就问他的道，他说你是要问还是要问佛？他说佛跟道有什么不同？他说你要问道的话那个无心是道了，你要问佛即心是佛了，然后他问说那有什么差别？各位同学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刚才在讲解的时候，刚好有把它的内容讲出来，说问道无心是道。我们已经都无心，就是没有心意识所以各位同学很重要的，我们不要有过去心，不要有未来心，不要有现在心，因为我们有三心会被三世摄受，过去世、未来世跟现在世会把我们摄受，给咱吸起来，给咱吸起来，咱都在六道轮回，对不？我们没有过去心，也没有未来心，也没有现在心，三心都没有。没有心三世摄受住，迄三世拢给咱吸袂着，吸袂着，六道轮回也免。
就不用了，哦，没六道轮回，所以三世啊，已经他已经摄受不住。那我们无心，无心呢有没有过去心？有没有未来心？都没有了。所以无心，无心的时候啊，整个道都成型。所以无心是道。那问佛啊，即心是佛。佛什么叫做佛？佛就是觉者啦，觉悟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觉悟啊？就是因为啊，我们用的是心意识，是那个无常变化的心意识。所以各位要知道，心啊就是记忆、记会啊的意义啊，然后呢，意啊就是回忆，事啊就是显现让我们知道。那三个啊，它是演记而生，演善就美。那既然是因缘际会才有的变化无常，变化无常的这一些内容，我们不要依赖，不要以它为根据，然后我们来学。因为以它为根据，依赖它的话，它在变化。那它变化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跟着变？就是要跟着变。那修道可以跟着变的话，那个道就不是道。道啊是不变的，不会变的才是道。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说，那个即心即佛，心就是佛，可是这个心啊，就是无心的心，就是不是心意识啊，全部心意识都不用了，根尘相对啊，产生的六识都不用。安尼有了解无？以后再做耳根圆通就一定要记得那个心意识都全部拼除掉。听你声卖入去声的内容，你若入去声的内容，或者用心意识，安尼知？你若行入去，你分别讲这什么声对我有什么厉害，安尼叫做心意啦。所以你做耳根圆通，你敢若会当了解讲都有声，这个声想听到，安尼就好不管你是近还是远，大声还是细声，迄拢无要紧，只要不进入内容就好。这样了解吗？好，你再问。那第二题有几个小题目，后可以那个有三等亲不可当导师是哪三等亲？再讲一次没有听清楚。人家都有三等亲三等亲不可当女导师三等亲。那个三等亲，那他是在讲，这个我们这个父母是最亲的第一等，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阿七阿伯，那个就属于是第二等。第三等过来的是讲给出去那个阿姑阿金那个又再延伸下来的那个三等。可是现在或许觉得说我们好像都没有去遵守这一些规范道有人就好，办有人就好大部分呢或许是说佛性呢就是同体啦，佛性众生的佛性都是同体所以说这个这个因为会当一家人是有因缘，他会这个当因缘凑合就变成没有办法求道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或者也不会去强调说一定要按照之前我们所讲那个身家清白品性端正，虽然那个需要，可是那毕竟要自己去修持，自己涵养。好，开收。那就接下来问题就是刚才那个题目说，那舅舅姑姑阿姨可以当女导师？这个现在来讲大部分都已经不再去探讨
只要是在办道的场合啊，有一些办事人员就会请办事人员来担当了。那现在又要了解说，不是说你当了那个保师了以后，你就保证他修道很顺遂，也没有，只是占领名而已啊。各位同学，我们这个引渡众生求道啊，有没有个撮好愿力比修？没有，好像很少原来有啦，不是讲无啦，只是讲我甲你求，你家己去修。我甲你带来求道啊，你家己修，是不是拢安尼个济？对。因为讲较彻底的，讲我家己嘛唔知要哪修，我要教你。就会变这样啊！你家己修啦，就甲你带来求道啊，你家己修，大部分呢都会有这一种情形出现。好，再接着。那如果想说，舅舅不爱可以当保师，但是若是不可以自己去烧油的怎么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男女没有当女保师，可是后来修的那怎么办？这个导师蛮多了，这个很多以前很多前贤，很多道亲在工厂这个上班他的重点都不在赚钱，都是在度化众生、度人以度人为重要，所以就很努力去度人。结果因为去度人就比较这个亲近以往又比较较避暑的环境，无讲像即马的开放，你直直去找伊，像讲你对伊有意思，所以到尾来拢会结婚啦，那个导师蛮多这个现象。那因为在那个度他求道的时候毕竟还没有成为夫妻那个都没关系，无所谓的啦。那现在就是求道费必须自己诚心交付，若已经帮亲戚出求道费，那怎么办？那个功德会嘛，他功德会，他说功德会需要自己诚心交出来。那如果你帮亲戚出这些求道费、功德费，那怎么办？因为我们了解到这个功德会是关圣帝君他这个订立的。他说善财难舍我们呢自己要用钱真怕手一个都用去。不过啦，讲要摕起来做善事拢摕不出来。关圣帝君这样的话他的根基就不够资格求道，所以你若无摕功德会出来，袂使求道。以前关圣帝君是有这样的指示的，只是后来有一些讲阿公要讲功德会就白讲点点个逃出，都有这样的这个情形那个出现。不过这个在那个度的时候你可以偷偷的去帮他出这个钱，往后呢你要把这个理去跟他讲明白。说呢那个功德会一生只有一次你要自己本身出功德会不别人代替你出，而且那个出功德会还写进去表文，以后你在捐献多少、布施多少都不写的，不写进去表文的，可是那个求道就有把你的功德会写到表文里面去。是这样，还有吗？第三个，家里有人生病的话，可以把隐私的机会转让给他吗？老师在。那个，那个是不能那个样子的，不能私相授受。老师在办道的时候可以请那办事人员来担当，担当引导师可以，袂使讲我会让互你。用那一种私相授受的那袂使。好了，还有吗？还有15分钟，还有人会问无？
好，请说。同学想请问啊，同学想分享，就是说同学工作的担心，就是说会有我这边用的经验，就是说我在佛堂里面做了中间，先我跟家里家长跟帮助我的，同学很喜欢在佛堂里面做，他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好。因为那是在我们上课前，同学呢做的跟别人就是做一些帮助，帮助后学可以知道说提到我的那种感动，那也是先我家里下课，所以说同学想说，因为我们赚的先少，那后学有默默的在心里，如果说有顾客一定要讲出来，这是后学。周末，所以我跟大家分享。那还有就是说，或许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做业务的人，都会去发现里面啊，就是说，去跟人家讲业务的事情，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赚大钱。那这样的话，算不算是一种叛逆？你把那个这个修道的情形跟你当这个职业的情形，把它混在一起，应该把它分开了。探集的是探集，然后修道就是修道，是两个方向，不要把修道跟赚钱混在一起。赚钱是我们这个完成的一个小环节、小事情啊，可是那个办道是大事情他要把那个办道的看得比较慎重一点。还有吗？想不起来的问题，所以就是说上次有讲师有说嘛就是要练自己的佛光亮不亮有没有？真的去找那个小伙来试验啊。结果小伙是整个是很无奈的同学，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因为后学不怕我，然后他那只狗我怕后学，所以用很无奈的眼光你在做什么？你怎么去找认识的呢？找认识的不算啊。野狗呀。可能是你太胖了。那个倒是蛮可以，我们自己可以去体会的。因为狗眼看低啊，狗它有阴阳阴阳眼，它会看到又名鬼魂，也会看到仙佛。看到仙佛那个狗就尾巴一直摇，很高兴。他看到鬼魂，他会吹高雷。所以我们以那种它的那个功能来试验我们自己本身佛性到底有没有亮？求到了以后我们那个玄关就好像那个小香点燃了那么一点点亮，那个就表示说已经玄关已经打开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事业的话，因为都还没有发得很亮，所以那个果它倒不会说那个尾巴一直摇不，你都看到一点啊尔，风景更了它就会摇得很厉害。那假如说只有一点的话，它只有看着。然后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果的，有时候看它的那个果的品性，一看狗就你就知道这只狗是善良还是恶狗，还是迄款迄款无奈野狗。然后我们那个是以就是一种生活上的体验而已啦，不一定说完全都正确啦。只是讲咱有做善事，有根各有根，迄狗伊自然的它会自然反应，它不敢看，然后会转身，
然后尾巴会扬，就表示说我们有性光啊有，然后那个善事有，这个就是只有这样子我们可以自己感到安宁。那假如说我们都已经很郑重的那个放之性之光对他看，然后他也很野性的那个眼光对你看，那就表示你这个佛性没有亮，而且行善也不够，他才会那一种不屑的那种态度来对待。还有吗？还有10分钟。好，说。好。我有一个问题，要有2次，就是说偷跟偷藏是两只都会提醒到这个偷跟偷藏。或者有一个想法是说，如果正好或许他骑机车，那遇到人家违规或是闯灯，那我们遇到危险了，我们有时候会说直接看到他这样子不对的做法就去生气。那或许就想说偷跟偷藏，那这样就是会比较会远离那一个，那或许我会告诉自己说，你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你告诉你自己说，好比说，这是猎狗是，你应该要正说一点，就自我鼓励那就会比较，就是你转念头，你转念了就会改变，就会比较，就是会改变，或许不知道原来是你是转换职业去当警察的吗？才在抓违规，那违规跟你有什么关系？那个我要到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在这个讲解偷跟偷成离身离境，那个是在说佛性的那个本体，要我们体会性的那个殊胜，就在于离眼独立。那我们所有的这一些对社会这个看不惯的行为那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社会正义，那个跟着佛性偷成离身离境它没有关系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个是社会正义就是你违规安尼危害到旁边善良的人，那个是属于社会正义不属于我那个偷跟偷成离身离境的范围，了解意思吗？我们呢在讲偷跟偷离身离境，重点是说，因为佛性都没有形象，它离开我们的身心以后，它是呈现什么样的状态？让我们去体会，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体会出来才会说，竟然没有形象也能够呈现功能作用，就是那个知佛的那千里大用都会呈现，是这样子的，所以你都把它混淆在一起了。还有吗？还有5分钟，有没有问题？有疑必问，疑问就是解啦，解，你有疑问无问迄个拢拍掉的。好，请说。刘老师，很高兴而且就是看到你的状况这个跟以前差很多，现在感觉就很健康。不然从侧面有可能现在也所以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所以讲师身体非常状况很好，我在这个台下也很提醒我们。那或许想要提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前就是有些节日训就是比如说有位先子他500年他是一人先子当然来讲的话，就是说，不管他转了几次，后来就是有得到。那当然来讲的话，就是说，或许在500年前是南极仙翁的先子，那可能我们是大业来那后来就是有得到回归本位。但是不是说，可能就是说学校，比如说几年级比如说国中、高中毕业，他可能当下在求学修成的就是国中这个高中毕业，或许觉得说我们来这个时间也是在做这个修学分工作。那后面请问一下，就是有关这个回归本位，这个解释一下。这个当然我们能够回归本位是最高兴的事可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中间的过程我们已经这个离开这个本位太久，而且我们下来完成也已经经过非常多的那个先动，他也经过非常多修持者的那个指导教导，所以我们假如说光用回归本位的文字来说，我们是回到哪个本位呢？假如说以往陈景南当过那个南极老仙翁的仙童，那你回归本位就回归到南极老仙翁仙童的身边，那可能是只有中间的过程。那假如说我们是回到就近，就要看那个诗篇跟这个形而上的，这个它是已经到达本际，就是到达这个无知无觉。那无知无觉不是文字的意思它无所不知无所不觉。不管是几千万年的事，之前几千万年之前，几千万年之后，你问他都知道，那个才叫做本际，已经回归到本际。所以或许有看那个华严万华庄严，那个释迦牟尼佛从出生一直到那个太子，然后呢从那个皇宫逃跑去修道，然后成佛一直涅槃，然后呢那个本纪又讲。他说从出生一直到涅槃不动分毫，一分一毫非常小，他都没有动那个才叫本纪。所以佛世现在完成是无量无数，一直在世间，一直在度众生，非常的久远。可是他回到本纪他是如如不动。那我们要知道说，能够回到本纪像释迦牟尼佛这一种状态，那要经过最少3个阿僧祇劫的修持就是非常久，爱经故叫我都习惯这个程度。那我们现在呢，最重要的就是说离开六道轮回，就是不要在六里面受苦，先离开六道。那离开六道以后，我们超出3界，没有在欲界、色界、无色界，没有。那没有了以后，我们又回归，像我们从无极、太极、两仪、四象，从无而有，这样呢形成我们整个太阳系。然后我们现在从有而归到无，归还到原来，到达我们原来的状态。那个回归本位是回归到我们就是还没有入六道之前的状态。那六道轮回以后哇，那个就没完没了了，很多非常多。
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说，光一个回归本位啊，就有很多的位啊，让我们回归了。那真正的能够到达究竟呢，也受证者也有告诉我们，要怎么做了，只是那个方法都很困难。那或许有把它稍微就是有看就把它讲，那个14片的 DVD 跟那个形而上的道，就把那个要怎么样回归到我们本位啊，把那个最原始状态的状态讲出来。那希望我们能够也这样去做，去做的话，起码我们可以脱离凡尘的这一些所有在讲中间构成的纠葛，有一些中间构成来讲我这上好，我这来对我上在感悟上对的那不知道说还有更高超的更究竟的，那或者是有看到因为有长时间的去接近了这一些佛经了接近以后把这里面的精髓最好的把它呢摘录出来。下课超过时间，各位点爱师、各位讲师、各位天贤，大家好。不学占到第4德，劳天贤大德。及呢，感谢各位天贤以及学机会学讲。我们的这个道德经也已经讲了有2年的时间，1年六祖坛经1年，这个时间呢过得就是蛮快的。我们讲到第73章天网章，对不对？这个天网，就是在讲这个因果，是一个绝对。我们修道呢，最重要就是要相信因果，知道的因果定理，不会说这个没有看到的事情它就没有因果，不会的，这个因果是一定，所以讲这个天网恢恢呢，就是而不漏，那我们只要是相信因果，就不会呢这个做坏事。因为孔老师就有这个特地讲过，说慎终追远，明而归后。那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终点，都有它的结果。那我们呢只要追到它的终点，它的结果，一定呢都不敢做坏事都会呢做好事。可是我们现在把那个孔老夫子所讲的因果慎终追远，我们只有用一篇就清明的时候去扫墓一篇，当然那个圣人所讲他是每一天都要用，每一天呢都要慎终追，不是说只有清明所以这一章这个天网要我们了解就是因果定理。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这个呢老师在讲说我们勇于敢，就是对一些呢不合道理、不合真理一些事情我们都没有在心中很谨慎的去注意就是把自己的那一种这个不计不算计道理方面的那个勇敢把它拿出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勇于敢所做的事情都不负而真。
那不符合真理啊，就会被这个上天所淘汰。所以老祖讲说勇于敢则杀，就是杀掉我们的这个法身慧命。所以要了解到这个勇于敢，各位了解意思吗？勇于敢，比如说呢做小偷、做强盗、杀人放火，假如说在这方面我们勇于敢的话，好不好？不好。就绝对不是好事一定是坏事。所以呢，这个我们不要在不对的方面去做那个勇于敢则杀的事。那么勇于不敢呢则活。这个勇于不敢就是非常的审慎，非常的注重真理。所以只要是符合真理方面，他说就是呢勇于不敢，就是不敢去做，不敢做一些坏事。那不做坏事的话，就能够跟天理相合。所以勇于不敢，这样呢就能够活命下来。所以这边呢就讲说勇于不敢则活。这两个是一个对待，一个勇于敢，有个勇于不敢。各位了解那个意思吗？它文字不会很深，就只有告诉我们要符合真理的才做，不符合真理就不要做，这样对我们就有那个利益了。那么此者后利后害，这个勇于敢跟勇于不敢有利跟害。那对我们在生活方面有帮助的都是算我们呢这个符合真理去做，就是勇于不敢，这样呢就能够跟真理相契。那假如说我们都没有忌惮，就是心中都只有自己的那个见解，自己的主张，都不管合不合真理这样的话呢就会被上天淘汰。所以是两者利跟害，害呢对我们这个法身慧命有影响。那么天之所恶实之以故，上天呢所讨厌的我们知道的原因吗？各位天贤，上天所讨厌所不喜欢的，我们知道它的原因吗？都可以知道只要是不符合真理只要呢不利益众生，那个上天都不喜欢，对不对？所以天之所恶，天所不喜欢所讨厌的实知其故，什么人知道它的原因呢？这个就告诉我们要去追求追求呢这个上天这个喜欢跟不喜欢的喜欢都是善，不喜欢就是恶。那只要我们都呢能够行善那就对了。那么是以圣人犹难之这个连这个圣人已经有修的人，他对这个上天的喜欢他都还不是很了解透彻所以呢犹难知就是难以知道上天的喜欢跟不喜欢可是只要我们能够引申推敲，把真理引申把它推敲就可以天呢之所喜欢跟不喜欢。那么天之道呢不争而善胜，这个天道不争，上天会不会跟我们争？不会，天呢都不争，
天道不争啊，所以我们只要呢走路啊，那个天道，我们一样不跟人家争，不跟人家争的话呢，都能够从佛性啊，这个生花。那从佛性生花呢，全部啊，都是复合于真理，都是善，所以不争啊，可以善胜，都胜过于我们的。我们在争呢，上天呢会作对，那我们全部都不争啊，复合真理，那个就会啊，这个能够理想呈现呢，所有的这个事情。所以啊，这个天道不争而善胜，这个是很理想。那我们在生活之中也是一样，要呢把自己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能够启发应用，然后呢不跟呢这个我们周遭所有相处的人去争。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争不争？倒是很不好回答我们很容易都不知觉就会落入那个争，就会跟人家呢争啊，一个就是面子，争面子，有没有？都会有只是不知不觉而已。可是我们要了解到一落入这个争就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虚伪，就是作假不是很淳朴的。那假如说我们都不争呢，就很淳朴，从那个佛性出来，从佛性出来各位浅显有没有见过？他的所有作为都从佛性出来，有没有？都没有见过吗？那个呢，所有作为都从佛性出来，那个很淳朴、忠厚老实啦。我们只要看到某某人很忠厚老实，大部分呢，他都是从佛性本体然后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他都呢很理想，不会呢跟人家结怨，也这个能够呢利益别人，他自己吃点亏都没关系，有没有？可能我们都不肯吃一点亏了。所以都不好回答。那我们要了解说，在生活之中，我们呢都这个心胸很广，生活呢都不跟人家计较，都不争，这样呢过得比较如意，好像那个天堂一样，生活就在天堂，所以呢天道不争而善胜。然后不言而呢自厌，天地言，它只是呢会应了我们众生的那个需求，所以这个上天我们要了解到自然运作都是很理想，从真理发挥出来。像说白天黑夜春夏秋冬。我们有没有听上天讲话？自然而然都出现，对不对？所以上天不言而自厌，都不言语。那我们假如说人心都很善，那有需求，比如说缺水了有需求，那上天就会下。对不对？没有改变你看现在泰国不是都淹水吗？而且还没有退的那个迹象，大家都浸在水，这样的怎么样？很痛苦那个都是共业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么大的灾难
而延续那么久，都是工业形成，就是心地不很好，才会是一个果报呈现。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台湾呢，大家心地都很善良，我们呢没有种的一些水果，没有种的东西外国都会送回来给我们用，幸不幸福啊？很幸福。那个也都是行善的那个果报，大家呢都很肯这个行善，最起码呢心地里面都很善良，所以那个老外人士都会说，我们呢就是不会排斥，他们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好去对待他们，他们都觉得很温馨，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就是共同大家呢从心里面呢发挥，所以上天呢不也，可是呢都会应，会自应，那我们今年本来有很多的这个台风可是都转向，有没有？都转到别的国家去了，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那一种锐气可以冲天。那只要锐气冲天呢，那个灾难都消失，就没有了。那假如说我们呢，这个暗多吸力不好，那会累积一些灾难，灾难呢就会形成每一个人呢都有一股气那好心呢就是锐气，心地不好都是黑气，那有黑气就害了我们自己，都是灾难。各位有没有感应假如说我们更能够深入其中观察，看看那个药呢，那个大拜拜的那个日子是不是大家都在杀生？大家在杀的各位可以观察，本来天气预报都是非常好的天气，可是呢，真的到那个时候都是阴惨的。为什么？因为杀气很浓，上天呢不忍所以天拢未做代志，以后万物一直生不息，所以生就是天之德。那我们杀生就最残忍，把那个天德整个都消失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心地不好或是杀生，都会引起灾难。各位了解吗？之前我们没研究的话，可能都还不知道。那现在我们研究以后，我们再观察，是杀生的那个日子，一定呢残淫丑恶的，都是不好的现象呈现。所以呢，我们就要培养都呢不杀生。不杀生，当然我们就不养对不对？可能呢，各位家里都有养，有我饲一大堆，要来维持，所以不好为愿。那么下呢，不招呢而自然，这个不招，我们不用呢去招。它会自然，白天黑夜春夏秋冬，我们呢招呢，它都会自然，自己就会呈现，这个是自然，道的自然。那产然呢而善谋，这个产然就是各位浅显，这个上天雕琢万象，就是雕琢的
都很精工，雕琢得很漂亮。哦，甲咱每一个人去看，拢雕琢啊真水，有无？没有？嘿，这上天雕琢大球啊，雕琢的这个那个外面的景象，都雕琢得非常的让我们看得很舒服。那个呢叫产蓝，而善谋，就是呢上天会把每一个东西啊，都有它的那个作用，都有利众生的地方所在，都能够给我们众生啊好好的生活，能够呢安居乐业。所以呢，我们在这一些自然啊现里面啊，都不了解说上天呢产蓝而善谋，上天有没有在善谋啊？有没有？有没有落入痕迹呀？都没有落入痕迹。了解啦看看我们每一个人呐，那个脸，那个形象，是了这种雕刻到真水，有没有？一直都直直咧雕刻。囡仔有囡仔的形，囡仔面，较大汉有较大汉的形，较大汉的面。即马来青年，就中年，就老年，刻到尾各位假如说看看老一辈的这一些这个棍道，那大概是必感欢喜啊，有没有？有咧刻啊无？这个呢，我们都没有去观察，不知道天地之间呐，那个产蓝而善谋，都一直雕刻万象，外面的景象也是一样，一棵那个小的树啊，一生花的时候拢是刚刚见了，可是呢，经过年岁你看我们那个同一宫那个中庭中庭不是有那个好像椰子那个那个树嘛，还有几盏楼啊管，3盏有3盏楼啊管，20几年啊，20几年啦，20几年3盏楼啊管，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也是产蓝而善谋，只要我们呢这个照顾那个根头。来顾好，伊就直直大，一直长高，非常好看。天地之间自然而然，产蓝而善谋。那么天网恢恢失而不失。这个老祖讲到最后呢，就是跟我们讲，天道都自然。然后我们呢，在所有的这个自然中就是不要违反，不要违反自然，都按照自然。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有灾难，就不会有受苦，所以就能够安居乐业，能够呢很快乐的过生活。但是呢，这个因果就像我们唱那一首歌，谢谢你，我们呢感悟人生因果那个牵缠有没有？都是心念的累积呀，所以老师在很少的文字讲出很深的道理，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感悟、感觉、领悟人生因果牵系，牵着我们把我们绑住了，你看咱甲咱一家人安尼做伙的时阵有绑做伙无？拢绑做伙对无？有互相照顾无？有山内底咧结缘无？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太近的容易摩擦，一摩擦了以后
互相就会有那个主见发出来，心就不好，会落入因果，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家人呢，也都是因果相聚有因有果，我们这个缘起了，就是大家拢做伙一家人咧生活，缘灭了，就是讲一口气拢无来气拢搬煞转去缘灭，我们都一定要经过了，缘起缘灭，所以我们在活的时候一定要互相照顾，你看我们生病了都是家人在照顾，对吧？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就要做那个互相照顾的工作，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安尼温暖自然就会产生，然后呢就会很肯为对方牺牲奉献。我们有没有去做一定无的啦，无一个甲我引诱一定拢家己顾家己我们这个社会就越来那个独立的那个声明显，然后家己顾家己就好，这样不好一定呢要照顾到我们家人。所以我们看，假如说这个小孩子一出生家道呢很兴旺，直直趁钱大家还真和，那就是来还债。那假如说一出生了以后直直半病带去病院先看，直直用钱那就是来咧偷债。有没有去体会是不是安尼？拢是安尼所以有的安尼囡仔就生好安尼直直做直直做，有的愈坎坎坷就两个方向。那我们不管是善缘是恶缘，我们都要很圆满的去接受。所以之前呢，或者都讲欢喜心甘愿受，有没有？只要我们培养欢喜心甘愿受，所有的因缘都会了掉。那假如说我们呢不甘愿也要去解决问题。可是因为我们不甘愿那个债没了掉，没有了掉还在啦，还在它过了一段时间换一个形式又找上来了。那找上来我们又不能不处理在处理的当下又是不甘愿，没完没了那个永远在。一生呢都很坎坷，这样好不好？这样很不好所以我们遇到一些不合理的我们一样欢喜心甘愿受，那就回想，可能我以前世也是不合理对他，现在他回报过来了，对我不合理，所以就不要不甘愿，就是要甘愿。所以了解说我们在凡尘的作为可以改变我们很大的命运所以最重要就是要相信本身就是佛我们的心就是佛，心外没有佛所以不要向外去找，一定要向自己的内心找。各位有没有向自己内心找佛有发现有发现自己就是佛了吗？所以不要高推圣境自居悲屈，因为我们本身呢十方之佛全部都一样都具备全体大用，只是我们的心那个念头起歪了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我们才没有成佛。那假如说我们把这些去掉，把这一些自私自利去掉，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个佛菩萨的领域
那活菩萨呢，都在真理里面啊讨生活。我们现在在哪里讨生活啊？名利，对不对？我们在名利讨生活，追求啊名，追求利，追求财产，追求有形有相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大部分呢，因为看得见嘛，用得到啊，很明显，所以就会追求这个财产有形有相的东西。可是我们一口气不来，我们所追求的东西要送给谁啊？要自己带走吗？带不走的，对不对？自己带不走，要送给人这个不用你送了，人家自己会拿。人拢家己会摕啦。这个事体啊，无迄个亲情，这物件拢比我的啊。所以我们在凡尘啊，不要做那个财奴。生活呢，能够过得去啊，有通啊吃，有通啊穿，可以啊，遮风避雨，唔免伫外口落雨，安尼就好啊。安尼容不容易？很容易生活，对不对？因为我们的需求啊，很低不高，所以很容易达到，很容易满足，就很快乐。那假如说我们呢，一线条一线，一直累积啊，有满足的时阵无，一直无的对无？一线要到两线。直倒，倒过较济，还佫无够，这样呢，就生活在那一种很不如意的那个现象之下，一样啊，一天过一天，很快，世人就过去啊，对不？对不对？大家可以想咱拢有会有无？你一定坐在底说，还是你咧误会，我也无。可是只要时间经过大家拢同款拢会误会啊，刷落去骹手啊就无灵光真紧啦，一世人就拢过了。可是我们在一生啊，将要结束的时候啊，会后悔。我无认真修道，我做唔到啊，就来不及了。所以在还有气的时候啊，就要赶快把我们佛性啊，第一个先启发让不生不灭真心啊能够都出来，然后呢，第二个把它延伸到整个空间，整个空间呢都是真心佛性。这样我们这一生啊就有价值了。以后啊，我们又可以跟南极老仙翁呢在一起啊，来欣赏整个天地的混沌，安尼好唔好？唔通讲人老起来，老仙翁伫咧欣赏第8次啊，对不？咱呢，抑佫伫咧六道轮回内底，伫咧受苦，伫咧无受啊。也无法度家己主宰，这样就不好了。而且这个时间啊，没完没了的。这个无始以来啊，开始就没有一个头，也没有一个尾啦，无头啊无尾。所以我们佛性啊，它没有生也没有灭啦。咱知影咱经过几世人啊未？那个谢谢你，不是老师有甲咱讲，累劫累世，累劫是轮回啊，累世是六道轮回，所以六道轮回跟12缘会啊，我们都经过，可是我们都没有印象啊，各位有没有印象？咱经过几个缘会，咱知影无？拢唔知。老师都甲咱讲深信人生可以那个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咱拢记掉的所以
咱也拢哦袂记啊，袂记要紧，迄袂记好袂记的。咱即马为真理啊来延伸、来推敲，为真理来研究、来了解。讲原来我经过的原会就遐久，一个原会12.9万年，6万年啊没有形象，都是在整顿天地。6万年有人物啦，有人，人伫咧内底伫咧6道轮回，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6道轮回里面已经够久了，一旦拢有德，有道德，然后有邪善，一旦做人，这原会咱10岁来算。60岁都一家子对，咱一家子都无夭寿啦，就可以死掉了，老一辈都这样讲，有没有？没有听过所以老辈拢讲要活过60岁，一家子不能少于60岁。那我们60岁6万年有几世人？多1000啦，1000是拢爱做人咱若出去做鸡鸡伊一世人偌久？3个月还是4个月？咱若出去做鸡，哇一个原会内底都毋拿1000啦，都几啊千是安那会去做精神？因为我们呢，在不知不觉之中呢，有这个欠人家的钱没还，有歪心去要人家的钱，那个都不正确啦。这个天道天网恢恢，不是说我摕来用，我拿来用不用还，天道会理怎么还啊？会替你安得好好的。出生鸡的话4月一生。猪呢？多久？猪不知道不到几年出去做低也给你。那可以卖多少？4000，可以还4000块。那做牛嘞，牛可以活多久？12年。那可以卖多少钱？几万。还较紧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绝对要清清白白。在凡尘做人要清清白白，袂使爱人的钱无爱爱。我们才讲第2次呢，怎么会没声音的？各位有没有感觉说？这个50天以前跟50天以后有什么差别？可能各位心里都会想，我拢赶快，我无差。可是我们要了解那个这个慢慢的一天过一天这个岁月它都不等人的一直来经过，而且是很快。那我们的这个形象，可以理解，或许50天前跟现在50天以后有没有一样？哪个地方不一样较老比较瘦还是比较胖？这个乾道说比较，坤道说比较胖，
所以这个观点哦不同。哦，那我们了解到哦，这个瘦啊跟胖，这个都无关紧要了。老先生说哦，人怕出名啊，猪怕肥。啊，你吃真大块，都要抬啊咧。哦，所以啊，那个猪吃的太胖了，哦，都会再抬，所以它的寿命啊，就要结束了。然后我们要了解说，哦，一再凡尘有现象，都是短暂，哦，很短暂的。我们哦，就不要住在形象，形象的变化无常，都是假的。我们一定要着重，我们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哦，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呀，各位启发了没有？啊，那你再说一下，还不太肯定哦，你在西洋西，是不是这样？所以哦，一定要自己哦肯定哦，能够呢万念都放下哦，一念不生。万念呐，那个都是妄哦，它万念一放下以后啊，妄啊就已经啊尽了。它妄尽啊，真啊就显，真就显现了。那我们的真啊，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就是真，没有形象了。可是我们可以啊，很亲切的哦去体会，这个就是我就是哦很灵敏的知觉性哦呈现啊，所以万念都放下。哦，一念不生，不要有念头，有念头那个妄哦，它没有了，没有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佛性本体啊就出来，它就出现哦，就有了哦，我们要认识哦，我们自己真的哦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本体，那个时候啊，就已经呢哦呈现，就是哦放不下了。我不是万念都放下吗？对不对？那我们自己本身不生不灭啊，佛性本体哦，再怎么放，它都放不下，它都在，常住不迁，伊拢伫咧，搁较放哦，伊拢袂无去，拢伫，迄个就是啊，咱要找一个，啊找到咧。可能方法错了才点，我都唔是安尼咧做，是吗？一个点，我伫你要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只要你有空闲的时间，不拘形制啦，你要来要倒咧，要安那拢无要紧。拢会当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也不拘时间，什么时间会使，也不拘地点，什么地点拢使，拢会使做啦。你看，这么方便，佫这么殊胜的佛法，佫会当互咱佛性拢出来，佫会当互咱成佛，有赞无？足赞这若无听就怕啥，对不对？你无听都唔知啊，要安怎做佛都唔知影，佛是生做啥款唔知影，你若来听讲，我会详细讲出来，咱的佛啊都是啥物款，名无相，因为呀无形象，没有形象，所以就不会生，也不会死，没有生死生灭，所以啊它常住，永远都在，它如如不动。有没有？有体会了没有？一定要深入其中，我们体会的越深呢，我们佛性就越呈现。那一直呈现佛性这个身体呀，所有风土、天地的物质啊，众缘际会借我们用了，我们就还给天地就好了。要不要还啊？
这个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去保养，不管你怎么样的养生啊，到最后一定要还给天地啊，对不对？没有人说可以不还的啦，没塞不还，一定要还。可是我们在还没有还之前啊，要赶紧赶紧改修炼那个不生不灭的保险本体啊，会当出来，会当互咱掌握。你看水火风土，咱身体这个形象物质啊，就是水有风土，水有风土都没有直觉性，对吧？水有风土有没有直觉性？咱若对水有风土来个拍，伊会听不会听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现在我们借假修真，借假的身体啊来修真的灵性。这个灵性啊能够修正了以后，我们身体啊还给天地，水有风土好了，拢海里，无关紧要了，然后呢活性啊，我们可以主宰，时时刻刻啊，都要分明，有没有啊？假如说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起心动念你也去探那个已经在造业啊，起心动念是造业，造业就要安那？对，就是要受苦。咱受苦甘不甘愿？起心动念的甘不甘愿？起心动念很甘愿的，受苦很不。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因果不一致啊，受的苦啊是从起心动念来，所以我们就要把那个起心动念也要去掉。日常生活里面啊，就是没有念，没有念就叫正念，没有念就是有这佛知佛见，佛的知见安得爱时时刻刻都培养佛的知见。那我们呢？平常的起心动念就众生，我们就是众生的知见啦。众生的知见会成佛吗？一定不会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众生的知见放下。放下了以后我们要生在凡尘的原因消失了，就不会生在凡尘。生在凡尘好不好？要受苦。所以不要生在凡尘，不要生在凡尘，要自己努力啦。我们要自己努力。无咱来业地情讲我都无爱生在凡尘，有法度无？业地情去做啊，一定甲你杀来还定出世。无撇袂了，所以才有一句讲：众生百千劫啊。所作业不亡，因缘会易时啊，果报还自受，有没有？会记哩未？爱甲会记的，因为记的能够家己听。经过百千，就是足久的时间。咱所种的业啊，伊拢袂是，所以唔通种。种的就要去接受啦，拢莫种。因缘会易啊。缘度缘聚则生，缘散都灭，因缘会易啊，果报还自受。家己种的就爱家己来接受啦，迄拢刀撇袂掉，一定要自己接受。所以我们就从因把它断，生因把它断。我们生在凡尘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刚讲吗？起心动念念无明就生三系，性业为业长六出，有没有？拢有印象嘛？我们这个道德讲完了，就要讲楞严经，楞严经里面就有详细说了。有准备要研究没？有先看一看没？看得懂吗？
这个叫似懂非懂，有啦有一点仔捌，但是无讲全捌，我们呢都深入呢，这个研究，我们呢不生不灭性本体，能够生活得很理想，又能够脱离苦海，又能够呢救度众生，不好，非常理想所以这一篇这个天网天网恢恢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相信因果，一定不造因果，因果没有了，我们自然而然呢，就解脱了。希不希望解脱啊？都很希望，对不对？那以往我们那个希望那个动力是在哪个地方？希望仙佛帮我们解脱，对不对？有没有？上好仙佛那个神力无边拜托，给我解脱，我伫凡世间咧受苦，有没有？有没有在凡尘受苦啊？凡尘都是苦，而且这苦还把我们写在脸上，有没有？这个眉毛就是草然后这个你看鼻子跟那个我们眼睛一写下来，就是十字然后一个嘴巴，一个口，是不是一个苦啊？给咱写啊这明这个惨然而给咱让咧写啊这明显，个大家拢没有一个不一样的有没有？有没有看到那个不一样的？那个面孔不一样的，也面孔不是写苦啦，是写别的字，有无？没有。我们假如说看到那个面孔没有写苦的话一定可以买票去观赏。那我们接着讲这个第74章这个厮杀厮杀章，这个厮杀呢，就是有那个造罪了以后被那个法立法的法，国家的法律或是天地的是一些这个所有维护正义的这一些神明这个厮杀厮杀章所以呢我们研究这个厮杀民不畏威，是不是这边？对民不畏耻奈何以死去，对不对？这个呢就是厮杀章。民就是众人不畏死，为什么不畏死活到无意思，对不？他活的整个那个意义都没有了，活在凡尘的那个整个理想都消失了，所以他就不畏死所以我们假如说遇到想自杀的人，你要劝他不要自杀，很困难，对不对？有没有遇到过？伊若想要自杀，你去甲伊劝讲，我唔通啦，唔通啦，唔通自杀，很困难，对不对？都没有遇过没有遇过那最好啦。上好就是讲拢捌拄到，那有咱拄到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人那个求生本来都是很强。那既然会想死就是求生的一些希望都消失泯灭，然后呢所有的现象他都已经不欣赏
已经不喜欢了，所以就不会死啊。没有知道说这个人不会死的话那个哀大莫大于心死啊，心已经死掉了，所以那个是最大的悲哀很悲的事情啊，就是心已经死掉，所以这个讲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之？这个就是讲那个领导者，就是统治国家的人，用死来恐吓百姓。他已经都不会死了，不怕死了，你用死来恐吓他，有没有效果？就没有效果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统治方法。就是那个法来管理人民的法，管理的不理想。所以这个老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自己来管理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就是最理想。各位先生对不对？家己管家己上理想啦，而且是管得最好，会当管较上好，落犯罪，袂贪嗔痴都是家己管理家己，那个最理想。所以老子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自己能够管理自己，能够启发我们普的那个自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就不一样。那么若死人常未死，而为其者假如说死人常未死，人拢安尼真惊死，这个倒是我们一般的常情，拢会时刻刻会惊死，安尼他呢就不敢为其，惊死伊就唔敢黑白做，对不？那个而为其者就是黑白者啦，伊若惊死就唔敢黑白做，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老子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都爱惜自己的那个生命，然后呢不敢乱为不为其。那么武德执而杀之假如说用黑白做，我就该抬掉，抬价价高是不是这样？所以老子的意思呢，就是要我们从根源去了解，那从根源来这个建立我们的人生观，为讨会当爱惜自己，属感。老子说，假如说呢，他能够重视自己的生命，他就不敢为非作歹。那为非作歹呢，要把他杀掉，那谁敢为非作歹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不会深讲到拢真白话。那么常有厮杀者杀，这个老子讲说常有厮杀者，我们国家有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法律也有的刑度，讲给你关几年，然后无期徒刑死刑，有无？刚好这几天的报纸就是说希望废除那个死刑就是卖有那个死刑。可是我们一般都希望还维持在有那个死刑，伊若做到这样是款，爱互伊离开原世间，对不？不参与意见。所以这边老子的意思呢，就是讲，我们就是要在凡尘要利益众生，不要为非作歹，
不要人啊，看了都摇头。我们有没有看人家做事啊，一直摇头？一定是有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摇头？就是他做得不好，他希望他改过。像我们啊，面对那一些诈骗集团，我们对他们是不是摇头？安尼年纪轻轻的也不去探钱，拢安尼，都是要想歪头脑，要人家的钱，后就是要做啥？用关系来用对无？爱害啊咩？伊唔甘愿害对无？上天会安怎互伊害？叫伊出世就精神啊，对无？对不对？所以唔惊你害啦，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唔害好，安尼你去出世做精神啊？你若讲较接的，只加300块啦，3个月、4个月300块，你害300块啊？你若讲侵，个诈骗3-4千万，安尼都要偌久？你啥无迄个期间啊袂记你偌久啊？听后面啊还要出来玩世间，去做人的时阵啊，是毋是戆？到处是拢知影通食好肥通红牌啊，对无？对不对？是安尼，紧食好肥通红牌啊那我们要不要食好肥？那样子我们食好肥是健康。唔是要食红牌，唔是要千金红掠一枚，所以要了解到，那个上天不会说你拐骗人家的钱，就让你逍遥自在，无迄个代志啦，绝对爱害啦，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他会讲，一失人生啊，万劫万劫你就真恶悔你的身躯。要搁做人啊，真困难。为什么？是拢咧共骗人的钱，所以防坑这诈骗者啊，一定要知影因果，知影道理。上天袂讲放互你安尼逍遥自在，绝对有迄个报应，只是时间早甲晚安尼的差别。一世人无，后世人。搁世人，搁后世人，要还啊，绝对要还。时间是毋是安尼无完啊无了，对无？这个缘会129600年，你做人的中间，有6万年，6万年中间你还袂了，无要紧，这个缘会过来，下一个缘会啊，又有6万年，你再来还，再还不完没关系，又有下一个缘会。这样了解吗？所以要不要骗人啊？就不要清清白白，唔免讲骗嘛会生活对不？而且要生活个真好啊，跟那天堂同款。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凡尘事啊，无记得讲安尼，免费的午餐，是不是安尼？姐姐都免拿钱的，拿了呗。所以我们就不要有那个侥幸的心理。侥幸谈的话，所以我们老一辈会讲，哎呦，要赢然后接着2个字呢，失点，对，妖鹰的失点。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我们在完成了，不要做这个事，不要也不要懈怠。所以常有失杀则杀。他说呢，国家的法律他定出来，拢全犯罪判无罪，
今嘛都安尼一般吼，不是很社会正义啦。都犯罪吼，法官一个判，拢判无罪对吧？那个哦，他红判无罪，我呢唔免欢喜，因为施杀者啊，不是只有政府的王法，是干那法律尔啦，是不是还有天地之间的哦，在白无常、黑无常，有没有？他们会不会执行啊？那个杀戮，你很可恶的话，拢做派还杀了呗？那个施杀者就变成那些天地之间那个执法的无形的东西在做施杀者我们就是了解，不光是咱社会法律所以讲这个有钱就要生，无钱都要买死，不是这样要了解到那个施杀者伊伫咧等咧甲你等待。我们有看一片那个第六感生死有没有？伊毋是食钱有无？甲害死朋友然后最后那一些无常白无常、黑无常摕铁链来甲迄个犯罪掠去有无？迄铁链敲那个玻璃玻璃碎片一砸下就把那一个人砸死了，有没有？就把迄个叶魂转直掠位地下去，有没有看？我讲迄真好呢，真的教育，唔通做歹事，你做歹事迄规定规定迄地下个迄规则出来咧掠。用铁甲你连咧硬拖拖去地下去，然后那个被他害死那一个就上天，我讲迄很明显的被比迄天堂就一道光甲伊照，足济遐已经安尼做好的拢成就的遐来做伙甲伊带转去，有看没？真的有我以为说那么久的影片一定会很少人看，那个第六感生死念，各位你看迄个黑皮包有无伊迄张机票有400吧4000，伊都要调掉，放袂开。放在港湾是吧？那个很会演，把我们人性整个那个丑化。咱人的性就是安尼，看到钱目睭金，要对互人唔甘，都唔甘放。那一个修女她一接到她的支票，一看到那个数目转倒，有没有？会转昏倒了。这个钱，所以有一些有一些电影也是都是欠人，所以有时候也不是全部都不理想。像我们那一些国产片那个搭错车，各位有看吗？那个申月子演的搭错车，因为去坐唔到车啦。天白车唔坐，拢坐去地下去，搭错车，然后他去养一个孩子，就是人家生了以后放在垃圾桶，以前的垃圾桶是那个水泥盖的，有没有见过？他用这个板在那个水泥的那个口扎住，垃圾就放在那个水泥里面。垃圾车来的时候，帮他溜起来，垃圾安尼出来就会喷射车。没有看过那个片子？搭错车，一直把他培养他长大。那个女孩子，一本车让他抱出来饲饲大汉，饲到伊会趁钱，饲皮转来要互因养父用
营养户多几仙钱都用无掉了。哦，所以那个骗子，哦，那个时候，哦也是哦很感人呐。哎，安尼下片又要求上片，下片又上片，安尼，安尼直做，台语、国语也拢有那个版本。哦，所以那个也是在欠化我们凡人。哎，所以你要感恩呐，而且要及时。像我们那个谢谢你呀，哦，要时时有没有？哎，要感恩。哦，在活着的时候啊，要及时表达，有没有？哎，就是要及时表达。一直在努力啊，一直想回报了，可是都没有实现。无趁钱嘛，甲伊趁钱时阵他的养父已经死了，所以1毛钱也没用到。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付出的时候啊，不计较代价，也不求回报了，有那个意思在。所以那个很感人。再来呢，就是啊，去看海的路子。各位有没有去看海啊？那个意思是非常好。为什么？把自己的快乐啊，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我说那个编剧啊，那个导演那个演员演出来啊，真的很感人。巧的人咧食戆的啦，巧的拢唔免去努力趁钱啊，生活了足好。戆的做到要死还无一顿暗食，食饭配菜脯。有没有看？你一定要想讲，你哪会去看遐济啊？你是咧收到，电影看遐济。因为或许都会深入去探讨研究了，不像我们一般这样一看了就够了。去想他的那个花心，他的精神，他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做这个事，都会用那种研究的那一种心，所以那一阵子那个都比较能够让我们去回味。还有那个海滩的一天，那一个啊，导演也死掉了，海滩的一天，它导致要启发我们的智慧，里面的那个结局啊，要我们自己去编剧，伊无做安那结局了，爱去编剧，那个导的是一种新的那个尝试。所以那一段都很感人。还有个有马菜词，有马菜词啊，各位有没有看？那个歌是蔡琴唱的啦。那个第一句啊，我是感受最深的。为什么？因为我就是那样。那个时候或许还要唱出来。没有啊，那个啊，有马菜词第一句啊，他说：“你从那些艰苦的日子走来，是怎样无可奈何的忍耐。”那个时候或许那个时候的修道遭遇啊，就像这一句话你从那一些艰苦的路子走过来，是怎样啊无可奈何的忍耐，就是那样。所以或许为什么会讲的比较深入，就是经过那个都不是普普通通都是很坎坷，然后很深入的探讨，把那个真正的精神都能够阐出来，很感人
所以每一次啊，一听到那个唱的时候，蔡琴在唱，都会哭啊，一听了就哭。像这个谢谢你呀、也是很感伤啊。我开始咧学咧听安尼迄卫生纸都用到一刀，不装垃圾的那个垃圾桶好一桶，不只有流眼泪啊，连鼻涕也有，很感人呐、所以解说又不一样的。各位假如说没有听过解说，不知道那个含义，那就可惜了。老师用辛苦，要我们知道，整个真理所在。所以很少的文字啊，很多的道理。天地的造化中，原来我们是一体。他把所有负面的都转成正面，何妨我们呢用慈悲跟欢喜，有没有？把那个负面的都去掉，把正面的呈现出来。然后我们经过一定是相继分离相交替。所以所有你看连续剧一定都是这个意思相继跟分离，然后呢相交替，两个相继，两个分离，是不是这样？咱就笑，咱就哭对不？所以往后假如说你坐在电视机前面在看连续剧没关系，你就看，但是你要用头脑，用头脑做什么？那个编是我。是我编出来的然后你看他怎么演怎么编，那剧情感不感人我们要当家做主不当广爱讲谁里面的演员他的那个演技那个是他内心的变化都不符合真理所以我们要自己编，自己看的时候自己编。这样不会，你是讲唔要遐用心啦，我也无想要做戏剧人生有时候呢，我们把它呢这个看得就是比较这个宽广一点这样的话，生活就会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讲到那个厮杀者，就是要了解世间的法律若无甲咱治罪，迄天地的法依着法度发挥，这样知道吗？像那个那个害死叶辉的秦桧他从害死叶辉以后他就转世当什么当佛了不是当牛，做牛啦，牛爱拖对吧？以往在我们这个农村所有的牛拢爱拖，不管是拖犁、拖车、拖迄个农具来做成，牛拢爱拖，所以为害死迄个叶辉，害死叶辉几年？伫个4年，那一直到民国到我们民国是现在一直到现在，他转世成人的时候是现在，那这个中间害死叶辉到我们民国这个中间都转上牛牛老袂去用抬，伊即马佫出世佫牛用牛囝，然后慢慢大车佫拖车拖犁。各位亲人，捌看到牛咧拖犁无？咧犁田那个犁是不是也是要用很大的力？真的很多了那个农具
外白，有咧拖的物件，他都做，那个勤快，是拢咧做这个工课。所以你看，他还是一个忠臣，就要接受这么多厮杀者杀，就是在惩罚他。我们都没看到啊，对不？所以有道亲啊，就会跟郭学讲，你咧讲的阮拢无看，我讲你要爱看无？呀，你不用去看，你用言辞推敲，你就可以知道它的现象，整个呢都出来。然后转世啊，现在这一个人，那个勤快啊，已经做人啊，做坤道啊，伊肯定咧想讲，我句我做天道，这个心也歹，才有法度去做歹的代志。我即摆做坤道就袂啊，所以他现在转世啊，坤道，他伫台中啊，结婚了，生3个囝。然后先生死掉了，那道亲要去度他求道。他到佛堂去的时候啊，那个佛堂是在2楼，就是我们家那个家庭佛堂，佛堂在2楼。然后要带他上佛堂求道，爬那个楼梯啊，他就原地啊，伫那个楼梯原地踏步啦。搁较行都是共迄个阶梯啦，我们外人看都是共一个阶梯啦。迄个坤道伊讲，恁的楼梯那遮高，拢爬袂到。各位知道意思吗？是什么原因？对，就是不让他求道。他还那个罪过还没有了完，上天不让他求道。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以后有机会再去带你来，就请他去了。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求道啊，咱拢想讲，都因某师甲我骗去的，不要那样想，你若无迄个因缘根基啊，要甲你骗都骗袂颠倒。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能够求道，是我们佛老师掌道盘来开我们玄关。要知道是佛老师才有那个权柄啊，可以点开我们玄关。因为掌道盘没有那个权柄要知道这道理。所以我们要爱惜。既然都已经玄关点开了，可有没有培养啊？要使我们佛性啊，一台只有那个小香那个亮度啊，1点仔尔对不？咱那迄个节气，拢用大炷香真趴对不？有没有？各位培到什么程度了？大中香还是小香？都没有拢无互伊倒安尼找狗去看嘛，去找那个不认识的狗，然后对着他的眼睛看，因为狗眼啊，它能够看到鬼魂啊，伊若看到鬼啊咧找狗咧，伊若看到仙佛，伊头会跌落去，迄马溜啊，一直有一直有。那先跟大姑啊去那个三重那个印刷厂，去看那个印刷，以前啊都有印3厂，或许都带老先生跟先生去看，不同时间呐。那个印刷厂讲无请守卫啦，伊饲一只狗啊，迄只狗啊真大只，真歹，主人无来就好你袂当入去，你若入去甲你咬。我讲我嘛去互咬过咧，我都被他咬过。然后或许带老先生去的时候啊，我都很注意我看这只狗安那对人。一到那个印刷厂的时候，那一条狗啊，一看到老先生，不但没叫，一声就啾啾，无快啊啦，走去味啊。
比较好用，还会咬我嘞。看到有些人都尾巴一直摇的话，你今朝啊无快。大姑啊是很怕狗，伊足惊狗啊，所以也未真狗吼，就直直招呼讲，你哦爱看我绑起来，也不用啦，免去甲绑，安那，看到大姑的时阵哦，一样，头拢低下去，尾巴都一直摇，所以免甲绑。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弥德，有佛光。这些能够看到那个仙佛看到鬼坟，这一两眼呐，他马上很佩服，就跪着拜，跪在那拜，我们要点那个很重要，所以培养德性很重要，或者才想说那差的真多，以后我再去的时候，我又再试看看，够搞我搞的，还是一样，所以还没有培出来，德都没有培出来，真的不容易培养那个德性，就是做什么好事啊，做以后呢，不要记在脑海，全部把它抛开，那个就在培养德性。这个蛮重要，时时刻刻都存着善心，不要有那个负面的念头，这个很重要。只要你有负面念头，你就会黑气冲上来，全部呢都是善，那个锐、祥锐啊，黄祥锐之气一个出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要努力，努力培养，所以我们聊说天地之间他有厮杀者，所以咱若看到别人安尼真摇摆，完了唔免感了。有没有看到好人摇摆？没有看到好人摇摆还拢看到歹人的摇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不管好的坏的都不能骄傲了，这都是不对不能骄傲的。我们要这个很有容量，然后很和气然后呢利益众生这个很重要。所以那个厮杀者，天地的厮杀者在执行他的那个工作。怎么已经是超过3点半了？还成30，还不到30分呢。要给各位提问了，可以要不要问呢？要好，请说。或许想要请教一个问题那各位学姐大家来注意一下，就是说，对有一个讲师就是说他求道大概近30年，但是呢，就是说他母亲归方那后来去皈依，随教去皈依。那之前就是说我们有讲师有提到说，名师一体呢，或许也是说就有效的我说你如果再去皈依或者是再去受洗的话，就必须要再重求。那上个礼拜呢，在玉峰宫呢，就是正坛请，以许光如果皈依或者是受洗的话，那就要去重求。但是这个讲师，一个多年他也将近30年了，那也讲师命了。那这个对他来讲的话，这个增长很大。那后续他有什么？就是他如果说，他以前不是很了解，还有些包括说我们路人，那他对道不是很了解，后来又亲戚朋友又带去受洗或者是皈依，他不知道或者说引导师要把他带回来，要神回来。那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大家可以来想一下，因为这个讲师呢，他困了久，听了觉得心情也是很挣扎，因为将近30年了，有些典当师也是就是说如果重求，那讲师高人师命是有龙某
那这个问题，我觉得要请教有讲师哦，做个解答。这个问题呢，非常好，因为我们不了解到它的那个严重性。我们求道就是拜佛为师，老师是佛以及呢超越成的这一些人员。那我们假如说求道以后再去皈依，皈依是不是必然？所以这个皈依人已经是降低了。我们求道是很高，拜呢这个佛为师迄真悬。现在各位皈依变真低，而且我们去这个皈依人。这样他在我们的这个佛规里面他有藐视是我们的前人，然后还对自己的祖先也一样不尊重，所以很严重各位要了解对这个仙佛一样也不尊敬，你不尊仙佛。以为仙佛比人还要来得低，各位有没有听出东西？所以袂使咱会使讲先皈依再来求道，安尼无要紧。袂使讲先求道再过去皈依，那不可以。毕竟人都还没有修正成功，你没有修正成功，你就去皈依他。那你这个那个问题就有已经全部都藐视对自己的祖先对佛全部都不恭敬，藐视先佛，藐视祖先藐视前人，严不严重？就很严重。所以我们要知道，假如有我们有皈依是不知道的情形之下去皈依，那一定要自己忏悔回来，了解吗？家己爱忏悔，讲我都唔晓做一番糊涂的代志，所以一定要在自己忏悔回来。所以讲知影跟唔知影，那个释迦牟尼佛曾经讲过比喻的。他说一块铁，我们把它红了，是不知道的人去拿比较烫呢，还是知道的人去拿比较烫？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不知道的比较烫。可是佛的回答他说一样，说你知道去拿，不知道去拿都很烫。所以我们了解到，不能用那个当借口，我都唔知影这样了解意思吗？袂使讲唔知影，就罪过拢无去啦，了解吗？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清清白白做人，这个做事一样，就是要很坚定，不能含理糊理，讲我这安尼够功利，我结果来来做一个别行功利较高，不可以那样，那样的话，我们的根站不稳，咱的根本无稳，所以呢要自己很笃定，这样了解吗？好，请说。有两三号选总就是说要不要再投票？要不要再投票？重在他有没有诚心忏悔。我只是跟他讲说，你当初就去找你的那个解囊师老师还在一个老师还在，就去找那个解囊师或许当然自己想要鼓励很多了，但是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别主线金老师可以处置
所以来讲的话，这个对他来讲的话，因为他已经当上讲师了，他那个师就是说，因为他求道将近30年，有可能是说我刚求道的时候对道理不能道理，有可能说我们成全很多人后学，可能就是说一阵子没有去成全他，后来就去皈依走了，那李老师就把他的成全带回来。那带回来，如果说从小要说这个你已经皈依走了，说也是要再跑回去，但是我觉得说到很殊胜的地方，就是说只要天命名师一指点一次就够了嘛，不是要天天跑有用。他说这是后学的想法，后学想法当然来讲的话，就是说跟他们想法不一样，因为一些前人是说要从小，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老师嘛，或许来讲的话，老师讲话就算，但是上心理心法班后学是觉得说，这个就看他的一个心态当然来讲的话，后学觉得很重要。如果说今天我们是当讲师那如果说对道不是很了解又去皈依，那当然这个就上面觉得就是不能够认可嘛。但是他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讲说，因为妈妈调皮嘛，所以就是做那个粮票，然后全家都去皈依的后晚会。那时候可能当到什么时候？但现在他已经讲师了，将近30年，也都一直在道场。所以的话，后学是觉得说，答案就是给他要还是不要。后学觉得说这个问题，当然是他的是问他的是这样。还有他们已经没有这个老师可以问了，所以就去问他们。重点就是说，给那个刘讲师里的见解是。要不要再重修一次？好，因为很重要就是心。我们那个要有那个诚心忏悔，说我已经不对了，已经错了，这个很重要。有一些虽然外表跟人家讲。说我错，可是他的内心深处不承认，我哪有什么不对，他会这样想，所以这个重点一定心理心法在心性，所以一定要了解到，他假如说还存在就是没有错的念头，那这样的话，什么样的那个补救对他都没有用。那最重要的就是他诚心忏悔，诚心忏悔了以后，那个有求没有求，有在求没有在求或者是觉得说不挺重要因为毕竟他已经是佛老师点开了，一点开了以后并没有变化，变化是他的心，那只要他的心能够清净，能够恢复。那就可以。当然了，假如说以人事来讲，你能够重新再求，那个是最圆满、最理想的。可是重点在心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很虔诚的、诚心的忏悔，这个最重要。这样的意思吗？这个后学也跟他讲过它是一个重点来讲的话，就是说，第一个他的点完是还在意保持还如果从小的话，可能就是说，可能点完自己花了一毛钱花了，这个就是说，因为他现在很困扰，这个也困扰他私底下跟他沟通困扰很大，因为他已经当讲师了，但到讲师将近30年了，所以这个如果说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话，觉得说对讲师来讲的话，他当然是很忏悔，也很难过，因为以前真的是不知道，所以他要跟老师忏悔，所以后面是替他表达。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这个倚老卖老，我都修30年我们不是有说过那个那个徒弟在挑水有没有？师傅要出门跟他讲说，我桌上的金刚经你不去翻，有没有？那个故事他的徒弟没有听他师父讲，他本来就不会去翻了，
伊也毋是咧遐爱看景啊吼，伊是咧打水啊，所以还努力在挑水。可是老师一交代了以后啊，好奇心啊很强，为什么不能翻呢？他就去翻，翻了那个《金刚经》以后啊，金刚童子就出现，那个显现了。有主人有什么交代？我应该扛起来，讲当时啊，就是有这在叫我卖翻嘛。他想一想，我咧搭这条路真歹行，请迄个金刚童子给我修好平一下，翻开，童子又出来，说主人你有什么吩咐？他就讲了，说我每天都要挑水，从4下。从山下要到我们山上来，那个路难走，都是那个石头，大的小的都是石头，能不能够把它铺平？那个金刚童子说是，然后就不见了。隔天早上他去挑水的时候，那个路就很好走了，就白啦，拢铺好啊，铺好啊，运输转来。讲奇怪，较早我要登去山顶的路都拢石头啊，坎坎坷坷，大粒细粒。为什么现在路这么平，这么好走呢？是不是我走错了？很怀疑的心啊，直接回到寺庙回来。对啊，这个就是我的庙啊。然后进来了以后啊，他徒弟看到是回来了，这一下子要承认糟糕了。自己犯罪，都向师父跪下来说：“师父，对不起，我听你的话，我去偷翻你的金刚经。”他师父说：“那你看到什么？”他就诚实说：“看到金刚童子。”他说：“你妄言，我送了40年了，都没有看到，你怎么都没有送啊？只有翻而已就看到。”他说：“师父，真的啦。”师父说：“那你会给我看。”那个徒弟啊，又去还金刚经。那个金刚童子又出来，主人你有什么吩咐？他师父看到了，不真实的嘞。然后他就有意见了，讲我给你上40年，你拢唔捌要显一盖给我看。阮徒弟啊，他连一次也没有送那你就马上就现身给他看。那个金刚童子就讲说：“你才40年啊，你的徒弟啊，已经44、40岁啦，40岁较久啊，40年较久。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不要说我们这一生里面啊，已经非常久了，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因为就1000世会生嘛，咱若拢1000世拢咧修，多不多？很多了，对不对？你这世在咧修，多不多？就不多对。所以我们就不要刻谁讲，我修足久啊呢，已经30年啊，我们修几年了？咱修几世啊？上少30岁嘛拢有啊，有没有？不是有记忆吗？我们老师啊，深信啊，生命之中我们累劫累世啊，都能够留下记忆，不是都有记忆吗？拢无去啊，唔知影咧。唔知30岁啊，38岁拢唔知影。为即嘛开始个累积，开始重新算。还有吗？还有10分钟。还有，好，请说。上次柬埔寨访问要测试老师他因为有时间请示，那这礼拜某恭请那个小圣兄去讲课，他私底下跟我们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他到每个地方去讲课，大部分每一个班的班里都有这种情况，就
就是说在玄关那边打一个叉叉。对啊。对，所以它的见解是要长久嘛。好。那要不要长久？我们是或许的看法是，我们现在老师就是下礼拜的工法会再请示老师这样子思考比较好。因为这个问题很多道场都有这个问题。他跟你提到的问题就是说，有一个禅师，他为了要去度一个基督徒，然后就是跟他一起受洗，然后他不知道这个严重性，结果他后面在等那些人全部没有给他，后来经过我们老师的指示，那些人全部叫我来重选，包括那个牧师一样给他。是，那里有提到的例子啊，跟我们私底下的时候，他提到这个例子。所以他的见解就是说，看得到，就是说很多班的都几乎很多班都有，就是学完了那个打叉卡，就是因为去受洗或者皈依，就这样。然后去就是跟请崔老师在访问的时候，问这个问题，其实老师应该怎么办？谢谢。对啊，请我们老师做主啊，给大家知道那个严重性，让大家知道那个严重性，毕竟能够求道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不能说求了道以后再去皈依，我们有时候都不把它呢看在眼里，不把它认为很重要。还有8分钟，有人要问吗？好。就是平常在做跟员工的时候，那或许一般都有放音乐、收音，那外面还有摩托车，还有汽车的声音。那我在做跟员工的时候，是要专注的去听，比如说去听音乐的声音，还是说所有的声音都要听进去？好，请说。我们在上个礼拜呢，有讲过啊。就是呢，我们这个做耳根圆通的时候啊，就是要进入第3个那个稳性。那就我们的稳性啊，它是没有名，没有相，名相都没有了，要减所有的一切形象。所以我们要把心意识啊全部都去掉，心意识去掉。叫做无心，对不对？已经没有心了。那无心就是道，无心的心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所以那个即心即佛就是那个心。不用心意识的心就是即心即佛。你有前测不？上个礼拜有说，对不对？大家拢搁害我，害个清清楚楚，所以拢袂记啊。要知道，我们用稳性的话，不管是近，不管是远，所有的声响我们都了了分明。可是不要进入声音的内容，不要进入，不要去分辨。不要去分别，这架机车这架机车较旧这架汽车不要有那个心，那样呢，我们又走回头，走到心意识来，用心意识来修道，那就修不成道。你听有无？用稳性，那稳性呢？文殊菩萨有讲，生无即无昧。声有亦非声，声音没有，我们稳性没有昧；声音有，我们稳没有声。所以声昧二远离，声跟昧2个都远离了，是为常真实。常就是常住不迁，伊拢不是拢直的，时时刻刻拢直的，伊拢无搬出啦，伊无搬来搬去，安尼知影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稳性收藏，咱把咱伫生活内底所有生灭拢去掉，然后守藏，
真就是没有形象的佛性，常住不迁，时时刻拢伫咧，咱的佛性啊，全部都在，这样知道吗？会做了吗？唔能够再分别讲，这声较其他大声，这声较远较细声，不要进入声音的内容，不要进入，只要你听到声音就好。没有听到声音也没关系，没有声音啊，就听到静悄悄，听到静悄悄是不是佛性？是不是？是。样是我们佛性哦。所以不管有声音，不管没有声音，我们听的稳性啊都没有变化，它如如不动，如如不动了，知道吗？还有5分钟。假如说我们做到可以，那我们都没有恶的感觉，没有这种。在做这一些观点方向就是你也没有在你是说肚子不饿吗？对，也没有想要吃什么东西，就是会连水都要喝。那你那个万年的眼已经看得太宽广了，不是要万年放下吗？你又想到我肚子没有出东西。你已经你那个肚子饿的感觉已经超过那个万年放下，这样你就把那个肚子饿啊那个眼啊都已经深深在心中，所以那个已经是完全的污垢成了，那已经不是清净的心性，这样了解吗？你的肚子饿啊，那个是心的功能作用啊，不是说不是啊，可是我们做功啊不进入那个状态，这样了解吗？好，还有2分钟，再一个问题。好，请说。理论师或学姐有讲师好，后学刚刚有讲师讲说要让你方向到水火风土都融入我们的佛性都要融入当中。那是跟着我们讲六祖贵人，他之前不是我们上过课说他水火风土融入他自身当中，他都已经融合了，就是大家，所以说人家要砍他的头的时候，就等于说一个象现前而已。那我们是不是一样可以修到像那样子？那个要很长时间呐。那个六祖那个就是身体的4大角跟天地的4大角已经能够融汇变成一体，好像我们火把它投火，水把它投入水，会安呐，火甲等落火内底，水甲等落水内底，会安呐，融成一体，就变成融成一体。所以那个六祖啊，那个自测去砍他的头，那就是已经到达那个他的身体跟天地的物质啊，已经融成一体。所以那个刀子啊，从脖子一经过以后脖子还没有分开还一样个掉嘞。那我们不行啦，我们没有修身体的水火风土跟天地的水火风土合成一体，融成一体，没有，没有就可以那个是要修，你修以后它已经是可以融合身体的物质、天地的物质已经变成一体，这样听懂吗？要融一体啦。敢若讲咱若阵有火堆，搁举一把火，搁甲等落火，是毋是我那敢若变做火？若有水足地水的，咱搁一桶水啊，搁甲倒落去水的，是毋是同款拢是水？那个叫融成一体啦。
那个修的功夫哦，要蛮久的时间，它才能够呈现。它不闭着，你是你，我是我，哦，分开呀，这样懂吗？你做啊，只要你做就有功。唔通袂清楚，拢用想的，用想的叫做妄想。下课。各位讲师、坛子、各位先生，大家好。不学三道天师的老千千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先生给予的机会学讲。然后我们呢就直接呢讲这个上个礼拜啊没有讲完的这个天网章，对不对？好像厮杀章嘛吼。第74啊，厮杀章，对不对？有讲到那个那个厮杀者杀，就是常有这个我们呢看见的一些那些白无常、黑无常啊，在这个凡尘在执行他们的任务啊，在这个厮杀一些为非作歹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凡尘这个法律可以这个躲得过啊，却躲不过天地之间呢，那个天网恢恢，所以这个厮杀者杀，那底下呢他有讲说，这个古代厮杀者，就是呢我们国家有这个那个死刑的那个法。那个刑啊，就是代厮杀者，就是代理呀，这个天地啊来杀害众生，是为你大将走啊，因为我们天地之间，在造这个万物啊万象，都造得非常的精致啊，所以那个造作出来，我们看都可能很舒服啊。可是呢，假如说我们要代替天地来制造万象万事，那就不一样了，就叫代这个大将走，代替天地来执行这个法律，这个古代大将走者稀有不伤其手矣，这个代这个大将走会伤到自己的手。所以我们看那个国家执行那个法律实行的一些法律就会有很多呢那个挣扎一些这个不同的那声音出来，那个呢就表示说会伤到这个手，一些这个立法者我们现在法律是经过立法，那么这一些立法呢不一定说全部都符合我们众生的那个希望，所以那个就代替天地来执行这些大将走。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有一点我们比较很少去接近接触呢到这方面的那个知识。所以比较不怎么了解。那边老子呢，他就讲说那个厮杀者有他的那个职责所在，天地之间无形的来执行他的任务是比较适合。那我们这个来代替那一些来执行就不很适合。这样了解吗？这样会听起来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可是因为我们都是奉公守法，所以对这个天地之间的那一些厮杀以及大将比较没有接触也没有印象。他假如说一些这个为非作歹都会非常的注意这个大将手以及这个厮杀的。那么这一章呢大部分呢就是要我们都能够行善行善的话，我们就不会呢被这个法律制裁，被呢
这个无形的这一些呢来这个厮杀，这样了解意思吗？对，我们呢就是要知道说老子呢讲出来他的角度啊，就是说我们在凡尘的生活一落入啊起心动念，就很容易啊会有那一些负面不好的念头跑出来。那当我们呢负面的念头跑出来，我们就会有行为。那行为了以后啊，造了业啊，就要受苦。不但我们自己受苦，还要受到法律制裁。老子意思啊，就是要我们能够呢行善，要能够奉公守法。那我们呢就接着讲这个75章贵身贵身章，就是啊我们的这个身啊很尊贵。民之饥呀，以其上10岁之多，说人民我们百姓终身这个饥饿啊饥荒，就是因为这个在位者统治啊，他这个税抽税抽的太多了，收税收的太多。各位缴过税吗？我们都呢奉公守法，都有缴税啦。因为国家所有钱都从税金来，我们都有缴税。可是呢，就是要适当，爱拄啊好啦，敢扣到咱拢会负担之下，不能超过我们的负担。假如说税抽得太多，我们就要一直赚钱，一直赚钱的话呢，时间都被赚钱住了，所以另外一些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必需品就没有办法充裕，所以这边就讲民之饥以其上10岁之多，是以饥这样才会这个饥荒才会饿肚子。那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说人民不好这个治理。我们这个新华现在都在看那个牡登啦，所以现在讲有听没？那个忧心甲抽甲悬一时食油较伤但是倒了较会咸。这个人民不好的治理，就是有一些刁民，各位有看过刁民吗？没有没有最好啦。刁民都是不服从那个一些这个治法的他们所有的一些行为动作都不配合，就变成了这个刁民。刁民呢就是难治民之难治，很难这个治理。所以老子的意思呢，就是要我们人民自己来治理自己，家己来管家己上适合。假如说要别人来管的话，总是有这个管不到的这个地方。所以尤其你看到我们那个交通交通那个违规我们这边南部不讲嘛这个红绿灯是参考。然后闯红灯警察会抓，那个警察问那个闯红灯的说：“你没有看到红灯吗？”说红灯我是有，可是没有看到你呀。要开红灯我没有看到我是有看到红灯。这个是很讽刺的老实说我们这个的精神呢都还不够。假如说我们呢看一看那个美国人，他们地很大，那个车并不很多啦，所以有时候
他们那个红绿灯啊，红灯一亮，然后我们就看啊，那个车子就停了哈。这个它的周遭啊都没有车也没有人，它就那暂停。那我们呐、以台湾的这个地稠地啊很小人稠，地很小人很多，我们都会想迄那遐戆，都甲过得好啊，我们都会那样想。可是他们在美国那个守华。都蛮这个遵守法律那个交通规则，红灯了他就在那里一直等到绿灯了再走。虽然都没有车他们也是一样等。那以前或许比较那个年纪也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住在天母，台北天母，那个是一个比较高等社会人士住的地方。美国人也很多了，在那个地方住这个要过一个路半天了还过不去因为离红绿灯很远，就要直接穿过马路，那在那边一等说车子少一点之后再过去，结果就有车子停下来在那个车窗里面手就一直只说赶快过这样。那或许这个回头一看原来是外国人。我们中国人都不让人的，外国人他看到你等了老半天都过不去，他会停下来请你过去。所以我们了解有时候我们那个想，虽然这个也是小事可是会让人感到很温馨。那双十节在那个淡水河边放烟火，那也有那个外国人去看烟火，那烟火的那个密集的在释放。那看他们因为那个地区没有禁烟都在抽烟，他们抽烟烟屁股他捏熄了以后，各位浅浅放在哪里？对了，怎么这么要共识？大家都知道。他们把那个烟熄掉了以后放在口袋。那我们中国人放在哪里？不去，我们就直接丢在地上。所以等一下人员疏散了以后全部地都很脏，都是垃圾。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水准不高，大家的涵养修养不够。所以我们要从自己本身起，虽然是小事啦，可是你一做出来以后人家会这个感受在心尤其现在卫生比较好以前我们想吐痰的时候吐在哪里？地上，很直接，对不对？可是假如说你很习惯的要吐痰的时候自己口袋拿卫生纸出来吐在那个卫生纸上面，然后再放在口袋，等到有垃圾桶才丢在垃圾桶。这个也都是生活小事可是会养成习惯。我们的习性各位浅浅强不强？非常强习性很强。所以我们要从那个生活的小细节下手，能够改我们就改，一改过了以后一样会习惯。我们自己会享受自己的那一种比较有内涵的生活方式。这样呢我们自己就管理自己，就民为难治很好治。所以老子的意思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为。上呢就是领导者，就是国家的统治者呢，他有为落入有所作为所以有所作为不是从佛性出来是他有企图所以这样呢有为的我们人就不好治理。所谓民之难治以及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这样了解吗？假如说我们都一直这个鼓励像现在在台各位同学
这个只要年岁大的，你去做绝印哦，那个车厢虽然挤得满满的哦，那个站都没地方站哦，可是那个博爱座哦空的，年岁大一定有啦。假如说那个博爱座都已经有那个年岁大的座啊，你一上车年岁大，一样普通座啊，也有人起来让你坐。所以现在台北捷运文化非常理想。像我安尼老无，我坐捷运入去拢唔免惊无通啊坐呢，一定有位的啦，拢有博爱座通啊坐。若无博爱座边仔年轻人拢紧爬起来坐。所以我讲家己边仔真老啊，年岁大了就可以享受这个优待。每天台北的每天都有150万人在做，多不多？高雄的捷运10万人，150万跟10万有差呢。所以那个台北市政府讲捷运是因的金价无，西拢金价两。贵阳的捷运怎样有没有到？他一直要把那个全部的本钱都亏光了，因为习惯性拢骑车，你叫伊讲骑车骑的去捷运站，再去坐捷运，转来再过来骑，安尼种麻烦的对无？我都直接我调搞的话，所以唔免去坐啦，那个捷运就生意就不好。而且高雄地大停车方便，你在台北要停个车很困难，所以大部分在台北都会做捷运，就很习惯，班次又很密集像板南线板桥到那个南港，它2分半钟一班2分半钟偌久，你这班坐袂到，下班先来对吧？所以都唔免赶了。你若看起很快车就来了，所以说又是生活的习惯，那个淡水新店它是3分钟一班，那个内湖木栅，它那个更密集，1分半一班，不过它的车厢比较小，细，总运量的不像那个板南线淡水新店线，那个车厢都很大，一次都可以载很多人。侵蚀以其求生之后，这个人民很轻易就会走入这个死亡的这个道路。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求生就是很这个要那个生活的很富裕然后物质的那个方面都要求满足，叫求生了之后重视就现象那重视现象呢，我们民就侵蚀就那个寿命不会都很长。那假如说我们注重养生运动这个时间多身体健康那运动时间多赚钱的时间就减少少赚钱身体健康。这样看起来呢，是多赚钱好还是少赚钱好？多赚钱我们会变守财奴等到这个累积了蛮多，结果一口气不来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带走都要再拱手让人把我们所辛辛赚来的钱就是送给别人所以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想到那一首歌在活着的时候要赶快表达我们的心意谢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各位有没有听那个我们有把那录成CD前
哦，全片、整片啊，都那一个一直反复的唱，哦，那个意思啊，我们又有讲解，哦，在41那个 DVD 那一片哦开始啊，我们有那个歌词啊讲解，有没有？我们知道说我们佛老师啊，哦，用最少的文字啊，把那个最多的道理啊，都包含在里面。哦，那个要我们呢，这个整个啊，对人生啊都了解。开始的时候呢，就讲生死，生命可以这个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啊。就是呢，颜慧啊，跟六道轮回，没有多少个字啊，就讲得很多，对不对？我们没有去研究的时候啊，还不知道老师还包含那么多意思，是不是这样？然后呢，就讲说时时的能够感恩呐，那还在活着的时候啊，要收身啊，谢谢。要由衷的从内心深处来感谢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那最重要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因为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是千万年都在，千万年前已经有我们了，千万年以后我们还在。可是我们大家知不知道啊？都不知道。就是讲干那去死命死去就无去啊，对不对？我们没有研究的话会以为说死掉一了的百了啊，有没有了啊？没有了我们要知道所造因果它是一直牵连一直延续啊，直直刷落去，直直刷落去，袂登去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我们要来转世都到第10殿阎罗王那个第10殿去喝那个孟婆汤，孟婆汤一喝哇，都忘了这个前世什么都忘光光了，重新来，结果重新来的时候我们又不知不觉又造了很多业，然后又牵连到下一生下一世就这样一直六道轮回，已经最少1000次了我们这个德有，然后呢又行善，我们一个圆会129600年，一半呢没有生物了，那一半我们众生呢在这个圆会里面就有缘，那以一个人60岁来算刚好有1000，咱拢生个死1000届，1000届是拢咧做人那做一精下去就愈济像一转到鸡的话，3、4个月就一生了，对不对？迄足紧的你若欠人安尼20、30万，一只才200、300块出世个甲袂记哩迄就甲1000届不只有1000次所以或者就讲说我们不要去看因果算命因为我们是没完没了，1000次是一个月会啦。咱已经唔知几十个圆会对不？有几十千对不？对不对？所以你若去用看因果讲出来准袂准？绝对会准的啦。为什么？都大概拢会去经过不管什么款的迄款因果命运咱拢会拄着，总会遇到啦。总一天会遇到你啦，所以去讲迄拢会准，你去听讲了足准的，靠底下钱就摕互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从真理的角度我们来研究我们的佛性它不生又不灭，长远都在啦，咱都要为着这个长远的这个佛性来打算。唔通互伊第6道轮回来底受苦，那个佛性它都不会哀哀叫，你要去倒伊就带你去，你要落倒伊就带你去倒，你要呢这个成仙做佛，伊嘛带成仙做佛，
所以伊拢无抗议啊，无像即马呢，若留啊吼，小夸一个迄个权力受损尔，就咧抗议。所以我们了解哦，我们佛性都不会抗议啊。所以在佛性里面啊，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如来啊，不以世间共争，世间以我争，是不？以前的或者就有讲过，对不对？那个如来是谁啊？是我们自己的佛性哦，咱的佛性。咱的佛性拢袂甲迄个世间来争，不以世间共争啦。我们的如来，咱的迄个不生不灭佛性啊，都不跟世间共争。迄个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空间跟时间呐，世间。如来不以世间共争，拢袂相争啦。世间以我争，世间拢咧甲我争啊，甲谁争？甲咱的佛性咧争啊，这样知道吗？我们都是这样你看咱的迄个感官啊，眼耳鼻舌身意啊，有甲佛性咧争啊无？有没有？佛性讲我是主人翁，我出来当家做主，咱要何出来啊？目睭爱看，耳孔爱听，鼻孔爱鼻孔，嘴爱食，身躯爱摸，意念想，拢家己咧主张咧常常拢甲迄个佛性啊压落底啊，压甲死，有没有？没有。真显性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就讲，如来不以世间共争，世间以我争。像这样，拢咱这世间争赢啦。如来拢争输，争输拢阴总起来，都退隐了，很委屈啦，委不委屈？所以我们佛性很委屈我们都没有把它启发，无甲请出来。咱若只要讲把咱的佛性请出来当家做主，可以做主人，可以发号施令，为正业，为正业就免受苦，就解脱，安尼有好无？肯也唔肯，甲管理包伊，肯不肯？肯啊！尤其我们坤道若去湖桥，看到迄个这师傅若来穿正合，这个时候啊，你讲厝的都足济啊，唔免个买，肯不肯听话？肯啊！真的所以我们可以省下很多钱。那想要买化妆品的时阵讲都唔免化妆啦面洗清气水食到老，大家面拢共款啦搁较化妆食到老拢共款，一不一样？我们看年岁大的大家拢食到共款。所以我们了解说天地之间那个造化变化之中我们都是一个过程，我们都是过客，来家做人客尔结果我们都迷失掉了造很多的业，受了很多的苦，佫袂晓清醒啦。咱咧是清醒袂？会气帮拢较无够啦拢要伫咧追求有形有相的生活佛性呢都没有去注所以老一辈就讲上的唔白唔上的拢看到回老，有没有？我们要这样该注重的佛性不注重不该注重的现象我们非常注重，安尼就是本末倒置颠倒拢整个颠倒了生活就很快一生很快就过像我们这个一休息下来就50天了，对不对？好像只有一转眼，不是很快50天过对不？或许在想这个50天之中
假如说我们能够努力呀，真的是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一直努力呀，50天的功夫啊，已经呢累积的会都非常强，对不对？有啊无？我那一天过一天啦，都3顿日头念要暗啊，食来咖啡洗洗来困。所以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不等人的等到我们有一天身体出状况了，讲休等的我要紧休，那来不及了一定得要赶快休。那我们有请那个林春莲来讲那个正贤观，各位还有没有印象？有。他前几天打电话给我，他说我这个障碍很深业障多，所以生大概不可能活了。他很努力在修道，所以当他做正贤观在这边讲的时候他看到很多天堂可是他打电话给我讲的时候他说很多天景色都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然后也看到自己的佛性是光，那个光到什么程度呢？光到他晚上要睡觉都是白天然后他盖棉被把整个脸蒙起来还是很亮，怎么办？没办法睡了他说修人很痛苦了然后做这个法修持法门的时候专注，他就变成身体很僵硬那么这一阵子他改变了，说我再认真还没行不出来，可能这一生没有希望成佛了。他就把这个所有的那个希望所做的全部都放掉，当安尼放到安尼康，全部都放掉，讲无爱这世人无法度啦，无个孝心所以他用掉以后结果全身都柔软效果那个佛性都呈现出来给他看。他讲哪会安尼？听了我无爱来。我说那个是因为你很努力就是法执啦。我们有2个，一个我执一个法执呢，可以从我们身体的结构还有红土众缘聚会就用那个结构来起来就没有我了我就是呢如来，我就是佛，你知影无？我是啥人？不是咱这个身躯这身躯是天地物质水火风土众缘聚会给我们用的啦，要不要还？绝对爱还你搁较好用都是爱还搁较好顾，咱正咧甲顾对无？身体我们照顾，他呢像不像我们照顾他那么努力的生活的？像要丢要破病要破病安尼爬袂起来就爬袂起来身体呢真的是忘恩负义无想讲咱甲顾甲遐尔功夫。这个外面在放鞭炮，有没有？谁听到？大家都会了。你看我们那个耳根连通一下我们坐在这边都能够听到外面那个变化，所以十方的声音我们都能够接受。以往都不知道这个是佛性了了分明的，都以为说耳朵听到，我们要了解那个佛性借着耳朵，然后显现所有的声音，那个是我们佛性的功能所以大家都会了会了没？耳根连通也通，我们这边又有墙壁，对不对？通，
圆就是十方的声音呐、我都能够听到，叫圆。各个墙壁啊能够通过叫通。又常住了，没有声音我们也听到，静悄悄。有声音听到声音，所以啊，常住。它就圆通常。我们那个佛性所具备的功能，圆通常。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啊，就一定呢，可以达到。那我们呢，把那个普里那一个演讲师所讲的讲给各位呢，做个参考，因为他都很努力啊，很专注。所以当他呢，把那个所有的一些心里面的那个固执啊，去掉以后，已经没有固执了，也没有想要达到什么企图了，都没有。这个真的叫万缘放下，这个叫真的全部放下。那我们在做万缘放下，都有缘在。万缘里面大概9000缘放掉了，还有1000放不掉。还有。可是呢，我们了解到说，像我去努力做的时候啊。或许也并没有要求说一下子就放到全部了，那个可以循序渐进，慢慢的一步一步来。只要我们把出钱的那个缘先放下，我们日常用的那个心，生灭心四心先放下，这样呢那个妄就已经去掉一大半，真呢就会慢慢显现出来。真的显现一直显现，那个真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体。因为它没有形象，看不到的啦，可以我们感受，就可以了解，了明。所以这个已经证悟都讲，说呢，我们众生呢跟佛其实都是一样，没有这个分别。那差别的地方呢，只在于我们众生迷失在现象里面，然后呢知否已经领悟，说呢只要落入形象皆可得，拢得不掉啦。所以他已经对形象都能够呢事来则应，去则见不住在形象。只要我们不住形象，离相就是佛了，就已经是。所以或者都有讲，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各位浅会晓背会了没？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会晓没？知道意思吗？若无所见就是没有能见，也没有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因为如来没有形象他没有对待，没有分别那我们只要呢进入没有分别没有对待，而了了分明就是真正的见到如来，见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所以把它写下来。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因为有所见就有能见，有能所是不是对待？有对待就是生灭，有生灭就有变化，所以那个就是万象万事。那万象万事它都不会这个固定，一定是变化无常所以我们见到都是正确，所以叫做邪见。这样了解吗？知道吗？
所以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若有所见即邪见。讲到互大家全会晓背，会晓背就会知影意思。所以咱伫个生活的中间，我们在生活之中呢，我们都有现前那个明了之心，显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的心是不是了了分明？这个了了分明就是如来啦。你敢念做伙无？已经见到如来的如来，就是安尼啦，就是现前一念那个觉了之心就是如来。就是我们要见得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有足亲切无？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就可以呈现。所以现在我们眼前一念觉了之心，就了了分明，显现在我们眼前了了分明的这个觉，就是如来。因为这个时候没有想过去也没有策划未来，也没有把握现在，心都没有，三心没有就没有四相三心四相没有，我们就已经呢走入本体。我们有三心的话，就有四相。各位浅浅四相知道吗？火相、人众生相、寿者相，四相。那因为呢，在文字我们比较不容易了解，我们用呢我们生活中所这个用到的来讲四相。只要落入能手，我能看，我们都能看，对不对？那个能看的就是我相，那一定呢有手看，手看就是人相。手看一定是差别重生，非常多啦，不是单单看一个一行俩足济，看足济迄个众生相，然后连续不断的看就是寿者相，是不是四相都到呀？然后我能听，能听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手听，手听就是人相，手听足济声音呢，差别重生就是众生相。然后呢，不断的听叫寿者相，又四相了。所以只要落入能手，我能闻，我能吃，我能做，都是四相。那在我们现前这一个了了分明的这个心它有没有这一些？有没有？有没有三心四相？没有。所以我们了解，咱有三心的时阵四相会走出来。咱的三心拢是把修行这个无代志做啦。加减妄想、起心动念，想过去互欺负，还是过去家己真趁钱，真风光，伫咧一直伫咧想，三心造出来。咱的三心造出来时阵咱就要了解讲，咱起心动念就是业啦，业知影无？业我们的业障，就是障碍。有念头就有业，有业是不是要去接受果报？我们也很多，像老师说谢谢你，也是心念的累积，有没有？感悟生命因果牵续，也是心念的累积，有没有？所以心念累积我们才六道轮回啦。我们要脱离六道就是把那个念起心动念的念全部去掉，不要没有念了，念断了，没有念，声音就断，声音断了我们已经呢修到呢全部念读了，那声音就尽，声音断了，声量尽了。我们就恢复到本来，就恢复到佛的状态，了解吗？所以只要我们恢复到本来那个很容易就恢复到佛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修成佛不是很困难，很简单的，只要我们呢
很简单的生活啊，就很容易达到我们所要求的这种这个程度这种呢呈现出来的喜欢的果报成果了所以只要呢我们肯用心我们讲到呢一起求生之后太重视求生，结果呢就害我们轻视就较早死。所以假如说我们够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我们不但呢可以延长寿命又可以追求到人生最重要的那个目标。所以与其呢求生之后是以这个侵蚀求生呢才让我们侵蚀。那么为无以生为者就是我们不要为了生有所作为，我们都是为了生都有所作为，对不对？生为只要呢无以生为生为者是显以贵生就是能够这个真正的已经呢注重到我们那个生命那个本体来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老子希望我们都能够回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本来从那个第一章那个常无跟常有常无跟常有两个加起来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第一章所说的常无，然后我们要来观妙，常有我们要来观想，对不对？所以老子呢一直都告诉我们我们本身可以有作为，可是这个作为要从我们的佛性出来。各位先生这样了解意思吗？从这个本文经本文来讲它呢都不是很多啦我们从那个延伸出来生活细节就会非常多那我们在生活细节里面就是要注重。各位对生活细节有注重吗？注重那个方向标在哪里？要放在呢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一直都很注重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我们对现象对事情会看淡，那看淡了以后佛性它比较有位阶依靠法度发号施令，才不会我们的那个感官在当家。因为我们溜到人为太久我们从那个老师所讲的那个累劫累世是不是已经呢人为太久所以我们的感官当家久不久？非常久了，已经深根蒂固了所以现在呢要请佛性出来当家呢就不容易不容易请他出来所以我们就是要在日常的生活细节那个微细的那个当中我们就是要注重注重我们有没有起心动念，注重呢我们在生活符不符合真理假如说全部都是符合真理的话，那全部都是觉我们在觉之中是最理想那个觉者很快就到来。觉者是什么？就是佛那个觉它还有两面，一个不觉，觉产生不觉。那我们众生呢大概都在不觉中
不觉，然后呢才起念，念起呀，才受苦，都是这样的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只要呢在生活细节里面，我们保持都是觉，没有不觉的时候，这样呢就一定不会行动呢，就不会造业，就不会受苦，解脱了，说都是自己努力啦，这个要自己努力，这个讲这个贵身那么接着底下呢，我们讲这个76，柔弱章，柔弱，柔温柔，肉呢，强的对比，柔弱，说人之身，也柔弱，说我们人老子说呢，咱人生伫个凡世间拢真柔软，真弱，有无？有没有很柔很弱？我们以现象来说啦，咱规身躯有安尼真柔软无？假如说规身躯若无柔软，爱出声啊啦，所以要了解说人之身也柔弱，咱生的时阵拢真柔真弱，这个呢才是生。那么其实坚强，咱来死电哭哭的有坚强无？足坚强的听我举咧安尼甲一支叉呢转举咧，咱若生有法度安尼一支叉举咧，转温暖所以生的时候是很柔弱，死的时候是很坚强当然我们求道以后说呢这个会很一样的，跟生一样很弱了，安尼真柔拢安尼很好看，那个是比较特殊的。求道以后接受这个一代祖师的那个授记才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现象。所以老子讲说我们人之身很柔弱其实也坚强死都足坚强的。那么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万物就是我们道的这一些这个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看到迄个外口这花树伊若咧活是毋是真柔真脆清脆，对不对？所以迄万物草木伊拢生无死的时阵拢安尼真嫩真脆那么其实也枯槁，它死了嘞那个树草木一死了以后它就枯槁了，用压的听讲压落那生的时候就没办法，已经嫩所以呢这个老子观察到很微细就是生柔弱，死就是坚强，故坚强的死之徒一坚强了就变成死之徒，会死然后柔弱者生之徒，咱柔弱就有法度生，能了解意思吗？我们看这个现象都是这样，对不对？所有这个相万事呢都是这个样子这个生咱的流，我们呢这个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很柔来处理事情呢就很圆满你都很刚强来处理事情的话，就会有很多那个反面的负面的一些情形出现所以呢我们是要了解说那个
这个坚强者啊，死之徒。不是说不要坚强啊，而是说我们在现象里面就是要柔，现象不要刚，现象要柔，柔呢才护这个生。那很刚的话呢就是实。是以兵强则不胜。说呢这个兵兵强不是很好吗？可是呢我们是了解到兵强的他呢骄傲，结果呢就为了这个战胜那个哀兵才会战胜。你一个骄傲的兵大概都会失败。所以老子讲说兵强则不胜，那么木强则拱。这个木假如说我们那个木头假如说已经它死掉了以后我们就会把它呢这个做成那个拱就是我们门上面的那一个，知道吗？知道这个拱门那个拱吗？那个拱那就是讲那茶已经不会瓦，木已经死掉以后才会拿去做那东西，对不对？还活着可不可能？就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拱就是一个给我们物给我们一个作用就是讲有那个作用，可以做一个拱门所以木强呢则拱坚强居下，柔弱呢居上。所以我们了解说坚强呢就居下，柔弱居上。所以呢要呢处事处理完成事就是要能够柔才能够圆满。那个谢谢你的最后那个歌词也是让我学会我们人生之中不是都会落入这一个缘起缘灭吗？对不对？还要圆满人生那个缘起缘灭。那圆满人生的缘起缘灭就是就是我们了解柔，是不是要柔？柔才能够圆满所以它能够呢就是这个遵守那个法则能够呢圆满的法则也就是柔那就不能够圆满。所以老师呢教我们学会了人生那个里面所要处理的缘起缘灭都要能够圆满。我们有没有在人生的这个过程之中处理事情呢都很圆满？有没有？还正在努力之中了对。还不见得说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很圆满那我们呢圆满人生里面的缘起缘灭这个能够有缘相处都是很难得啦我们就把所有的缘都能够变成这个善缘，能够圆满所有的在凡尘的遭遇。完成的所有遭遇都圆满，这样呢就很理想这个是属于柔弱章。那接着呢我们讲这个第77章天道天道章。那么天之道其有张公乎？这个天道就好像呢这个张公张公知道吗？咱举迄个经经子要来洗
那个宫，有没有看过？有，都有看过说天道好像呢那个张公高则啊义之悬的啊，咱若伤悬是毋是都要甲伊压较低落来？这若伤低落来，是毋是都要压较悬？对不对？能够射出去的箭才会中靶，才会得迄个靶心。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天道其有张公乎？高则义之，下则己之，这天之道呢，就好像呢，张公的那个样子，那么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假如说有余，这天道我们在凡尘有余的时候要把那个有余的把它去掉，所以省之那么不足呢，我们就要余余就给了，就是给他。那么天之道呢，神有余而补不足。天道就是神有余，把那有余省掉，然后呢补不足。天道都是这个样子。上天他会把那个有剩的都给去掉，若无够给保护住。所以神有余不足。那人道呢则不然。我们人人之道呢就不是这个样子。神不足以奉有余，咱人拢斗病迄不足的像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形态，好起来愈好起来，散的愈什么？那个就是神有余那个补不足的斗病，所以我们就神足以奉有余。那咧好起来，咱拢个直直甲伊奉献。若伫咧不足咱个地方看得起，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跟天道相反。我们了解我们人道就是比较不那么理想。那理想的话呢，要像这个天道一样，神有补不足。那么孰能以有余奉天下？老子用那个假设的口气在讲，说谁能够把那有余来奉天下？那个孰就是谁啦？能够呢以有余来奉天下，就是讲咱的事已经拢会得过搁有剩，搁有剩啦已经生活会得过，搁有剩，甲迄剩呢拢摕来天下间的人用，什么人有法度的？好像没有迄有拢要搁即较有咧安尼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凡尘呢这个不理想的这个事情是太多了。那有时候我们自己那个所有的作为大概也都朝这个方向食到有剩的时阵袂讲甲迄剩的摕来互迄个无够的人去食，会不会？倒是有啦，迄个比例较少，比例不多。那个台东迄个卖菜迄个陈世奇，他就很理想，自己赚的钱都一点拢安尼摕出来布施，说钱要给那个要用有用的人用，我们能够有那一种心胸的话，哇，这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大部分都是会一直累积，
累积到呢一口气不来，就没办法去处理了，都随该让啊啦，那个时候啊，就没有办法以他自己的那一个佛性来主宰，来行来居，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老子就讲，孰能以有余来奉天下。春呢全摕出来干，这无个人用。那么唯有道者啊，干那迄个人啊，教法度做会到。所以圣人啊，为而不是，迄个事就是过世啦，知道吗？对啦，这个为而不是，我们去走圣灵圣人啊去做，但是呢，他不依赖他所做出来的那个来领人，就是不会骄傲，这样了解意思吗？圣人为而不是，功成呢而不处，功成了以后啊，他不处在他呢这个行功的那一些事情里面，功成呢不处，那么不欲见贤，就是不方见到贤人，因为我们一有那个贤的那个名称啊，就会争，那一有所争啊，就失掉那个我们人淳朴的那个词，了解意思吗？会不欲见贤，有这个贤的名称的话，那就呢会这个分阶级呀，人呢我们是平等，都是平等的，不分阶级所以老子就讲说不欲见贤，不要有那个贤的那一些名在凡尘，一有的话呢很容易争。我们今天好像可以把那个《道德经》讲完4章而已，对不对？而且每一章又很短。第78章水德，水的德啊，这个水，假如说我们研究的话，它是最有德性的。天下柔软，莫过乎水。天下间所有的万物，只有水它最柔最弱，而攻坚坚强者莫之能胜，那个水来攻呢这个坚强，所有的这个坚强都没有办法超过水。水它是最能够攻下最坚强者，其无以易之没有办法来就是改变没有办法呢来改变故柔胜刚这个元气上面的那个柔柔能够胜刚肉胜强这个肉，尤其我们现在假如说有看那个报道哪一个国都泡在水中，泰国都泡在水里，而且还没那个退的那个迹象。那我们有办法处在那一种环境之中吗？那情况还要不用水怎么生活很难生活，所以我们要操守这个就是我们众生共业，大家的业那个等于是没办法吸住，没法躲。假如说现在水退了，那个又下雨呢，是不是又积水了？所以只有越来就越不理想
没有改善的时候啊，所以在那个地区啊，爱赶紧搬厝啊，要赶快呢搬家了。所以我们聊这个水啊，它是最柔弱，可是它攻呢只要它要攻哪一个地方呢，哪一个人都会投降。那么天下呢莫不知啊，天下呢莫能省，就是天下都知道这水啊最坚强，都知道。可是呢就没有办法来行使啊那个水的坚强。就是没有办法学习啊，那个水德啦，水之德啊，我们没有办法去行持。故圣人云呐，爱国之过，实为社稷主。圣人有讲说呢，这个受国接受国家的那个过，国家污过，就是国家不好的，他都能够接受。那么这个样子啊。他就可以当一个社稷主，就是一个领导者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他就可以当。那么受国不暇，实为天下主，接受这个国家所有想的事情啊，那么整个天下，他就可以这个当家做主了，因为不好他都能够接受，能够改善，大家呢都会拥护他，正言若缓，我们正确的语言讲出来呢，就好像相反，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大部分我们都不能接受那个国字过，那个污过我们都不接受。然后不想我们也不接受，对不对？并且假如说那个这个凡尘的污垢要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接不接受？我们不接受那天下之间的想的事情要莅临我们身上，我们接不接受？都全部不接受了。所以这边老子就讲正言若缓，他能够接受国家的那个污垢，能够接受呢国家的那个不祥，他就能够领导这整个国家，这样的意思吗？但是他有一方面呢要有能力一方面要有那个容量，有容量有能力他就可以改变整个现象。所以老子呢在这个78快要是道德经快要结束之前，他就讲正言若缓。那么79呢走气，何大愿必有余愿，安可以为善。这个大愿，我们在凡尘了解说都是从这个小愿开始的时候是愿一点点那个小愿可是呢后来运到后来就会变恨，怨恨那个恨那个时候就变成我们要了解就是大愿了很大的那个不甘愿。那假如说我们合大愿，把那个很大的不甘愿都把它合了，然后我们了解说必有余愿绝对不会全部消失。生活之中呢愿各位浅显多不多？非常多，对不对？大大小小都有愿，有大愿的，小有小愿都有愿。所以我们了解心里面有愿安可以为善。怎么样呢来行善呢？有愿那个善就做不出来，所以就讲安可以这个为善。是以圣人只走气而不责于人。这个呢我们要了解那个走气跟右气就是人来救急
啊有2张吼，2张迄个以前啊的迄个单啊吼，2张合作伙吼，甲挂位中挂过，啊1张交互吼少钱的人，啊1张咧吼钱少人的人，2个呢各持啊吼100，吼2个啊拢摕1半，吼啊迄个做起啊，就是讲摕少人的，吼迄个摕做起。啊，若讲少钱的吼，摕药钱，安尼有了解无？即马吼，你若要害钱，你摕即张吼做药钱的，去甲迄个做去合，啊合起来，啊偌济钱害伊，安尼就无险嘛，这样知道吗？啊，所以这边呢，圣人只走气啊，而不责于人。就是讲摕迄张少钱互人的迄张迄半，迄1半摕掉的，啊袂去直去共堆要共讨钱，这个不责于人啊，迄就是讲无来害，也袂去甲伊责备，知道吗？啊，就是讲听后你若有的时阵啊你才摕来害，啊摕来你就摕迄个另外一半的药气啊。摕来甲做起相符合，啊符合讲迄写出来内底啊偌济，啊你照迄个数字还有迄个少钱人，提钱少人的人，故呢有德啊失气啊，无德啊失策，有德他能够呢拿这个气。走气啊，一般摕走气就好啊，唔免去共讨钱。他的德啊，可以影响到那个借钱人，借钱的人可以感受到他那一种德性。然后呢，无德啊，失策。那无德迄个策就是咱。车行过爱啉啊，拢有魂，拢有喝。像或许有一次到南部啊，他那个公所可能无钱啊，迄道路拢是迄款土的，土的路啦。啊，即摆车咧行有车魂，啊车魂伊迄恁啊直直行啊魂直直抽。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一种路？还有啊，很有意思哦。一个安尼，你都在缀迄魂行，照那个沟啊，迄车链的沟安尼行，啊你若讲无照迄个沟行行袂去啊，一定要照迄个好行。所以那个叫无失策，得照迄个痕迹。照那个旧的痕迹啊去走，这样知道吗？有一点，他这个老子讲到这边怎么会突然之间讲到这样讲奇怪，好像以前就有这一种事呈现所以有些咱讲呢较急搁较骄傲的人他就会。一直想按照那个旧的方式，你给他偌济钱，你摕偌济钱来还，比较会催讨，让那一些艰苦的人越艰苦，这样知道意思吗？有一点比较值得他安尼亲。那么天道呢无亲常以善人，这边到最后呢。老子就讲说天道无亲啊，这个天道没有跟人有亲戚关系只要你行善他就会给你会给这个善，给这个利益给你，所以天道无亲常以善人。我们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把这个《道德经》讲完。那我们刚好下个礼拜开法会，对不对？那法会之后我们就研究那个楞严经，大家要把楞严经改，
有没有？哦，假如说没有的话，我们要赶快印了。那个年金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准备呢，这个在法会以后就开始讲。那接着讲80章这个不虚章，就是讲无搬厝啦，无搬来搬去，小国寡民啦，时有所之气而不用。这个小国，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一个邻一个里，就是一个国家。所以他那个小国，人民也很少，有那个十帛，这个十啊，就是1、2、3、4、5、6、7、8、9、10的十，帛就是100，那个百啊，有10有100，就是有足多的物件啦，十帛之器，有十有百的那个器具而不用。就是他们不用，这一些小国寡民啊，不用，使民啊重食而不远徙呀，这个使人民非常注重这个生食，而不远徙就是呢不搬家，伊出世住在家，但伊死还搁住在家啦，这样知道吗？全部都不搬家，这个有一点那困难。即马拢搬来搬去拢足方便。那么虽有舟居啊，无所成之啊。虽然有舟有居在水里面有船，也陆地有车，无所成之啊，拢无人咧坐。那么虽有甲兵啊，无所成之。虽然有迄个甲兵。都是咧战争用的啦，虽然有迄个盔甲，有这个兵，那么无所成之啊，唔免摕出来排，拢唔免用到。那么使民呢不节省而用之啊，因为较早无文理，拢拍扫拍角，你嘛甲我借我得拍一个角，还呢甲迄个角套住。那个节省啊而用之，拢用那个时间伫咧表示。那么甘其食啊，就是吃的很简单，食的拢食甲真欢喜啦。虽然讲安尼唔是讲崇拜，不过咧他们都很乐意啊，食呢，咱较早时机歹的时阵啊，伫咧食番薯签共款，拢食甲完了拢真饱。那么美其服啊，就是讲穿也不追求奇装异服，拢呢，会当安尼过去生活，真好。安其居啊，大的所在呢，都能够吃得很这个平安，其属啊。他们的风俗习惯呢，他们都很快乐。邻国相望，就是讲我这里看到你迄里，安尼拢真安尼，做啥真清楚啦。犬之声相闻，迄狗，迄声呢，拢听会到，就是讲拢大啊，拢离真远啦，离近啊。民至老死啊，不相往来。这个人民一直到老，一直到死啊，拢唔免搬厝，拢住伫伊原来的所在。所以那个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唔是讲我甲你拢无好啊，大家拢莫来不是那个意思迄是讲拢唔免搬厝啦。生出来就是住遐，甲死嘛还佫住遐啦。安尼知影无？咱若去有迄文字讲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照伊的迄字啊听讲迄大家毋知影结缘偌深安尼住遐久啊，拢无往来所以不能按照文字啦，那个按照意思，就是毋免搬
生落来就伫遐，甲死也搁伫遐，所以都没有来来去去。这个呢就是80章，我们把最后一章又讲，那个提问的呢，我们就把它缩短一点，不拘章，这个戏言啊不美，美言不信。那个可以相信的话，他不会讲出来很好听，是戏言啊，不美。可以相信的话讲出来呢，直接讲啊，袂安尼安尼弯头弯角，袂修饰啊，所以就不会很好听，美言啊就不信，那迄个讲啊就好听迄话说卖相信，迄拢无实在，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老子到最后也就讲说信言美啊，美言不信。善者啊，不变啊，变者不善。那个啊，善者他善良的，那他呢不变，不跟人家辩论啊。或者之前啊有讲一个故事啊，说一个小村庄，然后内底有人饲牛啊，牛去走失了。走失了以后，他到外面去找他的牛。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啊牵一头牛过来，那一个牵牛过来，那个人啊，他从他的牛条看出来，看出来时阵拄到这个牛胖去的啊，伊讲你这只牛我的，他就跟那一个牵牛的人讲说，这一头牛杀的啦。它的涵养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这一头牛是你的话是你的，你就牵回去。你的牛若转来这只这个看来害我住伫咧倒位啊？有没有这种人啊？还真的是度量够大这个咱即马来人带钱啊，阿妈滚金大一条，嘛要钱对不？所以你看这边啊那个善者不变，他真的是善，都跟你变。虽然他知道他对别人错，可是他也不变。我们有办法做到吗？你来学看卖。讲家己都对，别人唔对，别人来咧讲的时阵拢点点摸，学一学啊那个涵养，小学看卖，看这个涵养，家己我都背出来无？假如说能培养出来，完成嘛，东西都是大家的，这样的话呢就不执着了，不执着的话生活就好过就好过啊。所以善者不，变者就不善了。你若讲咧变你就是不够呢这个善良。那知者不博啊，博者不知。迄个知影他深入深入一划，深入一件东西，深入哪一个事情，他会知道的很宽广，所以不博。博者不知啊，就是样样知啊，样样都不能够很精密，逐项拢会晓，逐项拢无精啊，有没有这样？那个就是博者不知啊，知者不博。那知道呢，就是比像现在我们那个分门别类你到医院去去挂号的时候他问你说你要挂哪一科？现在不是分得很详细吗？还真的不知道要挂哪一个，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出现？这位这问讲我这要挂多少科的？像或许这个症状叫做新陈代谢，新陈代谢科。有没有听过？哇，这样算蛮普遍的。真的，我们这眼花缭乱，到医院去了以后
怎么那么多科系啊？就北科的啦，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现在都分很细，就是分得很细他就很投入了，伊就是拢伫迄个范围内底就了解所有的内底遐变化。那假如说你什么都知道，结果样样都不精，样样会样样都不精是不是这样？每项拢会晓，每项拢无真细细那个叫做博则不知啦，然后知者就博。那圣人不积圣人不累积，这一些呢，这个有形物质圣人都不累积啦，这个圣人不积。可是我们凡人愈侪愈好，会累积一些财产，累积呢一些物质。那么既为人己欲有，这个圣人呢，他拢互人都给人了，愈互人伊家己愈好业，有没有这样？就是越给人自己就越富有，那人愈贪才愈散，对不对？所以这边呢，老子讲说既为人欲有，既于人举欲多了，这个就要了解说，愈互人愈照顾人。人赶快呢，会回过来，照顾你，所以这一次呢，或者很感谢呢，很多这个在北部的道亲都去照顾或学而且还很投入24点钟全部照顾投不投入？连或学家人会吃醋。讲我的亲人就变成别人的，拢比人的起笑我，才比外人所以很感激这个这个道亲都照顾那个很累人呢，照顾病人很累人，累到什么程度眼皮睁不开。或者很不舍一看讲我照顾到目睭也袂金那个关心的程度真的是很感。那么天之道利而不害这个天道呢，就是益众生可是呢不会害到我们众生。那么圣人之道呢，为而不争。圣人呢，在行持那个道，他去做，可是呢，他不跟我们众生争那个名分，全部呢都不争这个名分，这个是这个道德经呢本来或者想说呢，把它讲跟六祖坛经一样，44这样就比较平均可是我们呢觉得说。中间有隔一个法会然后我们再来讲的话，就变成只有一个尾巴它倒不如我们在这一个先期就把它结束或许呢是学讲啦因为呢之前讲那个道德经是比较着重呢在学呢就是呢很多那个注解者所有的注解或者都把它融汇然后写下另外一本那个老子这个道德经。可是后来我们在这边讲解因为或许老花眼就没有看字来直讲，那直接讲就很多呢那个或许看佛经里面的一些真理阐释出来才会有那个34片那一片就是形而上道，形而下为之计那个讲义，各位有没有拿回去听？听到那一句真的我们都会生气有没有？
感谢同一公打瞌睡，有没有？哦，那个讲的还很，哦，他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这边假如说在讲解34片的那个 DVD 的时候啊，假如说没有打瞌睡啊，或许不会写那一张那个讲义啊。假如说写那一张他就没有那么透彻的把对上圣的佛法整个都表现出来。所以因为我们这边在讲解《道德经》啊，就不适合再讲邪上位之道，所以就在北部讲。北部有3个佛堂讲那一篇啊，就累积下来就有6片的CD， 各位都有听吗？那个佛堂讲的啊最详细。王氏佛堂就是我们讲金经的那个佛堂，因为那个里面啊有几位最会问，他每一次问又是呢都很深啊，所以一讲解的就最详细，所以听的时候大概是在4、5、6，又讲的蛮多堂课，有一个佛堂好像只有讲1堂，可是呢那个王佛堂大概有讲3堂，他说各位有听的话，把那个 DVD 跟行上位之道全部把它集合在一起，就可以了解说我们要追求最上圣的佛法，大概就不离开那一些范围。那我们这个法会以后的那个楞严经啊，那个又是另外那个是佛直接讲心性，是很特别的啦，所以那一边呢我们呢就是要准备详细收，各位就是要把书带来，那个法会以后的那个第1堂课啊，就开始讲，那还剩下有19分钟了，给各位这个提问问题，要问的吗？好，请说。交流很深好。第一个问题是，建言神通到佛世界变成一只小龙，停在竹竿上，菩萨想把它打死，佛夫子说他是释迦牟尼佛。请问，既然是菩萨，都是以慈悲为法，为什么要把在上的打死？把小如小虫的众生打死，可以成菩萨吗？这个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当我们有一只蚊子停在我们看得见的这个身上，我们怎么处理？一只蚊去嗅咱的手，咱看个明明你要定落，怎样处理？是不是要把它打死？这个叫做人之常情我们都是这样的。假如说你的心赶快把它吹，那你就不好为什么？那个顶去顶别人，你心好还是坏？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是人之常情。这只虫搞啊休个身躯想要甲泡死，那是自然的反射动作。那你真正的修道已经成佛了，你就没有形象的啦。你没有形象，哪会去打虫？这样的意思吗？你都拢做佛啦，你做佛无形象啊。佛没有形象。菩萨打他。那菩萨跟他演我给你度，你过来，我给你度，我度你做佛，这样跟他结缘嘛。所以之前或许不是说我们修道不能养宠物嘛？
你养宠物啊，你要保证你的宠物也成佛，这样知道吗？你有这个心，你才可以养。你假如说还没有求到之前养的那个此力啊，无跟这无关系。所以修道不能养宠物。你来养宠物你就是爱保证伊过来出世修道，互伊成佛，然后才换你成佛，这样了解吗？所以不要自找麻烦了。还有吗？第二个是《金刚经》妙行无住分第四。佛问须弥，于律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度。为什么把东方单独提出来问？再问下九方，为什么不十方一起问须弥？东西南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度。好，这个叫佛说法的妙，因为只提出一个东方啊就已经够了。那为什么底下呢还要那个南西北方还有四维上下要全部说？那个讲我们只要一点那个上升根器啊，不要东方就好了。那不只有听会场听的人啊，不只有上升根器啊，还有比较其次的，所以他又把那个那个四方四维上下全部讲。那个是利益啊，在场的所有一些比较根器啊没有那么高的众生，那个是佛有一点那个是故意的啦，不然他只有讲一个就可以东方。那我们了解到空间啊，一落入空间以后啊，只要你讲一个方面，它就全部啊包含，规个拢改拢参做会伫内底啊。所以我们在34篇那个啊就讲就已经有讲那个智者不言。为什么不言？因为讲出来都已经有一点偏离呀，偏离那个。所以我们真正的道叫无言之法，没有的方法啦，就是最高的程度啊，就是无言。没有语言，只要落入语言啊，它就会有一点不是本来的本体了。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个释迦牟尼他说无言之法，以言显说，因言而入，非即是言，有没有？所以这个无言之法，我们要追求啊，就是无言之法，没有语言的。以言来显说，我们用语言明显的把它说出来，因言而入，因为这一些讲出来的语言，我们可以记录，非即是言，而不是这一些语言，就是那个意在外，它的意识在言语的外面所以言语跟文字我们都不要住，任何工具都是假的。真正的是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才是真的。真实的就是那样，剩的拢假。还有吗？没有了。还有10分钟，谁要问？好，请说，请坐。请问一下那个我们中阴身那个佛教讲那个中阴身中阴身是不是749天就7遍，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说我们求得道修道有没有这个中阴身这个过程？那佛教讲一个问题人死了后呢，这身体不可以动。那我们现在求道的是不是流风的时候，那身体不能动？好，你请动。这个我们讲到那个中阴身一般呢就讲我们落入凡尘已经有生了以后到达断气以后那时候已经呢
性啊不能主宰了，佛性不能主宰以后啊，那个就变了，这个我们呢进入那个终身，就是已经不再凡尘，也没有到地府去报道，这中间啊叫中阴身，中阴，中阴身只有749天呐，它是属于这个中阴身的范围。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749天呐，假如说在凡人有行善，那么他749天的中阴身啊，活动自如，都可以自由活动。那假如说他是这个不相信啊，这个佛性的，拢无要做好事啊，他一断气了以后啊，他的中阴身大概不到1天就不能自由活动，就变作人袂叮当啊。所以我们了解那个中阴身啊，一样那个差别变化很大。有的免几点钟伊的中阴身就袂叮当，有的到49天还很灵活。那我们要了解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断气以后啊，不要马上去动那个断气的那个身体啊，因为它的第8阿赖耶识还在。我们断气了已经袂喘气啊，已经死啊。不过阿赖耶识啊，第8阿赖耶识伊还个点，它还在。它还在的时候它一样跟我们佛性一样，周遭啊亲朋好友咧讲什么话，还是咧哭，伊拢知影，他都知道了。所以他会人依依不舍，如唔甘离开啦。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尽量就是不要有争执啊，不要在那边争执。若要讲话爱轻声碎碎，拢都是好的方面去，不要讲那个不好的，让那个死者难过了。那个是说那个阿赖耶识啊，这个后继来先，死掉呢，他最后走了，来投胎呢，他最早来，最早来投胎就是阿赖耶识啦。那我们了解说，我们求道以后啊，我们一断气了以后，我们的佛性啊是从玄关直接直达理天啦。所以不在这个一般我们讲的这个现象里面。可是假如说我们求道没有修持，他也不太相信，甚至于会讲坏话，那就不同了那个跟凡尘的就没有什么。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有努力在修道，跟没有努力修道是不同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要就是在努力修，只要呢我们真正的到达我们那个佛性已经尽虚空遍法界，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身体是天地的物的宏图，一口气不来我们整个佛性就已经呈现整个虚空，整个虚空拢咱的佛性所以身体怎么处理都无关紧要甲烧烧咧，是要大要安那拢无要紧，迄就是天地的物质，所以宏图它变成天地的物质，已经没有作用。咱凡人因为没有启发他的佛性本体，又没有使他尽虚空遍法界所以变成有一个业力那个推他呢去现行。那假如说他要去受苦推他到地狱去或推他到恶鬼道去，他都有一个那个无形的业障，那个业力那个杀那个推。所以我们了解谈话讲贵心心推他另外再换一个身出来。那假如说他是造了罪，推他到地狱凡尘的身没有了，变成地狱的身。地狱的身在地狱受苦，受苦的时间看他造的罪多还是少造的最多，受苦时间长
造的最少呢，受苦的时间短，然后呢，那个地狱的苦啊，受尽了以后，看看有没有再还成啊，吃人家的钱，假如说有的话，那推到贵心过到那个畜生的身，变成畜生了，假如说是鸡的话，还人家300块，假如说是牛的话，1、2万，猪的话呢，3000，看你去出生当时就还多少钱，还到你的钱还完了，那个我们也有啊，那个《楞严经》里面说，你来害了过头，你也使搁甲偷回来。变成他死掉以后啊，要来还你呀，你害过头，哇伊就要搁害予你。《楞严经》里面有详细解说，释迦牟尼佛有详细解说。我们在研究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讲。还有吗？还有5分钟。好，请说。讲真的，好。同学想要问那个主办的那个方题就是一个讲公说，不要用我那个吻性。对的，要用吻性。就是自别来信给我的好消息嘛，对对。然后那个讲义的那个第9行，同学想说是不是对句啊？就是因为读者分别这个是外文、口文是3层，是这样。对，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文啊，就是讲咱听到外口的声音，加入我们的新意识啊，那个叫文。咱伫日常生活用这个用文，那个文性就是佛性啊。那文性的话各位再把它记得，就是圆、通、常。圆呢就是10方呢聚集鼓，10个方向都讲过了，10次讲过的声音一时文，咱拢当听到，叫做圆啊。所以我们那个佛性具备这个圆很圆满就圆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10方所有的这个声响，我们都同时收到，不要去分辨它哪一方啊，拢唔免，干来听声就好。所以这个叫圆通就是隔远，圆就墙壁。隔着墙壁来听音响，遐耳即可闻，就是讲远跟近遐就是远，耳的近，遐耳即可闻，拢会当听到，这个叫通。然后常常住就是讲声无寂无昧，声有亦非声，声音拢无去咱的韵色无变，声音有咱的韵色无生。咱的韵性无生无灭，生灭2也离是为常真实。圆通常咱来记的，要做耳根圆通就第3字圆通常，安尼知无？听到咱的声音不管是阴还是远，拢唔免去分别啦，干那你有就好。知声就好，唔免去分别讲，这台奥多麦较久，这台较新，不用去分别，只要你听到声音，能够听到就好了。安尼知无？可是我假如说刚开始做可以找那个比较固定的声音就是听。我们有时候不是那个时钟吗？滴滴滴滴，有没有？你就听那个声音一直听一直听，就没有断了。那个时候你就了解到你这个稳性整个都呈现，你样呗。所以要自己做，会你抓到巧妙，要记得圆通常，圆通常是我们稳性从稳能够进入不是不灭的佛性，能够把佛性延伸到整个虚空，
整个空间啊，全部都有。时间到了，还要问啊？那个不像，就像说，比如说我的客人啊，他眼睛比较亮，那么那个瞎眼的人他耳朵比较灵，那么那个瞎眼的人他的练这个跟眼后眼比较好。你这奇奇怪怪的，你这头脑奇奇怪怪。各位要了解到他假如说这个五根不齐呀，就是借他前世啊，借佛的那个名义啊来生活，就是借佛的名来吃饭啊，这样了解吗？那一再来转世以后啊，都会啊这个四肢不健全，然后五根呢不全具备啦，那么就丢弃你的健康臭鱼人那无会搞那个都是啊那个叫佛家一文钱啊，大师西密山，迄就是借佛的名义来吃饭啦，这样了解吗？我们要知道那个严重性。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浅显，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浅显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呢今天讲《金刚经》，各位都有听过了，有没有？大部分呢都有听过了因为我们记下来啊，在台北讲的那个CD MP3啊，也都记蛮多下来，所以啊，在本来我没有准备呢，要讲的，因为大家都听了啊，知道了就好。可是啊，还是很多人写呢，一直啊说在这边要讲，因为才有那个 DVD 啊可以看，很多人都要当今的 DVD 啊。我们说没有在台南同一公讲的话就没有拍摄。那呢我们就是按照呢原文讲，然后各位什么版本都可以啦。只要你有金刚经的书，各位都有吗？没有这边还有，有浅显的带过来。好。那后学也有写一本，写下来的也都是做的写啊，会比较完整，讲呢会有角度这个兼顾不到，然后我们呢就开始呢讲这个《金刚经》，那《金刚经》的整个名称呢叫《摩诃金刚波罗蜜经》，总共呢有10个字啦。可是我们都有解习惯，所以就讲《金刚经》把那个前文都没有这个背诵下来。那我们从经的名称就可以大致呢了解那个内容。那从摩诃金刚波罗蜜经，我们呢从那个开头摩诃就是大，非常的大到呢无外，没有外面的，已经大到无边无际，没有内，内不见，所以那个摩诃。我们一般呢都称为大，比较讲摩诃呢是梵文。那我们了解到这个身体就是四大，也是那个大就是摩诃啦，身体是所有风土，所有风土充塞整个宇宙虚空就是摩诃，所以我们一讲四大。
还不知道那个大的大道啊有那么宽广，所以了解说摩诃就是长的大道呢，已经没有外面，因为我们在这个太阳系里面说到呢已经呢超出太阳系，是整个宇宙，非常宽广，有无量的佛世界，光呢我们四大部洲我们就是不透的，东胜神州，然后西牛贺州，我们南赡部洲呢跟北俱泸州，这个四大部洲我们就已经没有全部都认识了，因为北俱泸州的众生寿命有1000岁，我们在我们这边要想活到1000岁真的不能想象。我们活到那个50、60以上就老化了，70都有没有行不叮当都走动了，不可想象说活到平均寿命1000岁所以有不多的也有少一点点，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这个南赡部洲众生的寿命是最短，那个东胜神州呢有这个500岁，西牛贺州250，然后北俱泸州1000，我们南赡部洲100，所以这个四大部洲来说我们都是夭寿，就寿命不长。那么我们接着讲这个底下金刚，摩诃金刚，我们呢都时常知道了，他也很少去了解到金刚整个含义。虽然说凡尘金中之刚是最难得的物质，可是它呢是以这一种凡尘最难最坚固的这个东西来比喻。那么是比喻我们金刚之身，我们每一位都有金刚身，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个是金刚之身。各位认识没？很不容易，对不对？我们了解说要认识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就是金刚之身，就是不会被破坏的。我们的金刚之身不会被破坏，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就是很少启发我们金刚那个本体来应对凡人事。那么接着般若，这个般若有时候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会代替金刚。般若就是妙智慧，所以我们了解说，有时候我们会说般若本体，那般若本体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所以有带金刚那个味道，因为般若我们接受的那个比较容易金刚接受好像比较硬邦邦的所以这个般若，那我们呢要知道般若它是佛性本体所生发，所以我们要进入般若，就是一定要平除凡尘的所有业，凡尘的所有一切拼除了以后，才有般若妙智慧的产生。那我们只要启发般若妙智慧，我们有般若妙智慧了，我们应对凡事就绰绰有余，而且都不会造业是从我们绝对的机智性生发。所以我了解我们凡尘一切都不可得一切都是空这个智慧就是叫般若
了啊，凡尘没有一法，这个就很值得我们尽去追求。凡尘啊，没有一法，它能够呢永远存在，也没有一法它会呢遭受破坏。所以这个般若这个妙智慧啊，就靠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然后实际的实际的运用，我们开始啊，都从呢这个心意识啊进入。或学说呢，我们明心见性啊，那个明心的部分啊，先从我们日常生活所用的心意识，我们心意识啊就是已经日常在用，那它呢是我们佛性的功能，所以不是敌人不要成这个不可接近，应该是非常亲切的。只要我们认知它是功能，不是本体，这样就可以。这个也叫做般若，叫做智慧。所以在凡尘啊，我们应用智慧的时候是非常的多，因为呢本身啊就可以做一个实验体，什么样呢是恰到好处，你能够呢在凡尘的生活每一个都恰到好处，就是运用般若。已经有了，虽然不拥有的名称可是你有实际的那个般若作用。所以重点呢就在我们自己亲身体验，了解说凡尘一切都是虚不实在，不管是有形的这个形象，或是呢无形的事，全部都不可得，都得不到。你想要拥有都是虚幻。我们纵然能够赚到整个世界我们一口气不来还给世界要知道一切都不可得，那既然都不可得，我们就不固执，固执都害我们自己。我们要呢在凡尘能够生活的快乐，一定要圆融，一定呢要跟真理相合，这样呢我们生活才会圆融，才会快乐。不要等到以后等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所以启发我们的般若，就已经呢到达佛的那个四德。叫常乐我净。那我们现在本身都具有常乐我净，可是我们都还没有认识得很透彻。常住真心，这个呢了解到，他已经呢这个脱根脱尘，离身呢离境，不在我们的上，可是也不离开身上。我们呢不要把它局限在一个小的范围，所以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就是要保持非常的快乐，常住真心叫我们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常住真心就成现。我们成佛就是常住心，使我们呢成佛。所以每一个都有，只是认识跟不认识而已。我们的常住真心常，然后乐就是快乐。那这个快乐是进入没有被带的，因为凡尘的快乐就有痛苦。可是常乐我净成以后常乐我净的乐，它是绝对的快乐，因为没有两边是一个绝对它产生的快乐是从内心从佛性从金刚本体出来所以那个快乐都永远在。那我们都会被我们的妄见蒙蔽，
我们见解啊不正确，我们看到听到六根呢接触六尘，所产生的念头啊，都是生灭不停。那么我们被这些生灭的掩盖，所以啊快乐显现不出来。那只要你把这一些为什么证悟了以后，他有办法就是在深入完成来度化众生，就是已经体会到快乐，不管在三恶道不管在凡尘不管在天道，他都是快乐非常快乐，没有对待的所以这个我们都具备。那我们要呢在生活之中去体悟。那我不是呢这个身体呀这个四大假合的我们身体呢所有风土啦众缘际会啊借我们都要还给天地啦，所以这个身体啊不是我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教的时候四念处的第一个观身不净啊，那个是要让我们不住相说身体肮脏不住相，因为我们很容易住相所以那个观身不净呢，重点就是让我们不住在形象，不住在身体上，我们呢就脱离那个欲男女之间的那个关系所以佛就讲我就如来，我就是佛，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认识，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这样各位了解吗？可以听得懂了所以了解说这个佛的果位四德常乐我净我们都具备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可是假如说你在外面听到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人家会说你神经病所以这个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要在我们自己的心中确立不是要口嘴巴讲出来是要在自己的心中确定我就如来我就是佛。那么这个呢很有关系啦，只要是你确定了你如来就是佛，你做事的时候你有一些行为你就不敢做。为什么？因为佛如来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修持方法因为已经回归到本位了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已经没有变化了不像我身体生生死死，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六道轮回没有断绝的时候那已经能够进入如来，进入佛，那整个生活也就不一样所以呢是最好的自我勉励方法，它也实在符合真理所以正常生活时提醒自己我是如来我是佛那这样的话各位想想看，行为会不会改变？你要跟人家争论的时候会我不爱你，对不对就会自我期许自我鞭策且我们就是如来，我们就是佛。所以或者说那个华首经记载这个释迦牟尼佛说如来不与世间共争，世间与我争当我们了解真理的时候以为说释迦牟尼佛不跟我们凡人争我们凡人都要跟佛来争。那当我们了解真理每一个人都是如来，那我们的如来都不跟世间争各位了解那个世过去现在未来，间东西南北想想看过去现在未来东西南北是不是都要跟我们的佛性争？他要争权柄他如来会不会跟他争？绝对不会所以
我们的那个本性修养很好了啊，我们在实际生活方面啊，这个修养都还不够，都会呢跟人家呢争执，所以呢要勉励自己，不要呢落入啊凡尘的成果，凡尘事啊，都是变化无常，很快就变了，要记得不要跟人家争执，我们呢有很多啊对的地方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承认，那借着啊人家呢跟我们提醒的时候，自己反省，有没有过错，这样呢修道就很快了，就很容易改毛病去皮，贪嗔痴啊都去掉，恢复啊清净的我们佛性本体。所以啊那个底下那个净，常乐我净，各位清净了没有？怎么不敢回应呢？还真乌真柔吗？所以那个净，就是要了解到三点水一个真净，清净，我们呢已经到达清净的状态，我们都有，常乐我净，都具备了，都没有缺，可是啊，我们都不知不觉，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启发般若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就可以把常乐我净啊，拉到生活来，在生活里面应用，绝对啊就是不一样，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摩诃金刚般若，他已经呢就把我们要研究的《金刚经》啊，意思都好，有没有？这个要回去的时候再看的或者写的这个《金刚经》啊，现在你一方面可以一方面看，听无详细，看嘛无详细。所以我们就专注啊在这个讲的内容里面，般若有以后啊，最重要啊就到达波罗蜜。那波罗蜜呢，就是祥和的境界。那因为我们都呢，说凡尘啊是苦海，所以都把波罗蜜啊，比喻到彼岸。就是已经到达清净的彼岸，已经已经呢渡过中流，已经呢到达彼岸了，所以波罗蜜就是啊祥和的境界。然后写说讲因为有这个听过从印度这个回来的道亲啊，他们就讲说印度他们做完一件事或是啊跟人这个相遇的时候啊他会讲波罗蜜波罗蜜，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在讲波罗蜜，那不是那个经文里面所说的吗？到彼岸然后他们就想一种就是有点自负祥和，我已经回到家温暖的波罗蜜就是那个意思。那我就是了解到波罗蜜祥和的境界重要呢就是要祥和。然后我们呢在凡尘啊这个祥和的气氛啊有时候就很容易破坏。那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要把握时时刻刻都在波罗蜜的状态就是祥和那这个底下的经第10个字啊经呢就是能权之文所权之法，权就是解释啦能够解释的文字能够解释的法门就是这个经。那么上气知佛所说的真理下气呢众生可入之机具备了这个观摄
常、华义理所以我们了解那个经啊贯穿啊我们应该了解的真理，让善思贯。那么色啊，色受可度之机可度的众生啊，令他呢解脱那个常啊，就是尽未来际这个万古啊不异其说不变异不更易啊，他的说法。那么华这个尽十方应遵其轨，按照呢这个轨道来行持就是经名的含义因为经名它具备了整部经的精华，所以有时候我们光呢从经名的那个称呼啊就会了解到经的内容像呢老祖说呢这个清净经，那后学呢都讲你光那清净2个字啊记下来清啊一尘不染，净呢一念不生，这样大概整清净经的内容都离不开这个范围清净都已经到达了所以这个经很重要是啊，我们要走的路径经就是径路径，这样各位了解意思了吗？摩诃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知道了吗？这个就已经呢蛮好的。那我们呢就开始呢讲这个经文。那么经文呢后学都习惯性啊用3阶层3个层次啊来讲。第一个层次就是字面上的意思，第二个层次啊就是性理心法，第3个层次呢就是修持的境界，就是我们的性。那我们呢就开始啊讲第一个层次就是啊字面的意思字面上的意思啊我们先了解然后呢再讲第2个层次的心法，然后再讲第3个层次的心境就是修持的境界。那开头呢就是如是我闻。那我们呢先了解如是我闻的由来如是我闻怎么来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要进入涅槃的时候，这个阿难阿难是侍德侍奉释迦牟尼佛，然后阿难呢哭得已经没有意识了很伤心啦都哭倒在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阿耨利就劝了阿难。那我们各位前假如说有看到我们佛老师注解的这一本经案，它里面呢记载就悉跋陀罗说悉跋陀罗劝阿难问佛，可是呢或许在盘经呢看的时候不是悉跋陀罗，悉跋陀罗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度众生的最后一个，他有120岁了是修外道因为呢佛要进入涅槃了就跟阿难讲说你去跟悉跋陀讲说我要进入涅槃了，看他有什么疑问要赶快来问，不然涅槃了以后就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佛跟阿难讲，因为这个悉跋陀罗跟阿难有500世就父子所以你讲的话他会听所以就跟讲要阿难去传达。那悉跋陀罗一听了以后就真的赶快来这个见这个释迦牟尼佛，然后所有问题释迦牟尼佛都给他回答所以要求说收成弟子所以最后一个最早度的是乔成，最后度的悉跋陀罗那悉跋陀罗这个被度化以后要求释迦牟尼佛说不要进入涅槃，因为世间众生
了解真理的还不多了，哦，要继续教。可是啊，佛默然，没有答应。因为要他有那个讲出来的话，要按照他的话去做。本来这个释迦牟尼佛要多留凡尘40年，他跟逝者阿难讲，说我要多留在凡尘，到呢他的那个时期的寿命啊120岁了，所以他要活到120岁，连续3次啊，阿难拢点讲，没有邀请，没有说请佛在40年。等到佛讲3次以后，阿难出去办事，那个波旬魔就进来，请佛进入涅槃。那佛就答应，来年3月我就进入涅槃。然后波旬得到佛的承诺，出去了以后，阿难回来了。然后佛就给阿难讲，说我来年3月进入涅槃。阿难听到以后说，我都还没有结会了呢，你怎么要走了啊？不行不行，要留。佛跟我刚才说3次，你都不留，所以我已经答应了，波旬，来年3月啊要进入涅槃。我什么时候讲话不算话？我很伤心啊，所以被那个大弟子迦叶骂臭头了。佛要留40年，你怎么不留？我被魔盖住整个心啊，整个把它盖起来啊，然后没有反应了。不然阿难留的话，佛就又多住40年。结果没有，佛有意要多留40年，因为在佛那个时期众生的寿命是120岁，现在是降到大概70啦。我们现在众生的寿命是70岁，越后越降越低啦，越少，会少到只有10岁，那所以以后我们就了解到是物极必反的，然后又经过很长的时间我们又一讲，最长的寿命是84000岁，我们众生最长的寿命84000岁，各位想想看，84000岁什么时候结婚500岁。所以我们了解，咱今晚听500岁才要结婚，要未到的就死啊。所以那个时期的时候，阿难一听到说来年3月就要进涅槃，就伤心了。可是真正的佛已经答应波旬，所以就要这进入涅槃。那有菩萨就问佛说，不是可以自己做主吗？菩萨就问，那佛就回答，佛假如说是常在我们凡尘，我们凡人不会重视佛法，永远都在的话，不会重视啦。什么时候都有不用那么讲，所以佛就要进入涅槃。那进入涅槃，我们众生会急的。佛在的时候也问佛不在我们要问谁所以就会赶快就是努力修道。这个就是佛的目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进入涅槃我们为什么不说死亡？就是因为它还可以成，还可以再示现，而且它是自由自在啦，要示现就可以来这个看个地方就可以示现然后要回去它就马上
可以回归本位。我们都没办法，我们都被业力推来完成。哦，不来不行啊！你造了业，哦，一定要来还业。只要你还清回去了，这样了解吗？啊，我们还清了没？我们不但没有还清了，造了很多呢。哦，在日常生活之中啊，我们又造了很多业，而且很多都是我们不承认的。哦，我们自己做错，自己都不承认的。哦，所以这个才严重。假如说我们知道不做，那就好了。哦，可是啊，我们都不承认啊。哦，我们到社会啊，哦，去问问社会人士，哎呦，迄鸭肉你唔通食，嘿，啊，这都要有人吃的。你吃鱼鸭无理，可是我们会认为不嘛？不会啦。今年吼变那个吼，迄3日吼，还佫变2日啦。哦，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这个要凡人都能够遵守真理哦，还真不容易耶。哦，还要从自己本身做，我们不跟众生结恶缘。各位就想想看，我们身体受点点伤害啊，痛苦的不得了，对不对？你把他杀了，残不残忍啊？然后纸来出，要贵哦。然后啊，我们人死了，装在棺材里面。哎呦，动物死了装在我们肚子里，肚子要变成棺材呢。大家巴肚拢刮擦。所以啊，我们真的说要符合真理，讲出来很容易啦。你做的话其实也不困难，只是我们的习惯性啊、习性啊，就是难改，很难改，没有办法改。各位有没有改自己的脾气毛病啊？不介意。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就这个答应破行说要进入涅槃所以到时间到的时候那就苦了已经都没办法了。诺利就跟他讲说，师父还在，有4件事情你赶快去请问佛指示，这样以后我们才有办法遵循。然后第一件事，师父在的时候，以这个师父为师；那师父不在，要以谁为师？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师父在的时候教我们修持方法。那师父不在的时候以何为助？就是要用什么方法来修？那第3件事情呢？有变心的弟子我们该怎么样来处理？是以何为法？那么第4件事情以后集结经头经文的起头应该用什么文字？就是这4件事然后阿难听了，阿那利跟他呢提醒了以后，他就问了这个释迦佛。那佛呢就回答说，第一用戒律为师。那我们了解说，以人为师人有看不见的时候人有不知道的时候，那戒律为师这个是最高明的最能够真正的达到实质的目的。我们了解到没有？这个或许那个楼下刚好生一个那个小婴儿，规人真高哭。我讲那袂烧声我哭这久，哭了很久都不会烧声。有没有听过那个小孩子哭了很久他烧声？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啊，和之至啊，就是因啊，到达那个和，我们有讲呢，那个中为天下之大本，那和为天下之达道，有没有？啊，他到达和之至啊，就是已经达到，达到那个道最理想状态，所以叫和之至。那么知和曰常，知道这个和啊，就是那个中为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啊，他能够呢知和啊，就是常住啊不迁。所以常住不迁啊，非常重要。然后知常啊曰明，这个呢跟16章的时候啊，那个知常曰明啊是一样，就是我们啊知常，知道常住不迁啊，就已经明理了。明理了以后啊，活性都光明。所以呢，知常曰明，然后益生啊，曰祥。利益啊，为养生，养生呢，对我们就很吉祥，有帮助。那么心使气呀，曰强，我们心能够使气，表示呢心的力道很强。这个时候啊，我们身体健康，心啊使气曰强。那么物壮啊则老，所以这个很重要。物壮就是那个花，它开到啊最漂亮的时候啊，接着怎么样？凋谢，对不对？啊，所以不要让它开到最好看的状态。所以我们那个蝴蝶兰啊，蝴蝶兰各位有看过吗？我们培养的很成功，对不对？它就是让它袂使直直甲压水啊，一直压一直烂去，对不对？啊，所以让它不要撞，够留一点么空间要够互伊大，啊，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安尼1个月、2个月、3个月，还阁真水。各位看过吗？那个蝴蝶兰，尤其那个过年的时候啊，大家拢会送那个蝴蝶兰，它就是不死不壮。那我们老的人也是一样。你让他到最强壮的时候啊，他过来都爱惊老温啦，所以我们要留一点空间，知道意思吗？卖安尼上用上强的时阵啊，你若上用上强搁累到下坡啊，下坡愈来就愈不理想，这样了解意思吗？朦朦胧胧。所以老子就讲，物壮呢则老啊，是谓不道，那个就不跟道相合了。不跟道相合啊，不道早已，那个已啊就是停止了。不符合道啊，它会啊很快就停止了，就没有了。这样了解意思吗？然后写就是用这个我们呢所做功夫的那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然后我们从真起望，从真不生不灭佛本体，然后起望，我们感受一下我们周遭诸天仙佛在护持心理心法，怎么活的？然后呢，我们的在外围啊，就是天龙八部，还有护法神，在外围啊护法，在外面一层，就是我们在做上课的前贤，祖先站着在听，在外面一层，就是幽冥鬼魂啊，跪着在听，我们呢从真起望。去了解到我们周遭的这一些状况，然后我们呢，返望归真，又把这一些收回来，在我们的腔子里面，在身体里面，
这个时候啊，已经恢复到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体。这样了解吗？从真起妄，反妄归真，知影不？所以在做这个功夫的时候，一定要心静。心静的时候，你的心才会出来。出来那个是真，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然后起妄，起妄呢，就是有一点我们起心动念。起心念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周有诸天仙佛在护持心理心法。然后在外围有天龙帮护法神在护法，在外围有我们在座的祖先站着在听我们心理心法，在外围有幽冥鬼魂跪着在听。然后我们知道了以后，又把这一些起心动念收归到我们的身体回来，叫做反妄归真，这样知道吗？然后我们再一个功夫叫做我们这个从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从体起用，知道吗？从我们的本体起作用，佛性本体起佛性的功能作用。然后呢，我们把整个心思都跑到台南火车站、台铁的那个周围，整个住家、整个商店、整个人民，是不是很多？有没有去过台南火车站台铁的，是不是住家、店面、人员都很多？有没有？然后我们把这个注意转到高铁，转到高铁的时候高铁是不是没有那个住家、没有商店，人员也很稀少，对不对？是不是很快？那个是从体起用。然后呢，我们在高铁的时候又把它转移到我们的家里回来，家里的人员是不是又更少了？那我们对家人有没有相亲相爱？有没有互相照顾？有没有结怨？所以要了解到我们在辛苦病痛的时候能够照顾我们就是家人。所以一定呢对家人要很和乐，要很亲切。然后我们现在把家里的门窗都关起来，然后我们到同一宫回来，又回到呢本地回来，就是收归我们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又返回到本体。会不会用啊？有没有意思？前后有多久时间？非常快，对不对？所以要了解到，从真起妄的时候要了解到那个全部都是佛性的体。那我们呢，从体起用，一样呢都是佛性本体。我们要认清它的真、它的体、它的用以及它的妄，全部要知道。知道以后我们不会迷惑。不会迷惑的时候我们心笃定。心笃定心不生不灭的心主宰我们日常生活行事作恶，会不会一定迷迷糊糊还20分钟给各位发问。好，请说。刘讲师这边浅浅有一个问题想请问刘讲师，
灭受想定的意思是否受和想都有了？哦，对，那个灭受想定哈，就是把那个受跟想的哈，那个全部灭掉。它灭掉以后啊，进入定，那个灭受想定啊，是很高，是我们凡尘在修持最高的定力。那个大迦叶啊，他现在就是进入灭受想定，在云南鸡足山山洞里面在打坐，等到呢弥勒祖师下生，要带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来教给弥勒祖师教导，就这个定，灭受想定。可是我们要到达那个要修很久的时间，因为不容易，都是受。我们要对受全部都能够去掉，那个要长时间，或许关照老前人做这个灭受想都已经有10年的功夫啊，老前人是有功效出来，可是就是不容易的，很不容易，老前人也没讲。他要观察，观察呢才会了解说，原来老天在做，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受，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尽量事来则应事去则见，不要让它进入内心。这样久了以后就会一切不受，所以一切不受在台北就有前贤，他这个当一个主苦，然后所有部下向他诉苦他都接受了，结果后来就生一个癌好像什么癌，然后天课以后说一切不受，后来他就全部倒掉，人家诉苦他都不管了，结果那个癌就消失，你看多好用。还有吗？还有一个问题前贤问说，自发功我们可以做吗？是什么原理而发功的？自发功，对，自己发的功它自发功就是说有一个气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的气，假如说走到手，这手就会跟着摆动，或者是这个气走到脚，脚就会跟着这个气去吸收的。这个做那个外丹功做外丹功就可以达到了。做外丹功，各位有做过吗？因为会学之前给那个大姑开车他在运动的时候都做外丹功。外丹功就是两脚平行分开，然后肩膀与脚同宽，然后手掌心向后，然后自然的下垂，然后大概初学者要差不多20分钟他才会动。那个不能自己动自己动不算，要他那个身体里面触动的才算。那个你做那个外丹功做得久了以后会身轻如燕，有的甚至做到会飞了。那听起来有一点那个卡通。还有吗？还有没有问题这个用念的啦，我这个眼睛看不到请问罗讲师，我们家乡有一
不是自己，而后回去讲道理他们听，后学想起，将有讲之右谈经，讲右谈经是不可以。说这个浅显的家长有一些他不认识字，那他不需要讲到道理，他们要有讲之右谈经，这样。是听不懂国语吗？他说，可是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话，他们不认识的也是讲国语啊，对不对？也是讲国语啊。因为之前或者在斗南全部把六祖坛经都讲台语，可是那个坛主他的那个固执啊，真的是无可比拟啊，不就了。不知道是24片、18片，那个带，全部都是台语哦。按人要甲借附录不借，那就没办法啊。现在要搁讲台语讲袂认真啊，讲不过来了。应该是在台湾，在台湾啊，那可能是听不懂国语啦。那个斗南那个浅显，就是听不懂一句的国语，所以从头到尾全部台语。那个时候或许也感到很奇怪，怎么会真的一个字也没有讲国语全部都讲台语，而且录出来很清晰。对个招讲唔少啦，无迄流通落来真好。后来有一些别人录的啦，学姐有拿过来，尾也唔知按流传，不知道谁拿走了。是有，是有别人录的，别人录就没有那么理想，他录的很理想，都少人他环境又很好，就是因为环境很好，所以很骄傲，不借就不借，你讲什么都不借，没法度。因为回去北部久了，才袂晓讲，全部讲国语才讲，全部讲台语才讲会出来，都要甘咧啦，甘咧国语台语讲安尼。还有吗？还有几分钟。问有疑必问。像我们刚才讲的全部没有听过，对不对？你听了以后没有想要问吗？为什么从真起妄？为什么从体起用？是啊，老祖在讲处两者就是有跟无，同出而异名，同谓之贤。贤又贤众妙之门，有没有？就是或许刚才在讲的，那个从真起妄，跟从体起用，那个都是两个一个真，一个是可是那个妄都是无啦，无半项，真的一半，无半项的一半，合作伙都按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你对佛性本体你去了解了以后，处两者同出，可是异名，无共款名，同谓之贤贤之又贤，众妙之门。我们之前没讲过没有？怎么有讲过没讲过也不知道。共同麦来引。讲是的妄是哪个妄？妄想，一个王在一个女，从真起妄。可是这个地方的那个妄